邪龙寺院，所过之处，无数生灵化为焦土。这种煎熬的岁月，不知持续了多少年，直到那些至尊的出现。他们拥有龙姿凤态，个个身怀绝世功法。至尊们将邪龙封印，可邪龙不死不灭。至尊们只能将其分为13个部分，并设下重重封印，将邪龙封印在13州神塔之中，才开创了太平之势。我这是在哪儿？刚刚我好像听到。我叫张天灵，正在挑战一款名叫《宇宙路》的游戏。您的门派在邪龙魔焰中覆灭了，请再接再厉。这都死多少回了，又要重开了。唉，再试一次吧。葬送者，解除限制模式，什么鬼？奇怪，这资质属性这次开场怎么可以调了？嗨，管他的，统统拉满！还真满了！这个资质开场，老夫岂不是无敌了？简简单单拿下！设定完毕。谁在说话？正在检索符合的人物，检索到符合条件的人物，解除限制模式，穿越启动。哼，你还好意思说我？谁在说话？都是不孝徒孙，谁说谁啊？有本事让这个至尊跳起来打我们！这游戏这么刺激吗？一来就送这么大福利！什么动静？快跑！尸变！以前我们也遇到过这种事，放心，我有经验。你们至尊至于吗？这么大脾气！啊，冻死我了！给我拿件羽绒服。这是什么衣服？这审美怪差的。这就是 NPC 了吧？嗨，你们好，请问一下这里是哪里？好痛！大妖道，本座在此，速速归去！什么破游戏，刚刚穿越就要死了，说好满字开局，轻松通关的呢。说起来，这头光是什么？天堂的入口吗？啊，这是什么玩意儿？这里是你的意识空间，是本系统把你拉进来的。53，这名字拿来吧你。系统启动完成。宿主你好，本系统乃家政型号势力培养。系统？妈耶，那我岂不是有挂了？哎，快让我复活！我要打10个。那你有什么用啊？哼，本系统可以让你的门派势力不断升级和发展，门派受规模、财富、技术、声望的影响。当以上指标获得提升时，都可以获得门派发展点数，并且提升门派等级。随着门派等级的提升，你可以用门派发展点解锁更高科技的建筑，直到剿灭邪龙，通关回家。啊，等会儿，问题是我就孤家寡人一个，哪来的势力啊？你没有吗？本系统一般被分配到的宿主，应该都是门派拥有者才对呀。莫慌，没有势力就去随机灭个掌门，抢过来不就是啦？作为穿越者，能不能有点自觉？可是没有可是，有事醒了再说。走你！疼死我了！师叔，他没死。等会儿，道友有话好好说，切莫动手。这是通灵法宝，这至少是程西境的高手啊！原来你可以直接出现了。废话，本系统又不是那种只会在意识空间里呜呜喳喳的低端货。他实力很强，我们打不过的。小云，快跑，我拖住他。师叔，我不走，要走一起走。这是什么话？要是连一个门派新人都保护不好，
我还如何敢称作护派长老？等回去，你记得告诉掌门，我没有给23字门丢人。师叔大意。这画风有点不对啊，系统，你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做点什么？抱歉，本系统是家政型号，打打杀杀什么的不在业务范围内。我记得我穿越前点了满级的天赋吧，应该有什么很能打的技能才对啊。天赋和技能有几毛钱关系啊？你现在相当于满级号重练，还什么都没学呢。邪魔，引导乃23字门护派长老南玉书，惊邪星图古小云，斩妖除魔。他要过来了，真没办法了。你等级太低，自求多福。轻易吧算了，死也要死的有点尊严，对得起这趟穿越。天啦！前辈乃我派先祖，就算化为厉鬼，也定不会与后辈发难。先祖，也就是说，我是他们的老祖宗啊！那这不就是个送上门的势力吗？如今先祖还阳，必是有心愿尚未完成。在下身为后辈，怎能不为先祖分忧？师叔，你节操呢？小云，打不过就要认怂，没什么好丢人的。你要学习的还很多呀。本老祖确实有心愿未了，但是我却已经什么都不记得了。不记得了？先祖，要不您随晚辈回门派看看，说不定能想起什么。不愧是我派弟子，能屈能伸，我辈楷模啊！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也正有此意。太好了，事不宜迟，让我们现在就出发。等会儿，那个把这个剑拔出来呗，看着好痛痛的。这里就是门派山下的镇子了，先祖，随我入阵中歇息片刻。说起来，我们门派如今怎么样了？先祖放心，23字门在修行界那可是声闻百里，如雷贯耳。哟，是大名鼎鼎的23字门吧？嘿，那可不嘛，几天不见。嘘，别被听见了。看来这个门派名气确实很大，当个先祖也倍儿有面嘛。再便宜点。哦，怎么个事儿？无妨，先祖且稍等，我去就来。还是跟上去看看好了。明明之前不是这个价的。之前是之前，现在是现在，没钱就去别的地儿去。小云，让我来。姐姐，是我，今日盘缠有些紧缺。你若是能行个方便便宜点儿，在下愿。哎呀，你看你和姐姐客气啥？生分了吧？来，带这位公子上去。好像哪里不对呀。小云啊，这个镇子一直都是这么热闹吗？不是的，先祖，是因为铁狼宗的问仙大会要到了，所以百姓们都会来这里碰碰运气。铁狼宗是什么？铁狼宗是附近非常有名的修行门派，问仙大会就是他们广纳弟子的日子。哦，他们门派很牛吗？还过得去，不过要是被选上了，每个月还有2颗机器伞呢。我想起来，游戏里好像也有个叫铁狼宗的，不过完全是个小卡了你。你怎么这么了解啊？本来我也打算去碰碰运气的，是不是被师叔抓来了呢？还是问问南玉书吧。啊，话说他怎么还没回？我来了，先祖。不好意思，老板娘太热情了，耽搁了些时间。没事，你开心就好。来了！你咋不跟上去打个招呼？跟上去？大佬，你可是铁狼宗的，有空了来咱们那儿溜溜呗。傻云，你要干什么？你是？都是道上的朋友，认识了也有个照应嘛。我就是那个二师傅。抱歉打扰了，你们继续啊。不是说其他人不得喧哗吗？刚才那个人，咱们斩不斩啊？
算了，不管他们，正事要紧。长老说不用理会他们，直接开始问仙。我就是想打个招呼嘛。打什么招呼？我不是和你说过，咱们要低调行事吗？怎么了？没事，仙祖，我们马上回门派吧。这个倒不急，我想问一下，那边是在做什么？今年的问仙礼，白银500两。上仙，能不能少一点啊？去年还是300两。滚一边去！别问多少钱，要问问自己有多少元。上仙，我全部家当也就只剩400两了。我儿打小就聪明，只是被他这不争气的爹给耽误了呀！啊，爹，你别这么说，看你可怜，我就破例一次。快让上仙看看你的资质啊！他们在进行问仙礼，就是修行门派收取平民钱财，查看对方是否适合修仙。这都可以？我们门派也有这业务吗？没有。上仙，你再看看，求你了！我儿子不可能没有修炼天赋啊！您再看看。我说没有就没有，休要胡搅蛮缠！哎呀！爹，你没事吧？那个人根本没有看对方的资质，只不过单纯想敲诈些银子罢了。为何不阻止他们？啊，仙祖，你看那边，还有谁要问仙的？过时不候啊！上仙，来看看我吧，我一看就是龙凤之姿啊！上仙，我家的孩子你来看看吧，他打小就怪聪明的。上仙，我是大聪明，求求你收我做弟子吧！修炼者地位尊贵，凡人则卑如蝼蚁。成为修炼者，便是最好的翻身机会。我们若是阻拦，不仅不会被感谢，反而会被他们所记恨。弱肉强食吗？这个铁头啊！大骗子，把我们家的钱还来！这是我们家大半辈子的积蓄，你还我们！阿牛，我不要啊！好啊，既然这么想要，那我给你们就是了。至于还有没有命去花？我还活着！又是你！我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那是谁？竟然敢对上仙不敬！社会上的事你少打听，干坏我们铁狼宗大事，不想活了！你刚才根本没有看他跟过，完全就是在欺诈！什么？上仙居然在骗人？真的吗？我读书少，不要骗我呀！找死！各位，请不要冲动啊，都是误会。师叔，你什么你打得过这么多人吗？哎呀，我忘记他们人多了。多谢师叔提醒。既然如此，对面的打枪！不好意思啊，我这徒弟脑子有点问题啊。你们继续，我们这就走。这么急着走做什么呢？是他，这下麻烦了。哪里的话，顾长老？我当是谁呢？原来是我们大名鼎鼎的23字门呢。原来是那个23字门，是他们呀！这个门派可了不得。我这个门派当真如此有名？我听说呀，他们门派的人非常抠，连买只鹅都能讲半个时辰。还有，他们总说自己是上古名门正派，结果却被镇子上的武馆给踢馆了。而且他们还经常来镇子上卖艺，说是挣点辛苦钱，倒真的把以前的戏台班子给比下去了。宿主，出使门派这种事，完全是根据宿主的脸和欧气的，和本系统无关。你闭嘴吧！本系统只是想提醒宿主，你的第一个任务来了。什么任务？门派任务，帮助门下弟子脱身。失去核心弟子，这可不能，不然我还咋回家？听闻贵派乃修行界之耻，今日一见，果真如传言一般。不过这女弟子却颇有味道，不如来我铁狼宗如何？本长老必对你倾囊相授。怪叔叔，师叔，
多谢你当年截胡之恩，弟子必当涌泉相报。现在是说这个的时候吗？任何时候，铁狼宗人多势大，我们寡不敌众啊！有没有高手？果然，仙祖在看着我们。你该怎么完成任务呢？求这两货可别头铁硬刚啊！仙祖，弟子明白您老的意思了。小云，给我挺起胸来。仙祖他老人家看着我，他最受不了的就是自己的弟子是孬种，就让仙祖看看咱们的血性吧。弟子误了。铁狼宗，你们侮辱我们门派，我们今天和你们拼了！没错，哪怕生死道消，也要和你们血战到底！呸！这俩二货！弟子误了。铁狼宗，你们侮辱我们门派，我们今天和你们拼了！没错，哪怕生死道消，也要和你们血战到底！呸！这俩二货！好，好，好，一个荒门野派，竟也如此胆大包天，那就别怪我们心狠手辣了。众弟子听令，将此二人杀了，丢河里喂鱼。是。西叔，我们上。再等等，谁敢动他们？一个愣头青不怕死的。本尊的后辈，谁敢动？我去，通灵法宝！在这之前，我可是有着无数次的被灭门经验，所以我清楚的知道，初期失去一个核心弟子意味着什么。去死吧！毫无疑问，先是崩盘，再到灭门。救命啊！完蛋喽！你到底是谁？本想以普通人的身份和你们相处，没想到换来的却是疏远。你们几个刚才说要杀我弟子，没有，圣仙，您听错了。我靠，刚刚的话不会被圣仙听到了吧？你别看着我说呀！上仙饶命啊！门派声望+1+1+1+1+1+1+1。宿主，你这装了不大的。小的不知前辈名讳。我的名字，你们这群小卡拉米还不配知道。你们铁浪宗的洪兴涛在不在？哎呀，他们掌门应该是叫这个吧？除了这个，真记不住别的名字了。洪掌门已经仙逝多年，我们现在的掌门是……我去，这哥们什么来头？竟然认识我派仙人！算了，看在小红面子上，我今天就不弄你们了。小红，前辈，我们这就走，打扰了。还好我逼装到位了，任务搞定。此事有蹊跷，必须汇报给掌门，否则有我们好果之耻。我操，这什么鬼？是不是长老天天发誓遭雷劈了？别瞎说，小声点儿，等会儿被听到你就记了。这是什么？灵位？谁？我可没说就让你们走了，把老百姓的钱都还回去。是，还愣着干嘛？还不把钱还给老百姓啊？有没有点眼力见啊？是。谢谢，太好了，爹，咱家的钱回来了。这都是托这位上仙的福啊！汗流浃背了吧，小老弟？现在你们可以滚了。多谢前辈，我们这就麻溜的滚了。快走，赶紧跑路，千万别回头！吓死我了！吴三，你怎么不提前说任务奖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还好我圆得快。仙祖，请留步。啊，还有事？谢仙祖。仙祖，其实门派的事，
师叔，师祖是不是生气了？后辈弟子们把门派搞成这样，能好受就怪了。或许就是我们这些后辈太不争气，才让师祖死不瞑目，不得安息呀。你又来活了？是的，新任务，前往门派，正式成为掌门人。说到门派设施，这个像灵位一样的东西，到底是什么？那这是祭祖灵碑，如有人诚心祭拜，便可以提升此人修为。祭祖灵碑？你们这是我的！53门派发展点使用权限是什么？门派发展点使用权限是本系统的正式功能，只有门派拥有者才能解锁。现在本系统只有进入别人意识空间唠唠嗑的试用版功能罢了。好吧，那你给我解释下，这个灵碑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简单来说，就是别人对着这个灵位祭拜你，就可以获得门派发展点。对方祭拜的越诚心，你可以获得的门派发展点就越多。你不觉得这画风有点不对吗？是不是在弄点纸钱给我烧啊？多正常啊，反正你本来就是从棺材里蹦出来的。你想都别想！我张天林就算从山上跳下去，饿死在外面，也绝不会用这种有辱尊严的。师祖，你们回来了。我找到了一辆马车，我们现在就可以起身前往门派了。我刚才买了一些纸钱，我看师祖还带着自己的灵位，正好回去可以给师祖烧。不得对先祖不敬。没事，带着吧。那什么，小孩子想祭祖的话，我也不介意。好了，我们赶紧上路吧。好。我就说先祖会喜欢的嘛。现在你们可以给我说说咱们门派的真实情况了。是，先祖。其实先前我们门派确实曾经非常强大，只不过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事情还得从1000年前的邪龙之灾说起。当年邪龙之灾为祸世间，因此有13位至强者一同联手打败邪龙，并决定用神塔将邪龙封印。邪龙拼死的反噬十分强大，他在最后被封印之前，对至强者们施加了恶毒的诅咒，诅咒人类所有的传承断绝，满门尽灭。危急时刻，我派的那位仙人独自扛下了邪龙的反噬诅咒。从那以后，其他门派成了如俯瞰众生的神明般的顶级门派，镇守神塔。而我派仙人则在邪龙的诅咒中去世。后来，我派仿佛真的受到了诅咒一般，在1000年之中遇到无数意外，弟子凋零，门派也彻底大不如前。你们这门派仙人是傻逼吗？对面临死放大招还一个人去接，我说的不对吗？这种时候逞能个屁啊！他一死了之，却坑了后辈多少人？那位仙人就是您啊？听师叔说，您当年接大招的时候还喊了一句“给我闪开，让我来会一会这招”，然后接完那招就嗝屁啦。小云，怎么说话呢？对不起。先祖，别听小云乱讲。门派典籍里说，你被打死之前还硬撑着说了一句话。不差。好了，你们不用说了，我已经了解了。这他妈不就是自己把自己作死的吗？好尴尬。3位已经到地方了。啊，到了吗？先祖，这里就是我们的门派了。这就是我们的门派。
你们这个名字是怎么回事啊？灵，乃一派之魂。所谓气运天定，明判凶吉，便是这个道理。我派全称共23个字，因此世人便称我派为23字门。这位朋友好生眼熟，似乎在哪里见过，敢问名讳？掌门师兄，我们回来了。这竟然是如今的门派掌门，难怪我就说好像在哪里见。掌门师兄，小云，快掐人中！掌门爷爷，看我的！扫地三个鬼呀！你们说，那个荒野小派又出了一个城西境的高手？宗主，我说的都是真的。那个人还有通灵法宝，还认识洪掌门。那么，那人的法宝威力如何？使的是什么样的功法？自从那老家伙死了以后，23字门不可能会有城西境的人。你们被骗了。宗主息怒，我马上带人去查个清楚。不必了，此事不怪你，毕竟对方确有蹊跷。谢宗主。但是你不该提洪掌门。你们记住，铁狼宗的掌门是我，天狼阮旭。来人！原本以为那个老家伙死了后，他们能乖一点。不过，既然他们自己找死，那便抹掉吧。师祖，师叔在照顾掌门爷爷，您先喝杯茶吧。无妨。那个仙祖，能不能问问您的修为到什么境界了呀？我也不知，醒来后我的记忆一片混乱，甚至已经不知道修为境界的划分。要不你给我讲讲？啊，这样嘛，那我给仙祖讲讲。修炼境界按大境界可以分为炼体、断神、成息、先天、无上5大境界。每一大境界根据功法不同，又会分为数个小境界。对小门派来说，普通弟子一般为炼体境、断神境，就已经可以成为一派长老了。至于成息境，一般都是掌门或者闭关老怪物。我听说咱们门派的老掌门就是成息境界呢。那时候山下的镇子还是咱们的地盘，但是在我来之前，老掌门就去世了。对了，仙祖当年那么厉害，说不定比老掌门更厉害呢。这个系统提示：宿主收到来自祭祖灵碑的门派发展点10点。祭祖灵碑不是被掌门放到祖师殿了吗？难道……小云，你太执着于修为和境界了。千里之行也得始于足下，太过好高骛远，便会失去脚踏实地的初心。这样简单的道理你都不懂吗？奇迹一跃不能10步，驽马10驾功在不舍。你呀，还是太焦躁了。罚站1个时辰，好好反思反思。晚上给我交一篇反思总结，我亲自检查。仙祖怎么忽然变得好可怕呀？本系统如此娇贵，不是给你用来砸人的。长得和字典一样，不用来砸人，岂不是太可惜了？祭祖灵碑刚才有反应，所以我只是想支开一下小云，去看看那位掌门的情况。师父，你也太客气了点呐！你说你老人家走就走吧，怎么下去了还把老祖宗给喊回来了呀？掌门师兄，师父他也是不放心咱们。自从他去世了，咱们门派根本没人镇场子。
老祖宗啊，我真不是故意拿你老人家的东西的。师父去世后，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弟子都找不到，才把主意打到您老人家身上。冤有头，债有主，您老人家有事找他，千万别怪罪到我头上啊！卢浩，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咱不能真的丢人到靠着已死之人。现在我们要做的是想办法让老祖宗安息呀！你这样像什么样子？老祖宗他在天，在隔壁之灵，也肯定不想让你这么拜他。师弟，老掌门去世，又招不到新弟子，原来是个烂摊子的开局，这才有挑战性啊！对我这种高端玩家来说，只要有忠心的弟子，发展门派并不是什么难事，冲关就能回家嘛。那就让我好好来陪这个世界玩玩吧。师弟啊，咱们到底应该怎么做啊？其实我这几天一直在思考，为什么咱们的老祖宗会突然诈尸复活？然后我得出了一个结论。老祖宗揭棺而起，显然是因为咱们已经丢人到列祖列宗都看不下去的地步了，因此宁可不转世投胎也要来帮助。但是生死有别，他老人家在阳间逗留，必然会付出巨大的代价，说不定还会化为厉鬼。厉鬼？师兄，为了先祖早日安息，咱们做弟子的必须狠得下心呢。师弟，我明白了。不孝后辈刘浩，必将尽全力，让老祖宗早日安息。老祖宗，这里就是存放您当初留在门派的功法和法宝的地方。我派众弟藏宝阁了，说不定看到里面的东西，可以让先祖想起些什么。谁家藏宝阁就是一个山洞啊！先祖，我们穷啊！师兄，想开点儿。抱歉，我可以进去看看吗？当然可以啊，不过为了不打扰先祖，我们就不进去了。既然如此，你们便在此处等候吧。什么鬼的藏宝阁？这也太寒碜了吧！都是些破烂和低级的功法，看来好东西早就被挥霍光了。不过这个剑，难道是我当年用的？糟糕，身体动不了了！师兄，这样真的能行吗？这把剑可是咱们门派最后的底牌。300年前，当时咱们的门派遭遇魔门入侵，危在旦夕。当时的掌门在神剑面前苦跪3日，求先祖庇佑。就在门派大阵被攻破的瞬间，神剑忽然破空而起，我皆被斩杀。虽然如今灵力所剩无几，但他依然是挽救了数次门派危机的先祖佩剑斩龙剑啊！这是让我拿起来吗？看来也没得选了。原来如此，这是这把剑和虚灵圣祖的记忆。看来邪魔已经伏诛了。掌门爷爷，师叔，不好了！先祖不见了，我刚刚到处都找过了。小云，先祖已经在藏宝阁里安息了。安息？先祖又逃回去了？小云呐，想开一点，
这对老祖宗来说也是好事。我们还是先把先祖的尸身收回去吧。这样啊？啊！那是什么？小心！我说，你打算站到什么时候？老祖宗！先祖，你还没死呢！怎么说话呢？不是你们说。先祖威武，此剑可是千年来从无人可将其降服。毕竟是当年我的剑，不过还真粘人。哎呀，你别这么割！哎呀，别往我身上扑啊！真的是咱们那个高冷了千年的镇派斩龙剑？可能，大概是吧。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养的大黄。看起来这把剑好像不想回去的样子。你们看，这本身就是先祖之物。那好，我便回去研究一下这把剑了。带我一个，我也想看看这把剑。连斩龙剑都如此，难道他真的是先祖？那可未必。斩龙剑再强，也只是法宝。况且千年来的消耗，让斩龙剑也已经大不如前。恐怕不一定有能力分辨邪魔了。事关门派威望，咱们恐怕得用点极端手段了。你的意思是，如果真的是他，会原谅我们的。先祖，可以让我摸一摸这把剑吗？就摸一下。这个剑兄，你要不就给他……喂，这把剑到底是个什么毛病？虽然我根骨差了点，但也不至于这么嫌弃我吧？先祖，要是我把它举起来了，你就让我玩一下吧。好。看我的！呀！这把剑明显是把我当成了虚灵圣祖，可惜我目前的实力根本没办法发挥它的威力。不过我出来拖延了这么久，53那边应该打探到一些消息了吧？师兄，东西都拿出来了吗？我储物戒指里的收藏都在这里了，你看着挑吧。有这些就够了。接下来，我们来商议一下让先祖安息的具体计划。大新闻啊！先祖！哦，先祖，我举起来了！我操！你快把剑放下！小云，你简直是天生奇才啊！唉，可我根本不适合修炼。何出此言？因为我最多只能修炼到炼体期。吴小云，体格上等，凝神聚气，感受灵气，这将决定尔等的修炼资质。哼，力气大有什么用？半点资质都没有。我们是修仙的，不是来搬砖的。就是，听说啊，除了体格，他什么悟性、根骨全都没有，真是个满脑子肌肉的女人。还好长老英明，把她赶了出去。然后我就把他们都打了一顿，不过最后人家长老出来把我揍了一顿就丢出去了。后来呢，就遇到了师叔，他说可以收我做关门弟子，所以我就跟来碰碰运气了。不过嘛，他们说的没错，我确实是个修炼废物就是了。蠢货！你这样的体质资质，万千人都难寻到一人。那些门派真是瞎了狗眼，才错过你这样的天才。您说我是天才？人们总会用自以为正确的一套标准来要求别人，却不知道会因此错过多少隐藏的珍宝。拿去玩吧，以后有机会的话，我给你弄一把真正适合你的剑。啊，真的？当然。哇，太好了！嘿嘿嘿，中奖了呀！没猜错的话，这应该是超稀有的碧玺之体。
这是一种根骨和悟性极差，但是却天生力大无穷的体质。培养好的话，堪称近战无敌。可是小云却是个姑娘啊，总觉得这画风好像太粗暴了点儿。该怎么搞呢？咦，本系统就离开一会儿，你就想着怎么搞徒弟啦？禽兽！啊，轻点轻点，你还要不要听你后辈欺师灭祖的大计划啦？哦，看来我猜对了。你都不知道他们想了多少点子来弄死你啊！虽然出发点好像还挺有孝心的，我之前就觉得他们似乎有点不对劲，尤其是获得了剑的记忆后，更加确定了这一点。走吧，路上慢慢给我说。啊，轻点轻点，你还要不要听你后辈欺师灭祖的大计划啦？看来我猜对了。你都不知道他们想了多少点子来弄死你啊！虽然出发点好像还挺有孝心的，我之前就觉得他们似乎有点不对劲，尤其是获得了剑的记忆后，更加确定了这一点。走吧，路上慢慢给我说。不，宿主，你可能没时间慢慢去想了，因为有另一件事也要来了。触发紧急任务，解决铁狼宗的入侵。任务奖励：门派发展点500点，门派声望50点。任务失败惩罚：灭门。入侵时间：今夜子时。什么？老祖宗，您要离开？不错，我思索良久，或许离开门派，多游历一番，我才能查清楚自己的复活之谜。先祖，您还是再考虑。不用说了，我意已决。今夜我会闭关，明日一早我便会离开。宿主，你这样说，他们只会更快对你下手啊！我虽然不是什么邪龙爪牙、借尸还魂，但是我现在的修为也肯定没法从他们的试探中活下来，所以，既然已经知道他们的计划，不如好好利用一下可爱的铁狼宗了。月黑风高夜，杀人放火时啊！先祖在闭关了，开始吧。开阵！大阵已经布好，他只要踏入阵图，就会遭到大阵的攻击。师弟，走吧，大阵范围比较广，我们必须得离远一点。等我一下，先祖，请原谅弟子冒犯。如果真的是您的话，一定可以毫发无损。走吧。菩萨，距此时还剩多久？还有半个时辰，他们已经离开了。我去，累死我了！装闭关打坐这种运动也太挑战人的腰了吧！宿主，我必须提醒你一下，你现在是炼体一重，而你的弟子可是用了大半积蓄来发动护派大阵，准备弄死你。你最好有点紧张感。放心吧，融合了斩龙剑的技艺，我对这个大阵可是非常了解，而且还知道了不少法术的用法。这把椅子不错。你这是在干嘛？好戏要上场了。三位长老，这里就是那个23个字的门派了。果然是荒门野派，没有半点排场。这样一个破门派，竟然让我们铁狼宗4位长老3位旗帜，真是杀鸡用牛刀。那可是通灵法宝，要不是土狼死了，那可就是4大长老一起来了。几位长老，周围都已经埋伏好了，一个人都不会跑出去。行之度于理，君子也；无善恶之心，非人也。曾有贤人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但有敌自远方来，虽远当诛。”大家小心！老三，
怎么了？灵压外放虽然是断神期就可以做到的，但是你看他，如此的轻描淡写，似乎毫不费力一般。就算是宗主也没那么容易啊！我才不信邪！都给我上，把他碎尸万段！杀！别冲动啊！落。好重啊！老三，你不是智囊吗？快想想办法呀！高手，绝对的高手！一言之下，竟然就释放了如此大规模的山字符，一般人根本做不到。你们是铁狼宗的人，这个人究竟是何方神圣啊？山阵已经触发了，巨灵如山，让阵眼外的敌人承受数倍的重力，真是好多年没有见到了呀。山阵之后就是第二重杀阵雷阵了，就连我也只见过几次而已。放心吧，如果此人不是先祖，而是妖孽，必然会死于下一阵。哼，真是无趣。你小子不要小瞧人！血狼吼！哦，打中了！不对，哎，快看，他在上面！啊！喂，斩龙剑，你再坚持一会儿，别让我掉下来啊！踏空漂浮，竟然真的是程西境。算算时间，差不多了。小雷，怪小如山，列阵！雷阵发动了，威力还真是夸张啊！你不看看我花了多少积蓄？那我们便带着小云回。我操，小云呢？先祖不会有事吧？这是先祖？终于搞定了。我没死，我还活着，身体好麻呀！啊，我的腰！这虎派大阵是假的吧？这么大阵仗都没劈死人？看来他也没那么……大哥，等等！啊，大哥，此人方才一剑之威，气冲云霄，引动9天雷霆，如此大的气势，我们却没有死。只有一个可能，就是他修已经真正踏进，精确的控制住了威力呀。那怎么办？大哥放心，接下来该是我们发挥智囊作用的时刻了。你怎么一个人跑过来了？师叔，掌门爷爷，你们看，那是多谢前辈不杀之恩。哦，竟然被你们看出来了。前辈弹指间苍穹尽碎，引动万丈神雷的气势，晚辈此生从未得见，因此晚辈斗胆猜测，以前辈之风姿，必然不屑取我等性命。你倒是机灵。这家伙是个人才啊！我都没想到的借口，全被他脑补了。你倒是机灵。这家伙是个人才啊！我都没想到的借口，全被他脑补了。不过，因为你们的入侵，对我门派造成的损失，前辈放心，此事交由我来解决。把你们平时藏着的积蓄都拿出来，务必让前辈满意，一分都不能少。是。这里是我们铁狼宗100年来所有的财产，前辈，这些不知可否抵消我们造成的损失啊？念你还算有心，此事就作罢吧。这货是友军吧？老二，你真不愧是咱们铁狼宗的智囊啊！大哥，
咱们铁狼宗100年基业断不可葬送于此啊！为此我受点委屈也没什么。哇！哎，师弟，你快看呐，好多钱呐！师兄，疼，我没想。师弟小心！师兄你怎么样？喂，究竟是？都不许动！糟糕，忘记还有一个了。混账！放开他！山狼、古狼，你们如此胆小，这么多年都活到狗身上去了吗？我才不信他真的那么强，否则他的门派怎么会这么弱？剑兄，你还有多少灵气可以攻击？只有断神期的一击之力吗？得想个办法装过这一步。要是露馅了，这俩被忽悠的长老反应过来，可就麻烦了。你们掌门是谁？赶紧把你们的通灵法宝交出来，否则不仅他性命不保，日后宗主亲自前来毙灭你们满门。老二，我们怎么办？别急，容我三思。铁狼宗是冲着通灵法宝来的，难道他们要强斩龙剑？难怪铁狼宗会来袭击我们，并且一口气来了3位长老。我是掌门，此时理应是我站出来。可是你，本派掌门自然是我。只要你把我的弟子放了，通灵法宝给你又何妨？门派的山雷双阵已经消耗殆尽，但是我老祖宗满满逼格的人设又不能倒，那只能采取最后一个办法了。在宇宙路的游戏里，通灵法宝对修行者非常重要。通灵法宝若是被毁，即使是修为高深的修行者也会受到重创。通灵法宝，我拿到了，我拿到了！先祖，通灵法宝已经给你了，是否可以放掉我的弟子了？嘿嘿嘿，你真是托大呀！就算你是程西境，没了通灵法宝，我还会怕你吗？断灵噬心！这招断灵噬心专克法宝，不仅会侵蚀法宝的灵性，还会让法宝的主人无比痛苦。原来宗主早就做好了安排。怎么样？你现在是不是觉得心脏如同万蚁噬心般痛苦？别急，这才刚刚开始。铁狼宗弟子，还不快趁机干掉他！啊！你们要违抗宗主之命吗？这混蛋！不是我的对手，你们也要出手？那位前辈高深莫测，我们自然有理由谨慎行事。不过，若是让你们出手，那我们回去可就真得背着抗命不尊的罪名了。你说呢？最弱的男长老。哼，这2个没用的东西，等回去我再和宗主禀告你们的罪名。哼，大高手，你不是很能耐吗？法宝被封，我看你还怎么嚣张得起来！先祖，时机差不多了。这就是心痛的感觉吗？也没想象中那么痛啊。可惜这种痛，比起我弟子带给我的心痛，可差远了。石猴诅咒，去。方才我把我的法宝给你，其实只是想看看，究竟是万蚁噬心痛一些，还是被后辈弟子弑祖来的更加心痛一些。我的剑，哎，我的剑怎么飞走了？怎么回事？不听使唤了！我的剑也……到底发生了什么呀？剑飞走了！第3阵，你说什么？你还记得我说过的
数百年前，斩龙剑曾灭尽魔门，拯救门派于危难之中吗？既然后辈不欢迎我这个当祖宗的，那我只好走人了。施展此阵之后，我便会长眠。不要！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你们，以后的路就靠你们自己了。典籍记载，魔门来袭之日，掌门携弟子于成剑阁苦跪3日，神剑中出，万剑如星，魔门尽灭，掌门力竭而亡。此为灵虚圣祖所传第3杀阵——剑阵。这是哪里？这里是你的意识世界。宗门弟子古小云，本系统是你的……呸，习惯了，重来。本法宝乃你先祖的本命通灵法宝，玄天造化大典。你是先祖的法宝？你不是被那个锁链给……开玩笑，这玩意儿也能锁住本大典吗？不对，现在不是纠结这个的时候。先祖怎么样了？唉，你们这些做弟子的哟，真是伤了他老人家的心啊！你们看看，人家死的时候，你们从人家坟里拿东西；活过来了，你们还一个个的捅刀子。老人家怕给你们添麻烦，都打算走了。结果你们还不打算放过他，换哪个人心里好受啊？唉，不如躺回去算球。不是这样的，这之中只是有误会，我可以解释清楚的。哦，你有办法？也对啊，小心肝徒弟要是好好安慰一下，说不定那个空巢老人还真就被安慰了呢。可是我现在还在被绑架吧？我只是炼体期，打不过那个断神期的家伙。还连累了先祖，办法自然还是有的。什么办法？可别小看知识的力量，本法宝可是夺天地之造化的神物，自然能让你对付掉那个家伙。来，接下来你只要……对啊，我懂了，师祖教过我的，知识就是力量。哎，等等，你懂什么啦？怎么办？我们死定了！你个天杀的，下次别拉着我们一起呀！现在惹怒了前辈，怎么办？不可能的，他的法宝已经被七绝断灵锁封住了，怎么还能？南长老啊，你快劝劝你的掌门，犯不着生这么大气，对吧？就是，让他老人家消消气呀。老祖，事情并非您所想的那样，还请您听弟子。哼，难道你要说之前你们没有弑祖之心？我们确实有这个打算。你会不会说话呀？啊，到底怎么做弟子的，哄人都不会吗？你行你上啊！够了，你们不要再说了。我给过你们机会，但是你们却一次次让我失望。这一届弟子真是差劲。咱到底好了没啊？我这边要坚持不下去了。斩龙卷剩下的灵力根本发动不了剑阵，最多只能摆个毫无威力的 pose， 而且最多只能坚持10秒了。休要劝我，我意已决，再拖真要演不下去了。没想到我谋略天下，志冠古今，今日却要死在这里。还剩8秒，都是假的。7秒，6秒。我明白了，是弟子不孝。水，你别放弃呀！3秒，时间要到了。先祖不要！是什么？这是。谁告诉你本系统是这么用的？
你为什么不听我把话说完啊？先祖，你不要走！师叔和掌门爷爷绝对没有要害你的意思，我都听到了。他们只是担心有妖邪冒充您而已。小云，而且您还答应给我找一把合适的武器的，您得说话算话。您要真敢讨回去，我就把你的坟拆了，再把你的棺材劈了。竟回来了，下来了。罢了，此事到此为止。先祖，我们活下来了！前辈终于消气了！我的妈呀，这和我的计划不一样啊！回收剑阵后，我让铁狼宗弟子作为苦力来重建门派。他们怎么这么熟练啊？没想到小云竟然想出了这样的方法。别和我提他，这人脑子有问题。不过多亏了他，虽然和我们的计划不一样，但是不用付出代价了，不是吗？你们掌门是谁？赶紧把你们的通灵法宝交出来，否则不仅他性命不保，日后宗主亲自前来，必灭你们满门。武三，你好歹是个系统，能不能有点用啊？拿出个法子。也不是没有，如果你愿意消耗所有门派发展点，并且半年内失去系统使用权的话，我可以临时解锁掌门权限，为你的弟子兑换一个脱身的秘法。这样吗？你可想清楚啦，这基本上是属于自寻死路了。那就拜托你了。哇！前辈，您看这样还满意吗？还行。你们可以回去了。不过七绝断灵锁我得留下。你们宗主若是想来拿，让他自己来取。谢谢前辈，谢谢前辈，我们会撤出白水镇，并且一定把话带到。紧急任务：铁狼宗的入侵完成，获得门派发展点500点，门派声望50点。总算是完成任务了。接下来便该处理另外一件事。请先祖恕罪。还有我。好了，别跪了，天天动不动就跪的，什么坏习惯？你们对我下手的理由，我其实都知道。我生气不是因为你们对我做了什么，而是你们应该对你们的老祖有点信心呐。先祖，你们记住，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有我这个祖宗在，哪有让你们这些小辈来扛危险的道理？就让我们一起把门派变得比以前更加辉煌吧。老祖宗，这种被当作小孩子关爱的感觉，好喜欢！宗门弟子刘浩，拜见掌门。南玉说拜见掌门。忽悠成功了。主线任务完成，恭喜宿主解锁掌门权限。本系统将在3秒后从试用版重启升级为正式版。3、2，重启是什么意思啊？先祖，以后就请您。先祖，先祖你怎么了？我来。没心跳了。这是啥玩意儿？怎么样，宿主同学？我把你的意识空间改造的还不错吧？我操！你是武三？嘿嘿。你他妈的是个妹子！本系统没有性别，只不过为了方便和你交流，根据你的审美口味捏了个形象出来而已。怎么样？有没有感觉很激动？别污蔑人呐！我的口味才不是这种。好吧，好吧，我这儿也有肌肉大汉的模板，
你等会儿，我换个形象啊。住手！你还是就保持这个样子吧。哼，男人。所以你升级后的新功能就是捏脸是吗？哼，新功能多了去了。你现在心中默念门派界面。门派界面。门派。富贵安康，吉祥如意，财源滚滚，光宗耀祖，风水宝地，归元派。门派等级：荒门野派1级，声望2级，财富1级，技术1级，规模1级。门派发展点2207点。哇！以后你可以随时查看门派的基础指标，这4项指标的平均等级决定了当前的门派等级。先不说别的，这门派名字真他妈的长啊！通过完成任务或者一些特殊门派建筑获得，比如你之前获得的祭祖灵碑就是这种类型。至于真正的门派发展点的使用权限，那往那边看。走啦，进去看看。哦，这里便是本系统的3种功能，看起来很牛逼啊！瞧你这没见过世面的样子，来，我带你熟悉一下。以后你不用进来异世空间，就可以直接使用这些功能啦。这里是天贸仪，可以用门派发展点兑换各种建设门派时用到的东西。门派等级越高，可以解锁兑换的东西也越好。比如这个护山大阵、诛仙剑阵图，踏入阵中有死无生，需要500万门派发展点，7级门派可兑换。当然了，以你现在的门派等级，基本换不了什么好东西。说了和没说一样。这个就不一样啦，就算是低级门派也可以出好东西。它就是每用200门派发展点，就可以随机抽取一件物品，10连还可以送1次机会的魂天盘哟。对了，我还为魂天盘加入了炫光提示功能。当抽出凡品时，它会发出白色的光；如果是法宝，那就会发出紫光；如果是灵宝，那就是金光；如果是仙宝，那就不得了啦，那可是……够了，这个片刻的气息真是太熟悉了。别走啊！还是看看我能兑换什么东西吧。就搜下功法好了。什么鬼？一个最低级的炼体期拳法也得500发展点。早跟你说啦，兑换是没有灵魂的。以你现在的门派等级，根本换不到什么好东西，抽奖才是王道。住口！你先给我说一下最后一个功能。好吧。最后这个东西叫急破关，它象征着虚灵圣祖曾经强大的威能。但是如今它被10道锁链封印，你可以使用门派发展点，在短时间内解除这些锁链。注意，解开的锁越多，消耗的门派发展点就越高。这就算是我的爆种外挂了吧？不过我明白，修炼要循序渐进，你肯定不会帮我把这些锁链彻底解开。阿雷，这么容易的吗？这不符合你的作风啊！当你的门派等级每提升1级，这些锁链就会断掉一道，你的修为就可以恢复一部分。当然，作为你成为掌门的奖励，第1道锁链可以免费给你扯掉哟。如今你已经是炼体期大圆满啦，开不开心啊？开心你妹呀！疼死我了！对了，使用吉铺台的话，解锁1道锁链每秒会烧掉200门派发展点，解锁2道就是400点，然后是800点，以此类推。所以不到危急关头最好不要用。我懂，这个功能只是急救，最重要的还是提升门派等级是吧？真是个大聪明。看来现在最适合我做的就是来个新手10连抽了。好嘞，开抽！消耗门派发展点2000点，随机抽取10件物品。哇，紫气东来，黑的呀皮呀。这是啥玩意儿？哎呀，这个东西叫飞球，是一种很可爱的灵兽呢。你说的这个飞球，它很厉害吗？它不是厉害不厉害的问题，它真的是那种很常见的那种，除了卖萌什么都不会的最没用处的灵兽。所以我辛辛苦苦攒的2000发展点，
就弄了一堆这种卖萌的家伙。哎呀，这不是还有一个能用的东西吗？法宝级物品碎炉锤。这个名字是认真的吗？喂喂，抽奖还剩1次赠送机会，赶紧抽完了走人啦，不然你的弟子要等急了。哦，来了。灵宝级修炼功法，你赚大了呀！让我看看，让我看看，到底是什么极品功法？今天我们的老祖宗终于彻底离开了我们。他虽然走了，但是他的音容笑貌却犹在眼前。敬爱的老祖，你放心的走吧，我们会继承你的遗志，把我们的门派彻底发扬光大。下面由护派长老送老祖上路。老祖，这次你就好好安息吧。这一次不会再让你辛苦跑回来一趟了。等一下，宗门新晋弟子古小云，你还有什么话说？我之前说过，他要是躺回去，我就劈了他的棺。我得说话算话呀！大骗子，扇我一拳！揍他！什么声音？是啥呀？此乃我派镇守灵兽，是气运的象征。啊，先祖！我终于找到了门派强大的真正秘诀：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筹就辉煌。那个，要不我们回去吧，我害怕。对啊，听说最近外面有吃小孩的妖怪，我们还是回去吧。哼，一群胆小鬼，我才不信有什么妖怪呢。要是有，咱们一起。吴大力，怎么了？起！哇！去！喂！师叔，快告诉我，你怎么做到的？虽然回字符可以把别人强行拉回到自己面前，可是别人都只能使用1张符，你是怎么同时使用4张的？多亏了先祖说的那种叫做做题的修炼方法，让我明白回字有4种解法。想不到师弟只花了3天时间，就完全弄明白了先祖所说的作业。先祖的做题修炼法当真是奥妙无穷。原以为先祖得知师弟先天体质极差的事情会生气呢。他虽然在同阶之下战力堪称最弱，但是悟性却极强。这种学霸，我是说这种良才，可比你争气多了。所以还不赶紧写作业？没把《修仙基础概论》第2章的练习题写完，不许出来。是，可是真的好难呐。怎么样？我说抽奖可以出好东西吧？确实，这些教材直指修炼核心原理，做完一套卷子几乎相当于苦修1个月。所以你想好了没？到底选哪个任务？这次可是给你选择机会了啊！可选任务：1. 提升门派的经济水平； 2. 提升门派规模； 3. 我的门派已经无敌了，我要挑战邪龙。我说，你第3个选项是认真的吗？毕竟总要给你作死的权利嘛，万一你想试一试呢？先祖，我也要学那个做题修炼法，好像很厉害的样子。可是师叔不告诉我，掌门啊，刘爷也在闭关，人都看不到。别担心，以后我会让你好好做题的。好了，不说这个了，你快去收拾收拾，今天还得下山收徒呢。对哦，那我去了。53，我选第2个主线任务。宿主大兄弟，友情提示一下，按照正常路线，最好先发展经济，不然你不一定养得起哦。谁说我要走正常路线了？啊，你想干啥？首先，沐浴更衣。先祖已经准备了快1个时辰了，怎么还没好啊？唉，这你就不懂了吧？
对古时候那些大派来说，收徒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要讲究天时地利人和、风水五行凶吉。这你就不懂了吧？对古时候那些大派来说，收徒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要讲究天时地利人和、风水五行凶吉。有的门派甚至还有滴血验尸之类的仪式。咱们虽然没落了，可对先祖来说，这绝对是不能马虎的事情。这样啊！先祖现在应该是在沐浴更衣，然后为我们门派的未来祈福。谁啊？先祖，可以问一下，您为什么要打扮成这个样子呀？人靠衣装，既然要招弟子，我身为先祖，自然也得注意一下自己的逼格形象，因此稍微修整一下仪容也是很合理的事情。真的是稍微吗？画风都变了。放心吧，这次我们一定能收到很多合适的弟子。好冷清啊！先祖，我们怎么招人啊？奇怪，就算是问仙大会结束，镇子也不应该这么冷清啊。先祖，我先去镇子上打探一下情况，你们留在这里。如此也可。师叔，要不要我和你一起去？无妨，我是去找客栈的老板娘。那我还是不去了。这样的门派长老真的没问题吗？小云，那边似乎有个人。真的？我去和他打个招呼。小姐姐，你听过23字门吗？我们门派现在招人，你有兴趣了解？不来就不来，干嘛要跳河？别乱丢，快救人！是修行者。好帅啊！你没事吧？不痛，一点都不痛。那个姑娘怎么样了？明明眼泪都出来了。她没什么大碍，不过好像身体十分虚弱，所以晕过去了。小姐，小姐，你没事吧？您怎么又把自己弄伤了？快，我给您擦擦药。行侠仗义嘛，缺胳膊少腿都很正常。区区摔伤，我才不疼！轻点儿，轻点儿！这是什么？梅兰竹菊百花齐放，春夏秋冬各有芬芳。美人如花何苦自赏？浪子如我岂可不尝？依花大师，这是什么渣男语录？别看那个！小姐，先祖。老三，为什么让其他弟子回去，我们还留在这个白水镇呢？大哥，你说咱们这里出来都干了哪些事情啊？我想想啊，咱们赔给了23字门1000两黄金，还没拿到通灵法宝，还弄丢了宗主的7绝断灵锁，损失精英门派弟子和门派法宝若干。我又想了，咱们等死吧，没救了。大哥，不要放弃，我们还有办法。只要我们把土狼搞砸的问仙大会重新搞起来，找一些资质好的弟子回去孝敬宗主，就能将功赎罪。可是白水镇是23字门的地盘，万一那个老祖发现了，所以我才遣散了其他人。咱们2个行动灵活，找到了合适的弟子，立马就撤。就算是那个老祖，也抓不到咱们。切记，出场要有逼格和气势，才能最快的镇住那些凡人，让他们心甘情愿的加入我们。
老三，有见这个智囊，咱们铁狼宗真是捡到宝了呀！对不起，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只是那本书不能让其他人看到。不碍事。修仙世界的妹子都随身携带着小黄书的吗？这什么奇怪的设定？我叫夏瑶，这是我的侍女青兰，刚才是我鲁莽了。我叫古小云，是23字门的弟子，这位是我家先祖。啥？先祖？我等云游至此，没想到竟能遇到几个有慧根的凡人。这个声音，预测乾坤，千谋难破，智决天下，算因果。踏雪寻梅，登峰不落，3山5岳镇鬼魔。铁狼宗2大长老在此，尔等凡人还不跪拜？小姐小心，是铁狼宗。这个门派很麻烦吗？铁狼宗是附近有名的大派，此2人乃铁狼宗长老，不仅修为高深，行事也是十分狠辣。我们恐怕……什么情况？这前辈，我们刚才就是开个玩笑。前辈之姿比之前更加英俊，晚辈愚笨，竟然一时没有认出来，请前辈恕罪。不错，你们倒是比以前懂事了。他究竟是什么身份？他哪来的椅子？你2人来得正好，我来此地有些事要办，你们可愿尽一份力？我现在正好缺几个撑场面的，这俩家伙倒是可以用一用。愿效犬马之劳。那个，这位高人啊，那个看你们好像也不是一般人的样子哈。我们还有事在身，就先撤啦。好，后会有期。铁狼宗长老竟然对他如此畏惧，可是我却从来没有听说过23字门这个门派，我们是否该调查一下？哎呀，天下奇人多的是，管别人那么多事干嘛？可是别忘了，我们这次出来的目的是来白水镇找一花大师要签名的，别的都不重要。小姐，老爷都说了不让你看那些风月典籍了，而且据说很多薄情男子就是靠此术的花言巧语来骗女子的。哼，这叫左道亦有道。再说了，我多看一下，还可以防止以后被别人骗，有何不好？你是说镇子上家家户户闭门不出，是因为出现了吃人的妖怪？小声点儿，我这还有人借宿呢。你这么大声，是存心想坏我生意怎么着？听姐姐一句劝，你那个什么门的没前途，不如留在我这客栈里陪我看店，我养你啊。这个不太好吧？我好歹也是个修行者。嗨，最近也有上仙来除妖，结果一个都没回来。就你那门派，几斤几两，镇子上人都知道，去喂妖怪还差不多。还有修行者来，镇子上的人请得起吗？哎呀，是镇上的富商杨善，最近这段日子难熬，他不仅给大家找医生分粮食，还花了很多钱去找上仙除妖，大家都很感激他。喂，你少喝一点。但好人没好报，听说杨老板的女儿也失踪了。失踪了？难道也是被妖怪抓走了？看来得赶紧把这个事告诉仙祖。小甜心，既然来了，今天就别走了吧。喂，等等，喂，你先别醉啊，我还有问题没问完呢。来，么么哒。啊，快看，是上仙了啊！那不是我们的马车吗？气死老娘了！那个老板娘，
那玉树，你可真是个没良心的东西，就知道守着你那个破门派，不就是救了杨家的小姐吗？老娘哪里比他差了？去为你的妖怪吧，死了就别回来了。感谢几位救回小姐，老爷已经得到消息，正在赶回来的路上。还请几位贵客在会客厅守候，老爷很快就到。有任何需要可以找我。没关系，我们在这里等一会儿就好。玉叔，你在城内可打探到什么消息？先祖，白水镇之所以如此冷清，是因为镇子上出现了一种叫做夜鬼的怪物。夜鬼？据说这个怪物有晚上出现，专吃不满16岁的孩童。据说还有小孩在晚上亲眼看到了身形可怖的夜鬼，侥幸逃了回去。区小妖交给我们吧，杨老板，这银子可1两都不能少啊。然而，别说击杀夜鬼，那些仙师自己都自身难保。夜鬼大哥，放过我们吧，我们错了，以后再也不敢了。所以现在镇子上的人都寸步不离地看着自己的小孩，生怕一个不小心孩子就不见了。闹夜鬼，这刚好是个招弟子的好机会啊！太嚣张了，竟然在咱们山下搞幺蛾子！先祖，这是不给咱们门派面子呀，得削他！你先从上面下来，这是别人家。我觉得你就挺欠削的。哎呀，各位恩公，久等了。在下杨善，听闻诸位寻回小女，在下感激不尽。恩公们这是？我这弟子3天不打上房揭瓦，打一顿就好了。哈哈，无妨无妨。恩公们救回了小女，有什么需要杨某帮忙的地方，尽管提。不过我没想到，号称烂得一塌糊涂的23字门的诸位，却帮老夫找到了闺女，真是人不可貌相啊！会不会聊天啊？上仙，俺这娃叫南宫铁柱，今年14，您看能否？没问题，你孩子入门了，进去吧。娃儿，别给你爹丢脸，要对得起给你取的名儿。什么时候也轮到你们23字门来抢俺们生意了？以前被踢馆的还不够是不？现在竟敢天天开大！这不是武馆的王教头吗？怎么，也想来入门呀？呸！门派什么尿性，当俺不知道啊！先看俺砸了你们这场子！这样啊，保安。听说有人闹事，要不要陪我俩玩玩啊，哥哥？慢走啊！不愧是杨家，随随便便就给我们租了个这么大的宅院。喂，宿主兄弟，你这个操作有毒吧？有你这么刷规模的吗？怎么，有什么问题吗？人家其他门派入门多郑重啊，又是打柱子，又是测血脉，严格点的还得弄个武道大会，你这也太不讲究了吧？谁要走那种路线？你就好好看我的操作吧。各位，今日就到此为止。接下来我要为新进的弟子举行入门仪式去了。南长老，你们门派真的会好好教我们的孩子吗？对啊，我家娃儿其实没啥资质啊。我家孩子也是啊。各位请放心，你们的孩子都有大帝之资。只是为了更好的修炼，我们门派得实行寄宿制和一些管理措施。不知各位……南长老，我家铁蛋不听话，你随便打。对，我们家钢蛋也是。对，该怎么教训就怎么教训，不用给我们面子。喂，吴大力，你说我们这样真的就算踏入仙门了吗？放心吧，连铁郎宗对咱们门派都这么恭敬，那咱们肯定妥妥的是仙门弟子啊。可我总觉得没那么简单，咱们都是普通人，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情让咱们变成上仙？说不定
就是让咱们做做苦力之类的。不会哦，我们门派肯定会对大家倾囊相授的。是谁？我就是你们的大师姐。真的耶，是古小云前辈，我见过他。他竟然和我们一起修炼吗？天哪，他可是真正的上仙啊！没错，我会和你们一起修炼的，所以大家放心，肯定不是把大家当苦力的。做大师姐的感觉真爽啊！哎，南长老来了，大家快站好，给师叔留个好印象。是，快站好！好飒呀！各位新入门的弟子，大家好，我乃23字门护派长老，以后会负责指导你们的修行，但修仙之路甚为艰难。我派修行虽不看资质，却需要莫大的勇气和毅力。谁要是没信心坚持下去，现在还可以退出，否则以后我绝不允许你们半途而废。很好，看来大家都很有决心。那么接下来就要进行本派最重要的入门仪式。听说入门仪式都十分郑重，并且还有数不清的考验。据说如果通不过考验，就无法成为真正的弟子。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考验呢？我们的入门仪式便是祭祖。礼成，入门礼已完成，接下来我们便进行修行的第一课。爸爸，过来吧，不管是什么挑战，都不会认输的。什么样的修行才会不看修行资质呢？终于要开始了吗？修仙最基础的东西，不是看根骨，也不是看悟性，而是读并背诵全文。看来南玉书那边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哎，宿主你真会玩，刚才的入门祭祖直接入账了1000多点门派发展点。有了这些弟子，以后门派发展点的收入就稳了。接下来就是修为的问题了。可是为什么突破境界却要做卷子啊？满级天赋虽然可以帮你省去大量的修炼时间，但是境界关口还是得老老实实突破才行。这才是修炼的真谛啊！连灵气运转方程式都搞不明白，你修个屁的仙！快住口！你是魔鬼吗？那是，终于出现了吗？孩子们都被聚集在了这里了吗？喂，我们这样真的好吗？大力，师叔长老说过，我们不可以半途而废啊。对啊，上次我们就是出去探险，结果遇到了夜鬼。这次我们不要再作死了，好不好？芊芊，高皮皮，难道你们真的想死掉吗？死掉？对啊，大力，你是不是有点想太多了？今天的20张模拟试卷做完了吗？3篇修仙基础课文背完了吗？古代符文单词背了几个啦？这还只是开始哦，后面还有什么分子式、方程式，一个比一个吓人。你们真的能坚持住吗？好可怕，比夜鬼还可怕！我们要回家。啊！什么东西比我还可怕？所以，只要我们现在逃出去，就不会死。你要不要一起？我们都听你的。不错嘛，刚刚开学就想着逃学了，看来还是作业布置的少的呀。想跑？救命！救命！我不要回去啊！救救我啊！我不要写作业啊！那个作业到底是何方神圣？看起来确实十分可怕。看来我得谨慎一点，不可贸然行动。你就是他们说的那个夜鬼吗？太好了，总算等到你了。
你这个眼睛是怎么回事？你说这个没事，只是背了2晚上单词没睡觉罢了。不对，我和你说这些做什么？师兄说了，只要抓住你，我就可以放3天不用写作业了。真的？锤子怎么这么大？哇，是什么声音？是夜鬼哦。这就是夜鬼出现的声音吗？好可怕！夜鬼出现的动静这么大吗？怎么和拆房子一样？小姐，别开窗户！听说晚上听到夜鬼的哭声，会不由自主跟他走的。夜鬼的哭声是这样的。作业，别跑啊！吃我一锤！所以作业到底是什么东西啊？还有你这他妈到底是什么锤子啊？新兰，在房间里等我。小姐，那是上次那个姑娘。作业休走！你不跑了？哼，我只是故意引你到这里罢了。你一个小炼体期，我怕你作甚？你真以为你那个锤子真的能对我有用？喂，你还活着不？这些是什么东西啊？我一步步示弱，引诱你攻击，就是为了让你落入我的陷阱。除非是灵宝，否则你是挣不脱我这招玉女情丝的。你这招叫玉女情丝？那啥，总之你也别想挣脱开了。谁？你就是这里的夜鬼？先祖，这气势，还有这嗜好，是个真正的高手。喂，你赶紧投降吧！我先祖超厉害的。你们可能听过一句话：纵使千骄身前死，犹有菊残傲霜枝。这个气势，此句出自《探花300誓》，既表达了风流浪子面对千骄岿然不动的铮铮傲骨之意，亦有面对屈辱绝不妥协的刚正不阿之姿。而我正是此书作者一花大师，你们可否给我个薄面，饶了在下？小云，削他！这里应该没有人了。是你？哎呀，我知道，我可能是多管闲事。你要是真想寻死呢，我肯定是拦不住的。上次毕竟也是我救了你，就这么让你死了，我总觉得我上次不是白从树上摔下来了吗？所以你这个家伙……哎呀，笑一个吧，把不开心的事情跟我讲讲，万一我能帮上忙呢？有话好好说，你别晕啊！姐姐，我不想死的，我想活着。我错了，我再也不装了！哎呀，别打了！你这是什么砖头啊？本大师修炼金刚不坏体多年，第一次遇到打人这么疼的玩意儿。这是我先祖家的砖，打人超好用的。哔哔哔，本系统好想打人。老实交代，你扮作夜鬼，掳走孩童，究竟所谓何事？你怎能凭空误认清白？我是个读书人。等等，我陈说，掳走孩童的可不是我，
我只是在做一个守夜人，来保护那些孩童不被真正的夜鬼抓去罢了。那是数日前的事情了。我连夜来到白水镇，打算第2天在这里宣传一下我新写的《探花300式》。救救我的孩子！放开那个孩子！看过我，抬手就是一招天崩地裂灭世掌，而我演的这个危机，反手就是一记99浑元破魔光。我和那厮你来我往，恶战800回合呀，打的是天地崩裂，日月无光啊，连空间都湮灭了。喂，麻烦不要加入过多夸张修饰。哼，别忘了，你刚才被我一锤子给摆倒了。不好意思啊，习惯了。修为在我之上，但是我有师门所赐的法宝玉女情丝，这才会救下了那个孩童。从那以后，镇子上的人就把我当成了夜鬼，还请了很多修行者来找我麻烦。事情就是这样，信不信由你们。反正我一直用玉女情丝来让那个夜鬼没办法出手来着。哎呀，这都破成什么样了？这都是你的一面之词，我们凭什么？可以暂时相信他。先祖，因为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促成这一切的元凶也该露面了。不错，这是我们等了很久的机会。你是杨府的管家，恩公，又见面了。看来你们杨府就是那个幕后黑手了。守夜人的法宝很棘手，而您23字门的新掌门也很让老爷忌惮。但你们的到来也是我们的机会。哇，所以你们想让我们和那个大个子两败俱伤？错，但你们比预料的更强。虽然毁掉了守夜人的法宝，却没有受到伤害。所以你这架势是要和我们拼命？岂敢！只不过想将诸位困在此地而已。宿主小心，本系统感应到了邪龙的力量。啥？老子现在还在新手群，就刷最终 BOSS 了？不，只是很少的意思。这个家伙应该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成为了邪龙的爪牙，然后通过献祭性命得到了其中的一丝力量。就算你是程西境，也会被困在这里3个时辰。到那时，老爷已经成功。这些黑线很诡异，那人说程西境都会被困在这里，恐怕并不是假话。吴三，有没有什么办法破开这些黑线？有，你的剑对邪龙之力有克制效果。如果你能突破到断神境界，再燃烧门派发展点的话，就可以破开。你们退后！啊，先祖！什么？您竟然可以破掉此阵？一定要来得及啊！老弟，咱们难道就真的给那个什么老乡当苦力了？这样下去，咱们什么时候能回去啊？大哥，难道你没发现咱们现在在做的才是真正的大功吗？咱们可是打入了敌人内部，等获取到关键情报，你觉得宗主还会介意我们的失败吗？妙啊！说不定咱们还有机会偷回7绝断灵锁和那本书，那就是大功啊！两位长老，好兴致啊！站住！什么人？老夫只是前来看看那些孩童。杨善，你找那些小娃做什么？而且刚才的话，我可以当作没有听到。两位不如让我进去，我们井水不犯河，如何？看来杨老板不简单呐！哪里，杨某只是一介商人罢了。两位，这是何意？不好意思，我们还是觉得死人才会保守秘密。这次又是什么声音啊？
是夜鬼来抓我们了吧？放心吧，有我在，你们不会有事的。我出去看看，你们留在屋内，不要出来。长老，你要安全回来啊！放心吧，我可是护派长老。嘿嘿，没想到杨老板也是修行者，可惜你根本跟不上我们的速度。是吗？这是什么玩意儿？两位刚才说什么？我们是说杨老板牛逼。没错，杨老板真乃深藏不露啊！咱们井水不犯河水，如何？我看杨老板骨骼惊奇，他人必将恐怖如斯。咱们正好结个善缘，以后常联系啊！你们这两个不要脸的！那个老三，咱们现在怎么办？那家伙本身修为是断神期，但是长出爪子后却非常难对付。点子扎手，咱们没想到，最后我们引出来的夜鬼，竟然是你！你们把孩童聚集在一起，想勾引夜鬼现身，老夫又何尝不是在利用你们对付另一个麻烦的家伙？不过老夫倒是没想到，南长老如今的战力，似乎比以往提高了不少啊！是先祖教得好，你的先祖恐怕没办法来救你了，而且接下来你如果不让开，会死。老头子，好像外面夜鬼出来了，我们孩子没事吧？别担心，有上仙在，咱们安心等着就好了。外面夜鬼出来了！快，赶紧把门堵上，太可怕了！慌什么？不就是夜鬼？老娘还在这儿呢！告诉你们，要是把客人吓到了，不用夜鬼，老娘先弄死你们！快走！老板娘比鬼更可怕！死鬼，你可别真死了！好险！南长老，凭你这样的攻击，是根本打不到我的呀！什么？你知道吗？书上说，这叫做易燃易爆炸，可惜消耗有些大，无法长期使用。不过拖延时间应该是足够了。南长老，你真是越来越出乎老夫的意料了。没想到你可以引爆管头，不过你似乎一直在避免攻击镇民的屋子。糟糕，他的至剑可能会攻击到镇民，真是有趣。堂堂上仙，竟然也如此畏首畏尾。死吧！爸爸，你看到什么了？长老，大树了！怎么会有你这么蠢的上仙？妖化越来越重，时间不多了，你快点拿到孩子的心脏！大舅这边过来了！找到你！你别过来，不然我和你拼了！我要死了！这是什么东西？不许伤害他们！你就去死吧！你为什么要救他们？他们你没事吧？大力，你怎么样？辈子也不可能成为修行者。他们软弱无力，只知道任人宰割。他们胆小怕事，也不会对你有任何价值。我是个很丢人的护派长老，毕竟很不能打嘛。但是，要是
是有人敢欺负我派弟子！等等，你要做什么？疯子！真是个疯子！老子就和他拼命！你们修仙者分明一贯把凡人视作猪狗，你却要为了那些没用、胆小、该死的凡人和我拼命！你还不快从他身边滚开！你是不想活了？连他都败了，就凭你们凡人？老娘才不管什么凡人和上仙，老娘只知道他是在保护镇子上的孩子，而老娘看不下去你这个畜生！老板娘说的对，上仙在保护俺的娃儿，俺不能看着。就是你们打倒夜鬼！他是杨老板，怎么可能？真是他！凡人就是这样没用，就和曾经的我一样。放开我的圈圈！你是杨山，找死！这剑熟悉。宿主，你开急迫关注意时间啊！没关系，南玉书之前可是让学生们祭了祖才能放学。那帮熊孩子，为了放学，一个个简直心诚如铁啊！这个剑不对，你不可能是他。宿主，杨善的意识已经被彻底侵蚀了，现在主导这个肉体的，应该就是那个寄宿在他身上的邪龙爪牙。原来如此，看来灵虚圣祖当年没少揍过这些家伙呀。不过，区区一个爪牙而已，也敢侵我派地，伤我弟子，谁给你的勇气？你不是他，只要没了这把剑，你就伤不到我。哦，是吗？那你试试这个。这是什么东西？刚才那一下是替我的部派长老还你的，接下来该和你算算白水镇镇民的账了。小云姑娘，贵派仙祖是个什么样的人啊？仙祖啊，他不仅特别厉害，而且脾气也特别好。上次一念之下，万剑凌空，帅得一塌糊涂。没想到在这白水镇竟然有如此仙风道骨之人，若是再有缘一见……啊，仙祖在那里！唉，原来这就是高人风范啊！看来我以前还是太矜持了。这个……你就算杀了我，我的主人也会……等你的主人出来了，我亲自收拾他。现在，你先给我去死吧！哇！这个什么邪念的，应该被解决了吧？废话，哪怕就是一头邪神，被本系统砸这么多下也得嗝屁了。那个区区邪龙爪牙早就死透了。至于这个家伙，虽然还剩一口气，但是被邪念继承了这么久，没得救了。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这里会出现这些邪念爪牙？爹！哦，这是大派才有的飞行灵兽。爹！心儿，妈妈，我要死了吗？小孩子瞎说什么？你爹已经去找上仙给你治病了。夫人，我请来上仙了。贵小姐窍穴淤堵，天地人三脉均十分虚弱，想要彻底治愈，
恐怕只能求助那些名门大派。少仙，可否救救我的女儿？快滚！修仙之地，凡人岂可踏足？区区凡人也想求我派丹药？老爷，你没事吧？没关系，我们去下一个门派，星儿还在等我们。想求丹药可以，但你二人得入我派为杂役，表现得好，便可以赐予尔等丹药。我们做牛做马都愿意。谢上仙，晦气！这下怎么处理？不过是个区区凡人，就说他失足摔死，把那个男人也一并赶出去便是，谅他也不敢反抗。你资质愚钝，心神不诚，还妄想求得丹药，快离去，否则定惩不饶。夫人，我一定要让你们付出代价。仙儿，是你吗？爹，是我。你的病好了？有一个很厉害的姐姐把我治好了。这样啊，那就好。看在你们救了心儿的份上，我提醒你一句，被邪念影响的远远不止我一个人。他虽然影响了我，但是我也从他的想法里知道了很多事情。在可以完全控制自己行动的时候，我把他的计划和秘密都记下来，想着日后作为威胁他的把柄。那邪念利用我又何尝不是利用他获得报仇的力量？可惜，你放心，我不会浪费他的。咱们终于可以去光灯会了。你说他算是无辜的吗？他并非不知道邪念对他的利用，但依然在仇恨的驱使下接受了这股力量。话说，那是个啥玩意儿？河图，本系统你冷静点儿！冷静个屁！本系统都炸血了，你知道不？本系统是本书啊，为了洗掉血还去洗了个澡，你摸摸都湿了。行了，你别往我身上蹭了。这个是你的法宝？对，我的法宝，性格比较奇怪。好刺激啊！啊！仙族不好了，师叔的情况有点不太好，你快去看看吧。什么？喂，苏鬼，你别吓我！怎么回事？他伤势过重，身上还有好几处致命伤，一般的医术无法治疗，恐怕只有找那些专修医术之道的修行门派才有办法。用我的灵兽吧，到最近的修行门派应该来得及。一花，你应该有办法吧？你们可曾听说过流花谷？流花谷？流花谷那可是6大仙门之一的大派，据说那里是真正的仙家洞天，铁狼宗之类的完全比不了。而且流花谷专修医道，据说甚至可以活死人100股，天下各派包括皇室都不敢开罪他们。想不到你这个大个子竟然还能找来流花谷的姐姐，师叔有救了。附近并没有流花谷的师姐在此。师姐？等等，那条玉女情丝难道是……掌门曾经告诫我，如果不是极度危机的情况，切不可暴露自己的门派出身。但是为弟子挺身而出的风姿却真正的打动了我。流花谷弟子蒙小花愿为阁下一舞。我就要死了吗？据说人死之前会如同跑马灯一样看到各种回忆，然后就会魂归天地。如此也好。
只是这死亡的感觉，怎么越来越舒服了呢？这种感觉就好像是年少时在妈妈怀里的感觉一般。她轻轻地抚慰着我的伤口，这大概就是……我操！你谁啊？师叔，太好了，你没事了！对啊，我的伤都好了。对了，刚才我昏迷的时候，好像看到一个仙女。太辣眼睛啦！再往前一段路就是白水镇了。据说这地儿以前是铁郎宗的地盘，不过后来他们把这里放弃了。到时候我们随便在那帮凡人面前显灵一下，岂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有一大堆供奉啊？还磨蹭什么？去的晚了可就亏了。那是什么鬼东西？赶紧的，把另外一个牌匾换上。老板，这个名字真的没问题吗？当然了，我这以后可是仙家的药店。我是铁匠铺，以后就改名叫翠星阁。各位老板，以后咱们这个珍宝街呀，就此改名，叫做万仙商盟。哇！哎，你们这里是在做什么呀？你们是外面来的吧？我们镇的修仙门派23字门，打算把全镇的大伙都收为弟子呢，所以大伙正在改名呢。把全镇收为弟子？门派属性结算：声望235点，财富50点，技术69点。宿主，你这个属性是不是刷得过分了？过分吗？白水镇一共800多户人家，这还不到一半呢。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这门派都是一群凡人，随便来几个修行者就能灭你们啊？所以我这不是看看还能抽出啥玩意儿吗？这玩意儿怎么没完没了了？我还不信了，反正现在发展点多，继续磕！上头了。我出货了，出货了！门派发展点306。这就是飞球的倔强吧？竟然强克出来了！顺便还附带抽出了一打新教材。这可是燃火特效出的 SSR， 你懂个锤子！让我看看是什么玩意儿。这是地图，一个地图就是仙宝，这得是个啥玩意儿？这次发啦！仙祖，按照您的安排，镇上的居民的入门工作开展的还算比较顺利。因为杨善的事情，镇子上的百姓对咱们信任很高，大概还有3-5天，可能就可以全部入门了。这是好事啊！你为什么摆出一副愁眉苦脸的表情？仙祖，虽然镇民们基本上是自给自足，可是这几天镇子上的修缮和改建工作，还有人手的雇佣，就差不多花了5000两白银。还有您说的雇佣教书先生来负责新弟子的基础教育、围墙建造、护卫的组建，这些东西都需要钱。总之，咱们没钱了呀！大哥，我感觉这里的情况不对呀，咱们是不是先撤？撤个屁！铁郎宗的钱咱们都收了，人家掌门亲自交代，让咱们先来探探23门的虚实。这个时候跑，不要命了！听着，咱们静观其变，行动一定要低调，不要引起其他人的怀疑。天底下哪有收一堆凡人做弟子的仙家门派？我看此派肯定是徒有其表。打起精神，探查好情报回去交差，咱们就可以享福了。就先去撕开这些店铺的虚假外表吧。一路走来，就属这家医馆最为嚣张。
哼哼，要真是仙家医馆，怎会如此门可罗雀？一定有问题。走，咱们踢馆。奇怪，难道是大家太害羞了，所以才不愿意来我这里看病？还是说，我应该好好练习一下，让别人感觉到亲切的笑容？谁是这里的老板？哦，是客人啊！走，咱们踢馆。奇怪，难道是大家太害羞了，所以才不愿意来我这里看病？还是说，我应该好好练习一下，让别人感觉到亲切的笑容？谁是这里的老板？哦，是客人啊！大哥，那个是什么怪物呀？想看一看嘞，胸口碎大石啦！来吧！哎呀，太重了！嘿嘿，怎么样？这个胸口碎脑门还行吧？大家给捧个场呗，1文钱不嫌多，1两银子不嫌少。老大，这算不算血腥？此门派绝对不简单。我们再看最后一项，也是最重要的一项。不管什么样的门派，最终决定他实力的，绝对是财力。有了财力，才能有一切。这个，小姐，这个您喜欢的话，只要这个不要，别的都包起来吧。快，老婆子，把咱家最好的东西全都拿出来。小姐，这家店里都是很普通的东西啊，除了名字唬人，你不觉得很有意思吗？这可是林虚老祖开的门派，我想看看他到底打算弄什么事情，把这条街的东西都买下来，也许能看出点什么呢。哎呀，可惜像老祖那样的存在，肯定是看不上钱这种低俗的东西，不然说不定可以和他拉扯一下关系呢。好吧，不过小姐，你最好还是注意一下，您这个月的零花钱可是只剩下不到20万了呀！大哥，闭嘴！我们可是修行者，什么场面没见过？大哥，你别再抖啊！闭嘴！我这是冷。总之，赶紧把这里的消息用传讯符传回去。去，咱们赶紧撤，此地不宜久留。是。23字门坐落于秀丽多川的白水镇，背靠高山，有龙行虎踞之势，青云冲天之韵。其民风无比刁蛮，嗜血成性，喜用巨锤砸炉进行切磋比试，更有名下弟子一掷千金。保守估计，家庭出身至少为月入100万两之名门豪族。于此派身子，或还封印着极度恐怖的妖魔，即使修行者观之，也会心神震慑，神魂不稳。综上所述，23字门深不可测，富可敌国，评价等级极微。这东西真的不是伪造的？伪造个屁啊！这是护派大阵亲自拦截的，这可是你完成门派2级的主线任务，还有剿灭邪念任务才给的奖励建筑，性能绝对靠谱。我就是觉得看上去不靠谱。据说护山大阵有路线记录功能，你把这玩意儿直接按原路线给他们发过去。是。先祖，那关于咱们人手不足还没有钱的事儿，嘿嘿，其实有很多东西我们不一定要花钱呢。你有没有听过积分？喂，你们知道吗？23字门的上仙发了新的上仙令。快念念是啥？老朱，你认字，快给大伙说说。对，不是说他们门派招弟子吗？难道反悔了？
第一，免费根骨检测，还有每年1次的免费体检。完成门派任务，担任门派岗位，可以获得门派积分，兑换各种门派资源。加入门派，小孩可享受基础修仙教育，学费和教材费可以用积分兑换。积分到达一定程度，可以晋升内门弟子。每年定期团体旅游，节假日还送米面粮油。你看我一眼呀！我本着超熟练的。闪开！我先来的。昨天那个挖排水道的任务还在不？交给俺了。门派规模853。宿主，你这个操作只能解一时燃眉之急，你的门派发展点可不够给800多人兑换门派资源。一时就够了，我现在缺的就是时间。仙子，你这又去哪里疯了？我听师叔说，咱们门派没钱了，我就去卖艺赚钱，赚了好几十两银子呢。去把脸洗干净，闲着没事的话，去给你师叔帮忙去。好。虽然这丫头冒冒失失的样子，其实还是很用心的嘛。差点忘记了，仙祖，孟小花好像有什么事找你来着。就在学堂那边。还真不经夸。好吓人！在那里啊？不知道啊，南长老也不在。一花，掌门，你来啦！站在那里别动，有话好好说。掌门，是这样的，我听说你在招弟子对吧？你们缺治疗不？你问这个干嘛？你不是有门派了吗？其实，这也是我们掌门的意思。花儿，你唤本宫是有何要事？掌门姐姐，我在外游历，想着许久不见各位姐姐，近期决定返回流花谷。What do you do？ 无妨，谷内一切安好。花儿，你身为我派行走，还是要多多在外锻炼，无事不用回来。好的，掌门。对了，我最近为了救人，为了一个豪侠，跳了场玄女之舞，在其他门派弟子面前显露了我的门派和出身。掌门你怎么了？本宫没事。那个花儿，本宫有一件事，拜托于你。掌门让我把此物转交于你，说让我以后就听你差遣。这是掌门让我把此物转交于你，说让我以后就听你差遣。这是此玄冰珠价值1000金，有凝神去毒之效，还请贵派掌门好好照顾花儿，本宫感激不尽。这是流阴之法。张掌门，那个以后你就留在这里吧。好嘞，你放心，师姐们以前都说我奶量贼大。不，你去防卫部报道。为了封口费，就忍了吧。小姐，你怎么真的什么都买啊？不应该的呀。青兰，按照书里的剧情，在这种大能所在的地方，应该会触发一些特殊遭遇才对。比如在路边不起眼的店里买到一个无人认出的上古神器，又或者豪价抢到老祖曾经随手不用的仙灵法宝，然后被四方势力出手抢夺，九死一生。都说了你要少看这些书，明明这种剧情才符合那个老祖的格调嘛。对了，不如咱们直接去偷偷的看看怎么样？可是小姐，那可是虚灵老祖哎，多多讲6大仙门都得哆嗦的存在，他死而复生肯定有所目的，说不定就是什么涉及整个大陆的宏大布局。难道你不好奇这里面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吗？这才是你最重要的目的吧。
哎呀，放心啦，我之前表现的特别淑女，那个老祖对我的印象肯定特别好。有人在吗？谁啊？门怎么开了？啊，夏姑娘，我来是想……这什么情况啊？小姐，你没事吧？我是不是改天再来？前辈忽然到访，不知有何要事啊？夏瑶姑娘，不知可否借一步说话？借一步说话？想不到前辈也是同道中人，我这里倒是有很多资源，不知前辈是想要哪一步啊？哪一步？找个安静点的地方就成。此事不宜让太多人知晓。啊，这种事本来就是应该自己偷偷看呀，为什么会让别人知晓呢？这两个人说的真的是一件事吗？啊，借用灵少。是的，我得去探索一个地方，但是那里稍微有点远。这件事比较为难吗？啊，没有，原来你说的是这个事啊。不过有个问题，其实明天我就得回去了，我家里已经催了我好几次了。这样吗？不过还有一个办法，使点劲儿，咱们不能落后给挖石头那帮家伙。大家打起精神，加油啊！小云的精神总是这么好啊！满脑子都是暴力的丫头，哪里好了？你们这些年轻人啊，还是缺乏一些长者的经验。这次本专就来好好给你们传授传授。啊，武前辈说的是。首先，对于你上次爆炸剑的公式就没理解到位，能量转换率太低，导致威力太小。先走这块砖哪里都好，就是太唠叨了呀。那长老，不好了！静鸾小姐，别慌，发生什么事了？我早上在收拾行李，准备和小姐回家，结果借用你家小姐一用，日后归还，勿念。怎么办呀？这要是被小姐家里人知道了，就出大事了。岂有此理！青兰小姐，你放心，不管是谁，我23字门哪怕拼上灭门之祸，也一定把夏瑶小姐带回来。太好了，我们之后一定会好好酬谢你们的。宿主，你还真是不要脸呐！夏姑娘，你这个方法我总觉得有些欠妥。放心吧，这法子绝对管用，我是按书里的原话写的。我的意思是，下次可以换点正常的书的。宗主啊，你可得三思啊！按听风楼集训所说，23字门恐怖如斯，根本惹不得呀！宗主，听说那个老祖天无敌，我们绝无胜算啊！宗主，别作死啊！对面太凶了，冲上去就是送啊！对啊，宗主，咱们要不交涉一波，别什么都莽啊！够了，此事日后再议，你们退下吧。是宗主。看来你们倒是没有说谎，23字门确实深不可测。对啊，宗主，我们真的是一心想着宗门，才冒死去探查情报的呀。宗主，我们为宗门流过血，我们给宗门立过功，我们这算是将功抵过了吧？不错，你们劳苦功高，切决断灵锁之事，我不会再追究了。这噬心蛊若是服下，会死死盘踞在心脉之处，只要蛊主动念，它就会咬穿你二人的心脉。看来你们倒是没有说谎，23字门确实深不可测。
对呀，宗主，我们真的是一心想着宗门，才冒死去探查情报的呀。宗主，我们为宗门流过血，我们给宗门立个功，我们这算是将功抵过了吧？不错，你们劳苦功高，切决断灵锁之事，我不会再追究了。这噬心蛊若是服下，会死死盘踞在心脉之处，只要蛊主动念，他就会咬穿你二人的心脉。既然你二人已经在23字门做了这么久的差事，那么不介意再去一趟吧。那个前辈啊，你说的秘境就是在这种地方吗？你放心，此乃我派多年前的秘地，只要平心静气，就非常的安全。可是前辈，放心，平心静气，应该是这么个地方没错啊，怎么什么都没有呢？对不起前辈，我刚才太紧张了，一不小心。干得漂亮，找到了，果然如此。这是啊，这里是我派曾经的旧址。武前辈，如今白水镇的建设进度怎么样了？城防方面，城墙建设已经完毕，守卫只看数量不看质量的话，勉强够用。农业方面，学会了水车技术后，粮食生产力能上升50%。等到他们学完了大棚种植技术后，可以确保门派保证温饱水平。教育方面是个问题，识字的人太少，教书先生的数量难以满足基础教育，修行者教师更是非常缺乏，毕竟文盲率太高。其他方面就不提了，基本还是起步状态。多亏武前辈了，在先祖回来之前，我们一定要把先祖交代的基础建设方面全部完成。本系统倒是比较好奇，那可是你们门派的旧址哎，肯定有很多好东西。为啥你家先祖会带那个外来的丫头去门派旧址，不带你们啊？23字门如今最大的问题是空有不少资源，却无法转化为足够的资金。用先祖的话说，就是缺一个狗大户。所以发展的事情交给我们，而带着金主爸爸去看货这种事，就只能交给先祖了。难道这就是前辈？我一个外人来你们的旧址，是不是不太好啊？走吧，再古老的旧址，除了让人缅怀，并没有任何多余的意义。只有合理的利用，才能更有意义呀！归元派乃23字门的前身，是我在1000年前所创的门派。在那个慌乱的年代，它是人族抵抗邪龙的桥头堡。哪怕是在最危急的时刻，人们也相信，只要归元派还在，人族就不会倒。1000年过去，曾经盛极一时的门派，也只有这个门派大厅保留了下来。这是当年灵犀圣所的九龙玄玉椅呀，这得值个多少钱呢？看前辈的样子，一定很怀念这里。前辈刚才的手都在颤抖，曾经这里一定发生了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吧？你看出来了？妈个鸡，不小心失态了。你说的不错，这里的每个东西都有不同寻常的故事。你想听吗？可以吗？当然。这个青瓷壶是曾经九阳送我的。九阳？你说的可是6大仙门中青城剑派的创派祖师九阳真人。传说这位至尊冷血无情，一杀正道，
曾以一人之力灭杀邪龙一个军团，是人族传说中的大英雄。正道个屁！那傻叉酒量太差，喝了几口酒就吹牛说自己能单挑邪龙，然后就直接莽过去了。好酒！而所谓的单剑灭杀邪龙军团，其实根本就是他耍酒疯罢了。我这是……那家伙酒醒后发现邪龙被自己惹毛了，吓得撒腿就跑，最后还是我把他给救回来的。而我手上这个，就是他当时喝大了去砍人时候的那个酒壶。天哪！这要是拿到青城剑派，得被当做神器供起来啊！所谓的传说，很多都是后人脑补的杜撰罢了。至尊也是人，一样会被揍得满街跑的。不过故人已去，这些破铜烂铁看着也只会徒增伤感。哎呀，不如一毁了之。别，我买。买？哎呀，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知道钱这种东西你肯定是看不上，我的意思是，这些东西对于如今的人来说都是文物，是精神的传承。我们不能让前辈们当年的历史都消失掉，对不对？你说的倒也有几分道理，只是你打算花多少钱？这丫头终于开窍了。这些东西对于如今的人来说都是文物，是精神的传承。我们不能让前辈们当年的历史都消失掉，对不对？你说的倒也有几分道理，只是你打算花多少钱？这丫头终于开窍了。嘿，我这个月零花钱不多了，要不先按10万两白银算，您看可不可以？前辈，您别生气，我知道这个数量呢是少了。什么钱不钱的，这些可都是人族重要的精神支柱，是文物。来，我去带你看更多的东西。哎，这些都是啊。来，以历史的名义，这些精神文化遗产，我给你一个一个讲述他们背后的故事。那个前辈，您支持分期付款吗？怎么样？是不是每一个东西都非常有历史价值啊？你喜欢的话都可以买回去。哎呀，九阳真人真是个酒量差的傲娇，紫霞上人竟然暗恋着琉璃仙子啊！我的天哪，今天收获太大了！前辈，那我先拿200万两买10件文物，别的等我回家取钱吧。至于虚灵老祖，他好像还挺喜欢钱的。好，好，人族有你们这样的后辈，兴盛有望啊！是谁胆敢触吾宝物？在外面。妖族，气势好强大，是真正的承袭境。你身上有熟悉的味道，虚灵。我们认识。我去，什么情况？前辈，我好像知道怎么回事了。究竟怎么做到身上装那么多书的？虚灵圣祖伏魔录第2卷第31章第4段有记载。宇宙地界曾有洪水毁作乱，虚灵圣祖将其拜之，感念其为长寿之妖。圣祖将其封印于白水河，希望有朝一日他可以弃恶从善，造福世间。虚灵老贼，拿命来！前辈，他好像没改过自新呢。放心，
我有办法。哦，你是说灵力稳定值？根据教材里的推论，能量是守恒的，那么一定有一个最佳的稳定值，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能量的消耗。如果说当初南长老的爆炸剑使用了10点灵力的话，最后转化后的能量就只有1点，所以就有了很大的浪费。如果能找到这个稳定值，就能大幅度的提升威力，并且减少使用的负担了。我立刻安排进行试验。如果可行的话，23字门将以你为荣。爹，没想到最后竟然是凡人帮我们突破了方向，这也在先祖的算计当中吗？先祖好厉害！别废话迟了，你先祖遇到麻烦了。什么？他们似乎在旧址那边遇到了个大家伙。看来我们得给他提供点技术支援。我立刻去通知小云和一花。回来，雾前辈，你去下个通知，就说今天是门派的先祖忌日，全剧开放。这样是不是不太好？慢一点儿，你先祖不都说了让你听话了？快去！对了，记得拉几个唢呐手和哭丧队，渲染下气氛。这是先祖在上，这事儿真不怪我呀！这家伙好强的防御。吴三，收到，请回答。虚灵，你似乎变弱了。哈哈哈哈哈哈！看我吃了你！还好，当年的封印还在。我操，药丸！前辈，这个家伙还在被封印当中，我们要不要先离开？一个都别想离开！这是什么声音？为什么从前辈的身上传来了丧月的声音？五百仙主啊，你死的好惨呐！为什么从前辈的身上传来了丧月的声音？五百仙主啊，你死的好惨呐！宿主，技术支援已经到账，我在给你现场直播哟。门派发展点收到了没？吴三，等回去再和你算账。这难道又是你的什么妖法？孽畜，你破坏人族的精神文物，罪大恶极，这是天道的丧钟，在为你而鸣啊！仙主啊，你死的好惨呐！一片傻！这桑叶根本不是给我的。你知道个屁！那都是钱呐！哎，听说了吗？据说今天会来新的老师给我们上课呢。啊，真的假的？不是说现在很缺老师吗？这可是我从我爹那偷听到的，据说还是一个真正的上仙。上仙？难道也是和南长老一样帅的那种上仙？芊芊，我以后也会保护你的。新老师来了，是帅气的上仙吗？哈哈哈哈哈！哎，大家好啊！怎么是个老头子？一点都不帅。喂，你们这是什么反应啊？还是写作业吧，我还有好几张试卷没做完呢。我也是。唉。
这就是这便是修行者的咒法。哇，好漂亮！以后就由我来给你们讲解修行者的课程。今天的第一课就来讲讲我派先祖，被称为天道之剑的虚灵圣祖的故事吧。天道之剑，老祖之所以被称为天道之剑，是因为他的剑代表着天地正气，更因为老祖他自己是一个渣男。啥？虚灵，你个死渣男！不仅人跑了不负责，还要回来杀我！原来前辈连蛇眼！什么鬼啊！你给我说清楚！你果然忘了，当初说好打完邪龙就回来放了我的，人族果然都是骗子。等等，虚灵圣祖好像确实有这么一段记忆。该死！你放我出去！你是否明白，你抢了人们的粮食，会让很多人饿死？该死！我还要杀那群邪龙给我爹娘报仇！你快放开我！你想杀掉邪龙？没错，我要吃很多东西，只有这样我才能长大去报仇。那些怪物可不是你这个小家伙能对付得了的。先把你关水里反省几天，等我杀了邪龙回来，就放你出去。混蛋！你是谁？快放开我！一群邪龙而已，但我这就去斩了他们。至于我的身份，人族虚灵。哇！前辈！当年的我没回来，是因为我和邪龙同归于尽在了战场上，陷入了长达1000年的沉眠。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你已经长这么大了。又出现了！前辈不知道哪儿来的椅子。你杀了邪龙？虚灵前辈确实在1000年前击败了邪龙。如若不信任，你大可以去寻人询问，绝无虚言。我重新苏醒后，便想着来寻你，没想到你变化如此之大，我都差点认不出来了。虚灵，你住口！你个糟老头子，坏得很！虚灵，我会去查个清楚。若是你再骗我，我必定来你门派，灭你满门！前辈好厉害呀，连水鬼这样的上古妖族都认识。夏姑娘，来扶我一下。喂，前辈，你流血了？没事，区区一点小伤。前辈，你的腰……没事，年纪大了，腰腿有点不好。我去，这一下撞得老子腰都要断了！虚灵，我才不信！凭什么会帮我报仇？我只是个妖族。这个老师，这是什么意思啊？不论出身，不论贵贱，为众生而挥剑，因此先祖才被称为天道之剑。因为我虚灵是为天道众生而挥剑。前辈，那只水鬼不会再来找麻烦了吗？按照现在人们对虚灵圣祖的虚吹程度，那个家伙问一圈后，应该不会再搞事了。哎，先不说这些了，我们谈谈另外一件事吧。夏姑娘，我让你观察这么久，甚至还带你来看了我们门派的遗址，你是不是也该坦诚一下，说出你来我们门派的目的了？前辈，那只水鬼不会再来找麻烦了吗？按照现在人们对虚灵圣祖的虚吹程度，那个家伙问一圈后，应该不会再搞事了。哎，先不说这些了，我们谈谈另外一件事吧。夏姑娘，我让你观察这么久，
甚至还带你来看了我们门派的遗址。你是不是也该坦诚一下，说出你来我们门派的目的了？前辈原来已经发现了呀。前辈知道邪灾吗？邪灾？当年邪龙被封印之后，封印邪龙的神塔就由人族6大仙门和其他7大派共同镇守。但即便被封印，邪龙的力量还是不断的从神塔中散溢出来。这些力量有着非常强大的污染性，一旦有生灵被沾惹，就会成为嗜杀成性的怪物，甚至连尸体都会死而复生。而大规模的邪龙力量逸散，便被称为邪灾。邪灾甚至还会直接污染修行者，诞生出堪比高阶修行者的可怕怪物。是上仙！上仙来救我们了！只有那些镇守宇宙的大派才有能力进行镇压。1个月前，镇守宇宙地界的宇宙塔突然出现了剧烈的灵力异动，而这是巨大邪灾来临的征兆。闺女啊，赶紧回来啊！万一在那边遇到什么死而复生的邪灾，那多危险呐！放心了，爹，没事的。1个月前，没记错的话，好像是我穿越来这里之前的几天。前辈，我们马上就到你的门派啦。夏姑娘，你怎么就这么确定我不是你们所说的邪灾呢？这个呀，谢谢上仙。快看，是老祖，还有夏瑶姑娘，终于回来了。邪灾才不会在砍怪物的时候还心疼钱呢。喂，别乱说话啊！不过，那真正的邪灾去哪里了呢？下面我来说明一下我的计划。山狼长老和智狼长老将作为探子前往23字门，之后本宗主会联系狂狮门、临海派等宗门一起，亲自会会那个老祖。宗主，三思啊！本宗主好歹是一派掌门，还真能怕了那个小派掌门不成？宗主，不好了！怎么了？回事？发生什么事了？怎么办呢？我们死定了！慌什么？这是宗主！那个难道是？小姐怎么还没消息？不行，不可以再继续等下去了。顾不得了，要不还是通知老爷吧。小姐，小姐，你怎么样？没事吧？夏姑娘没事，我已经灭掉了掳走她的那个门派，把她救了回来。青兰，多亏了张前辈，不然我差点就被……小姐，没事了，没事了，我这就带你去休息。哟吼，这是还培养起默契了？妈耶，你这一把年纪的还是嫩草啊！是啊，所以我在外面辛辛苦苦的打怪，你还一堆人在我的坟头蹦迪，跳得很开心是吧？等等，你徒弟都点开科技树了，你不去看看吗？啊！都给我站好了，不足1炷香的时间不准下来。外家功夫是踏上修行之路的第一步，这是你们体育课的必修内容。谁要是中途放弃了，就去做30张模拟题冷静一下。我快要撑不住了，难招了，
严厉呀！用梅花桩来锻炼弟子的平衡能力嘛，倒是很不错的修炼方案呢。是吧？我还在研究它的升级版本，不久后就可以投入使用了。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强身健体、舒筋活血、利肠通气、安神补脑、脚踏七星龙门桩。这什么鬼名字？真的会有人用吗？哈哈哈！你还是和我说下你那个爆炸剑的新成果吧。今天的体育课就到这里，下课。累死了！先祖，关于这个新能力，还是让他来给您解释吧。掌门，是你？别紧张，就把你想说的都说出来就好了。先祖，关于这个新能力，还是让他来给您解释吧。掌门，是你？别紧张，就把你想说的都说出来就好了。修行者的灵力通过不同的咒语或者符箓会出现不同的效果，这其实就是书中说的能量可以互相转化。但是这种转化都是修行者前辈们靠经验总结出来的，所以会出现大量的损耗。因此，在使用过程中损耗灵力多的便是低级功法，而损耗少的就是高级功法。南长老，而我们在教材的理论基础上，配合大量的试验之下，找到了一个损耗量最低的灵力运行轨迹。掌门，对于这种运行轨迹，我们还没有取名字，就叫公式。别的门派用符箓用咒语，但是我们23字门以后就用公式。铁狼宗今日会覆灭于邪灾。老弟，没想到我们今日要死在这里。都一样，反正招惹那个老祖也一样是个死。喂，我等下用最后的灵力为你们开路，趁机离开这里。叔叔，你不是说23字门老祖天下无敌吗？你说的最好是真的，记着，铁狼宗的仇一定要报。我知道了。哟，老吴，今天收成不错呀。这不是刘启吗？哈哈哈哈！我今天打到一只大家伙，找门派的上仙起码能换50点门派积分呐。什么上仙？忘记门派规定了，咱们要称呼那些人叫修行者。哎呀，行，我先进去了啊。再过1个时辰就能拿到今天的工资了，回去看看能不能给娃儿换一套模拟题。是个人。喂，你没事吧？这里是23字门的白水城，请问你？铁狼宗被邪灾灭门了！喂，你这什么反应啊？你看看本系统这光泽，这质感，你不爱吗？我就不该对你有所期待的。玉书，先祖，出事了！先祖，您说的是真的？不错，根据古狼的话，铁狼宗已经被邪灾灭门，而且邪灾似乎正在往我们这里移动。如果情报属实，3天后，邪灾将会到达我们这里。现在一花正在治疗古狼，有其他情报，那边也会第一时间送过来。喊你们来是想问一下，面对邪灾，如今的修行者一般会怎么做？在有所准备的情况下，修行者速度快，如果撤退及时，是可以安全离开的。但是，凡人
就跑不掉了。我们当年跟邪龙的大部队硬刚都没怂过，现在的修行者平时高高在上的，面对邪灾就这么丢人吗？丢人！可是仙祖，咱们门派800多人，基本上都是凡人，怎么对付邪灾？放心，我这里也有底牌。古三，给他们看看你的本事。好嘞，给你们看看本系统的新皮肤。谁和你说的是这个了？给我换回去！把我之前兑换的设计图拿出来。你轻点，轻点，本系统也是有上拼的。垃圾宿主。好了，别管这本书，接下来我给你们看个大宝贝。哇，这是啥？这是我根据我们最近研发的公式兑换设计出来的设计图。南玉叔，你的那个爆炸剑公式，只要有灵力输出就可以使用，对吗？是的，但是凡人没有灵力，所以无法使用这一招。谁说不可以？这块灵石是修行者最常用的补充灵力的物品，内部蕴含着最纯粹的灵力，完全可以作为灵力输出的东西。仙祖，你的意思是？如果我们可以做出来一个承载公式的装置，可以把一切灵力通过这个装置来打出来的话，凡人是不是也可以使用了呢？情况比预想中的还麻烦呢。铁狼宗被灭门后，附近的其他修行门派几乎都采用了一样的做法，紧急撤离。而在白水城周围的3个镇子的门派都跑路了，只留下了还什么都不知道的凡人。真是一群蠢货！这群家伙根本不知道人口的重要。你挖什么挖？关在这里很吓人的，好吧？不是你悄悄通知说有事找我吗？我寻思着走这门动静太大，就翻上来了。情况比预想中的还麻烦呢。铁狼宗被灭门后，附近的其他修行门派几乎都采用了一样的做法，紧急撤离。而在白水城周围的3个镇子的门派都跑路了，只留下了还什么都不知道的凡人。哼，真是一群蠢货！这群家伙根本不知道人口的重要。你挖什么挖？关在这里很吓人的，好吧？不是你悄悄通知说有事找我吗？我寻思着走这门动静太大，就翻上来了。哎呀，孤男寡女偷偷相见，必有。你干嘛？夏姑娘，找你来是想问一下，如果在这里发生邪灾，那些大派会出手吗？哎，前辈，镇守宇宙的大派曾经是归元派，但是归元派覆灭后，这里就成了无大派镇守的地方。对这些大派来说，每一州就如同他们的领土，而宇宙这个地方，在他们眼里更是如同肥肉一般。为此，这些大派之间还爆发过不少的矛盾，甚至一度差点发展到门派大战的程度。哎，各派争执数次均没有结果之后，为了避免争执，大派之间互相牵制，都没有对此地出手。如果谁对此地下手，就相当于违反了约定。所以，每次邪灾，这里的小派就收拾东西跑路，凡人留下来等死，是吗？前辈，如果你想救那些凡人，我可以。我从来没想过去救他们。哎，修行者们都把凡人视作了累赘或者需要保护的弱者，但是在我看来，他们都是决定胜负的力量。夏姑娘，凡人需要的从来都不是拯救，而是引导。怎么办？怎么办？上仙都不在了，我们是不是死定了？是上仙，上仙来了！谢谢上仙！立刻起身，收拾东西离开，这里很快会有更多怪物过来。
皇室们这群兔崽子，跑的倒是很快，也不知道智狼到23字门了没？别哭了，刚才那个怪兽就是被你吼来的。上仙，对不起，都是我的错。闹不动了，操！老子真是脑子被踢了，就你们这群凡人，害得和智狼都走散了。大叔，这个给你，娘说拿着这个就不会怕了。快滚回去！没看到怪物都过来了吗？狗屎的！最后临死的时候都不让老子省会儿心。这是……嘿嘿，还好赶上了。那个上仙大叔，听那个光头大哥哥说，我们要去一个新的门派，那里也有上仙。那里的上仙凶不凶？有没有和你一样好的上仙啊？哎，小娃娃，老子可不是什么好。光头哥哥，大叔又咳嗽啦！已经到白水城了，你再忍一下噬心谷的问题，我会帮你解决的。你不用安慰我，噬心谷无药可救，没有母骨控制，我最多还只能活3天。我允许别人说我治的不好，但我不允许别人说我不会治，晓得不？晓得了。哎，这就对了吧？上面的是我，开门。是移花大师，他们终于回来了。1队照顾伤员，2队准备进行人口登记，3队帮忙给这些人安排住处。走吧，我现在就给你去治疗。我怎么觉得你笑容有点奇怪？有吗？你一定是看错了。上仙叔叔，放心吧，这里的上仙个个都和老子一样好。怎么羡慕了？哪有？我只是看看而已。哎呀，师叔，你说有了先祖那些武器，这次灾劫我们肯定可以度过的吧？你在想什么？当然不行啊！为了保证武器的硬度，我们的正义都是用了进了桐油的黑铁木，制作速度本来就打了折扣。因为是火系武器，所以必须由修行者为武器施法隔热性咒术。你刘爷爷估计都要被榨干了。糟糕了，刘长老又晕了，快拿毛巾过来。怎么羡慕了？哪有？我只是看看而已。哎呀，师叔，你说有了先祖那些武器，这次灾劫我们肯定可以度过的吧？你在想什么？当然不行啊！为了保证武器的硬度，我们的正义都是用了进了桐油的黑铁木，制作速度本来就打了折扣。而且，因为是火系武器，所以必须由修行者为武器施法隔热性咒术。你刘爷爷估计都要被榨干了。糟糕了，刘长老又晕了，快拿毛巾过来。那怎么办啊？所以还不滚去做作业？别以为我没看出来你在这里逃课划水。哼，真是让人不省心。不知道先祖说的关键武器准备的怎么样了？掌门大人，俺已经按照你说的把这个东西做好了。终于赶上了，
有了这个，这次战斗又多了一份保障啊！汤真师傅，多亏了你啊！前辈，这就是你说的战胜邪灾的关键武器？没错，夏姑娘，之前拜托你的事情，放心吧，下等灵石不是什么太稀缺的东西，我已经收购了不少了。另外，我还收购到了一些中品灵石，那就没问题了。在这个铁球上已经提前刻上了爆炸公式，而这个拉环就是隔离用的装置。只要拉掉这个隔离装置，灵石就会和公式接触在一起，然后在几秒钟之后完成反应。掌门怎么了？前辈好像在想什么很开心的东西。我的意思是，这个铁球就叫做和平1号吧。和平1号。老大，够着没啊？我快撑不住了，再坚持一下。抓住了！23子们，这个仇老子记下了，敢软禁我们，等活着出去，也好老子天天写你们的黑料。黑料？需要我帮忙吗？是那个老祖，玩的挺开心的嘛。你过来啊！推理呀！我听说你们这里有很多门派的联系方式。我倒是什么事儿？原来你问的是这个呀！你要问这个，那我可就不谦虚了。上至6的仙门，下至无名小派，哪个不知道我们听风楼？就是。大佬，听风楼了解一下呀，打听消息绝对靠谱，江湖八卦定期传讯。你放手！订阅1个月只要50两，这是我的传讯符，你就收下吧。这绝对不是吹，修行界我蓝月的名号，那可是响当当，江湖人称听风蓝少。发八卦有什么意思？一辈子都出不了头，那都是没出息的人干的事儿。我这里有个大新闻，虚灵圣祖亲自上境，率领门派正面刚邪灾的现场直播，有兴趣不？好好想想吧，是打算一直这样碌碌无为做个八卦小派，还是抓住这个机会一举冲天？蓝老大，咱们怎么做呀？这个事情感觉很危险呀，掺和进去以后，感觉没有那么容易脱身了呀。那个老祖说的没错，咱们听风楼当了修行界多少年的笑话了，被人处处嘲讽，像苍蝇一样烦人。想当年咱们的老祖，那也是一号人物。再看看咱们现在，拼了！整个修行界都记住咱们听风楼吧。娘，那个上仙叔叔去哪儿了？我想他。傻孩子，人家是上仙，你怎么可能见得到他？可是他还没收下我的礼物呢，我想去找他。喂，小北，小北，别去，上仙会生气。妈妈，那是什么？那是……天哪！上仙显灵了！天哪！快真的是上仙显灵！上仙迁怒啊！真民们，吾乃23字门掌门。听风楼的幻影法术确实有一手哎，难怪能搞那么多假新闻。嘿嘿，我可不是吹，论起这种旁门左道，我听风楼绝对是妥妥的牛逼。再比比，信不信本系统给你一砖？还不快干活？哎，是。不过真的没问题吗？双向静影术正常的范围只有不到100里而已。都说没问题的，这个雕像自带信号放大功能，就和 WiFi。唉，算了，说了你也不懂，反正对着它施法就行了。好吧，双向静影术，全体群发。好吧，双向静影术，
全体群发！禹州此次的邪灾爆发非常突然，到现在共灭门了14个小派，其中还有2个中型门派。此次召见各位是想商议一下，我们是否有必要进行出手？这邪灾实在是欺人太甚，不如就让我们青城剑派出手，干他奶奶的！见老莫冲动，这次邪灾损失的其实大多都是凡人，剩余的修行门派也都在撤离，损失不会再扩大了。如果我们插手，虽然能救下一些凡人，但是修行者也会损失不少，这不划算啊！你们几位的意见呢？别问我，在忙。我倒是挺想出手的，但是我们太远了呀。佛派有个弟子好像还在那边呢。我也认为没必要出手，那这一次便静观其变吧。邪灾最近越来越频繁，还请诸位镇守好各自地界。玄武大人，有紧急情况，门下一位弟子今日传讯符忽然收到了一道静影术的影像，里面的内容，这里都不是外人，直接打开吧。是。我对你们这些后辈十分失望。我操！老头子快起来，闹鬼了！这怎么可能？我虚灵于长眠中苏醒，并于邪灾来犯前特此昭告：23字门今日正式开宗。先祖，根据我们的侦查，邪灾的部队距离白水城大概还有最后一段路程，1个时辰后就会到达这里。3天的时间里，我们一共制作出了124把正义，目前已经全部分配了下去。可惜时间还是太紧了。如果可以多几天的时间里做出更多的武器的话，这次也会更有把握一些。先祖，100多把正义还不够吗？哪怕中型门派，修行者总数也不会超过100数啊。火力这种东西永远不嫌多，而且我们还得想个法子把邪灾的仇恨给拉稳了，才方便输出啊。掌门大人，守卫部刚才发现一些状况。刚才我们清点发现，有2个守卫偷偷出城了，还带着新配发的和平1号。老吴，你说的法子真的靠谱吗？我在这里打了一辈子的猎，最熟悉这片地方了。你看前面，这里的山峰非常陡峭，咱们只要用新发下来的和平把这里给炸了，那群怪物怎么也得死一大片。这么干真的成吗？上仙会不会生气啊？你不敢上就回去，反正老子婆娘当初就是死在这群怪物手上的，今天怎么的也得报了这个仇。老子才没怂！走，炸了他丫的！找到他们了，他们正在往一座山峰上爬。山峰？玉叔，标记他们的位置。他们在的地方叫凤鸣坡，是附近地形最险要的地方。下方则是一道峡谷，也是邪灾来我们这里的必经之路。他们带和平1号去了凤鸣坡，这俩家伙有点魄力啊。先祖，需不需要我把他们带？不用，所有人做好战斗准备，待会儿可能会有一场大动静。夏姑娘，待会儿还得拜托你接应一下那2个愣头青，不然那俩货是没法活着回来了。没问题。凡人的奴吗？又何尝不是一种勇气呢？老吴，这就是邪灾啊！对，咱们再等等，等这群怪物走过一半，咱们再炸，差不多了。咋样？怕不怕？怕。不过，我也想保护我的儿子。很好，预备，跑！
从现在开始啊，你们俩暂时作为守备队1队和2队的队长，马上回城准备战斗。他说啊，多亏了你们，怪的仇恨倒是被拉稳了。全体都有，准备战斗！我的妈呀！灵虚老祖呢？再不出手，咱们就死定了呀！哼，慌什么？先祖现在可不会出手，交给卫兵就可以了。啥？老祖不出手，全交给那群凡人？谢龙府主以来，千年间邪灾时着不断，霓虹皇族杀之不尽。人族虽有6大仙门，占据大派近半邪之数，却始终难以真正起现。内有彼此争斗，外有他族虎视眈眈。此次邪灾和之前的讨论结果倒也无甚区别，各派心怀鬼胎，所以最后依然不了了之。只是师兄，关于虚灵老祖复生的事，你认为是真还是假？人族先祖复生，此事十分荒谬。不过重点却不在它是真是假，重要的是人族是否真的又出现了一个足够强大的门派，以及仙门认为它是真还是假。当然，这一切的前提，首先是这个忽然出现的门派是否可以撑过邪灾。哎呀，今天就先到这里吧，我还有事。可是师兄，又到了开营的时候跑路吗？这个老家伙，还是这样什么都不争吗？哼，什么先祖复生，关我什么事？哎呀，说起来，瑶儿怎么好久都没给我传讯了呀？我的妈呀！灵虚老祖呢？再不出手，咱们就死定了呀！慌什么？先祖现在可不会出手，交给卫兵就可以了。啥？老祖不出手，全交给那群凡人，全完了！这一段你可都得好好的录下来，接下来是精彩画面。全体都有，备战斗！300米，200米。100米，起势！这是啥？干得漂亮！给老子炸他丫的！这就是前辈说的，凡人是决定胜负的力量吗？在有意的引导之下，凡人竟然可以参与修行者之间的战斗，甚至可以发挥出比修行者更强的战力。凡人也有对抗修行者的可能。这要是让那些大派知道了，那可就……哎，等等，难道前辈的目的就是……第2波攻击要来了！1队后退修正，2队准备开火！哎，天哪！我一定要把这个记录下来。各位道友，你们现在看到的是邪灾向23字门发动攻击的现场画面，而这里的守卫竟然全是凡人。神奇的是，他们竟然有一种可以和邪灾抗衡的武器，自由射击，火力覆盖，这简直就是奇迹！据说这是传说中灵虚老祖回归所带来的武器。想知道更多精彩，请关注清风楼蓝少，获取第一消息。老祖，这些我真的可以发出去吗？当然，不过你记录下来的东西都要经过我们的审核才可以发出去，明白吗？嘿嘿，放心放心。天哪，这要是发出去，以后修行界谁还敢小瞧我天魔老？宿主，这样是不是有点太高调啊？要是那些大派直接认为你是邪灾复生的，哪怕全宋旗你都扛不住啊！我的身份决定了我必须高调，只有高调，我和门派才能越安全。更何况我们这里不是还留着某个大派的目击证人吗？
原来是这个目的啊！哦，难怪这家伙一直让我留在这里。这样也不错嘛，正好我也可以让这个老祖帮我一个忙了。掌门大人，邪灾忽然停止进攻了。快看，那些怪物退走了！太好了，我们打赢了！果然，这邪灾还真是有东西在指挥啊！什么？准备让修行者加入战斗吧。接下来不是光靠士兵就能解决的了。是。这不对劲啊！邪灾哪有打到一半后退的道理？老吴，快看前面！不对，那不是人。是大师姐。总算可以出手了。老夫刘浩，23字门前任掌门，尔等今日不可前行半步。敬字符。这么多家伙呀，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打得过。毕竟我只是一个医者而已啊。行，还有一个呀。别急，一向医者仁心。这么多的修行者，这场邪灾至少已经灭门了10多个门派的样子。即使在正义的支援下，修行者能坚持的时间也有限，只能靠先祖了。在这之前，我们必须得坚持住着。这么多的修行者，这场邪灾至少已经灭门了10多个门派的样子。即使在正义的支援下，修行者能坚持的时间也有限，只能靠先祖了。在这之前，我们必须得坚持住这里。干得漂亮！随口就能发出如此精纯的火焰攻击，这恐怕不是一般灵兽吧？小渊可是从小就跟着我一起长大的呢。小心！啊，前辈！夏瑶，你退后。这里就是高冷剑感应到的邪龙力量最为强大的地方了。不愧是虚灵，即使变弱了，也能挡下我这一招万物衰亡。我可是已经等你很久了。看来你就是这场邪灾的指挥者了，而且似乎还对我的事情挺了解的嘛。虚灵的苏醒是对我们计划的严重干扰，我们不喜欢计划外的变数，因此必须给予修正。好在白水镇我们潜伏的棋子在消亡前把你的情报及时告知了我们。果然是附身杨老板的那个家伙呀，看来我当初的处理确实留下了隐患。不过只要抓住你，应该就可以问清楚了吧。哎，小心点，快，各位前往内城，这里已经不安全了，快快！卫兵大哥，发生什么事了？有不少怪物打过来了，不过你们放心，我们的修行者把那些怪物都拦下来了。山狼叔叔，怎么回事？射击！老野，这个家伙好强啊！怎么办呀？光靠我们没法对付他呀！该死，我们门派的修行者都不在这里。他冲过来了！是山狼叔叔。宗主喝醉了，立刻带他们离开这儿。是，快，赶紧离开这里。
小心，是宗主的雪狼爪！叔叔，小姑娘，别愣着了，快走！哎，宗主可是程西境，咱们现在和上次一样跑的话，还来得及。这次就不跑了吧？毕竟之前还和别人夸下过海口，就这一次。哎呀，素质干得不错呀！好好当你的护兄。高冷剑说，那家伙的力量还在。看来情报没错呀。虽然不知道你是怎么挡下我的攻击的，不过比起当年，这剑光弱了不止一点儿啊。听你口气，似乎以前认识我。在虚灵老祖面前，我曾经也只是不值一提的喽啰罢了。不过有了主人赐予的这副身躯，即便是你，怎么回事？主人赐予我的这个肉体，竟然也破不开你的防御。我的肉身岂是你可以想象的？好快！我说过，你是破坏不了我的身躯的。就算你砍再多次，也无法破坏主人赐予我的肉体。而且，在你在这里浪费时间的时候，已经有程西境的感染体前往你的门派了。你猜猜，有几个呢？你就没发现你身上多了一些东西吗？这是什么？介绍一下，这是和平的光芒。这种爆炸的光芒，真是越看越舒爽啊！装完了，装完赶紧把本系统拿出来呀！你这次也表现不错，总算起了点作用。你这都是什么用法？系统是这么用的吗？前辈，你搞定那个家伙了吗？可以了，邪灾根源已除。按照之前的情报，那些邪灾应该会开始混乱，然后消退掉的。可是我刚才在空中看了下，邪灾并没有消退的迹象。什么？我刚才在空中看了下，邪灾并没有消退的迹象。什么？程西境的感染体。喂，你们离这里远点！这个家伙，你们帮不上忙。可是大师姐，没我们的支援，你会更辛苦的。程西境又怎样？现在的我已经可以干掉你们！怎么回事？这家伙这么脆的吗？小鱼，这个声音怎么可能？小鱼，别练了，等会上仙看到你浑身是土的样子，岂不是要笑话你？哼，你就放心吧，我可是在登云仙室里把其他人都打哭了，他们肯定会收我做徒弟的。这是小时候的我。奇怪，我刚才明明在白水城撕了那个飘在空中的家伙，怎么会忽然跑到流花谷外的地方？难道是幻境，还是传送类的术法？哎，你们看，这里怎么会有个小孩子？啊，太可爱了吧！小弟弟，你叫什么名字？要不来我们流花谷吧？可是师姐，他是男孩子呀。哎，没事儿，他好看啊，
谷主会答应的。我叫孟小花。哎呦我去，这不是小时候的我吗？师弟，一花和小云好像都中了这家伙的阴招了。他们经验不多，而且确实也不了解这个家伙的手段。只是想不到，除了铁狼宗的天狼，这个邪灾竟然还灭掉了魔魂殿。那可是比铁狼宗还强一些的中型门派啊！甚至还污染了城西中境的魔魂殿掌门世信。你们这边情况怎么样啊？山狼长老和智狼长老拖住了他，我们才撤回来。该死！要是我们能再多一些武器就好了。武器的话，或许还真有。啊，高师傅。其实，在我那边还有将近200把正义。混账！那你怎么不早说呀？因为刘浩长老说严禁我们用那些武器。为什么？这几天在镇子上大伙的帮忙下，做出了比计划多出很多的武器。但是咱们修行者数量太少，没办法给所有的武器施加隔热咒术，所以一大半的正义都成了无法使用的半成品。每发射一次，这些半成品的正义都会产生极其强烈的高温，而这种高温是咱们凡人根本无法承受的。招数太弱了，山狼！什么？哥哥！血狼头！你还撑得住吗？我想起来了，你们俩是我救出来了呀。那就给你们一个臣服的机会吧，如何？只要接受主人的力量，就放过你们。宗主啊，能说出这种话，可不像你呀！你当初害了老宗主，自己坐上掌门，杀了一帮子以前的弟兄，甚至还惹上了灵虚老祖，汉室作变你可都没怂过。所以你别哄老子，咱铁狼宗的宗主可不会喊谁主人，你就是披着一张他的皮罢了。是吗？那你就先死了吧。等等。啊？宗主，你应该知道，在铁狼宗，我智狼谋略一生，很少有过失手。难道你真的认为我没有底牌吗？难道你……老二，难道真有什么计谋？三郎兄，我曾智谋百出，今日我便给你最后一个计谋吧，咱们战死在这里吧！竟敢耍我！傻叉，老子骗你的，哪有什么底牌啊！我改变主意了，我决定让你们死得慢一点儿，然后看我去把这里的人全部一个个杀掉，让你们知道，你们所做的一切都毫无意义。这下是真的完犊子了！你这家伙，离山狼叔叔远点！这声音，小北！你这家伙，离山狼叔叔远点！这声音，小北！凡人！山狼叔叔，这次该我们保护你了。这熊孩子，你来这里做什么？快点给老子滚！快跑啊！是谁？是我们！是我们！
怎么，你们以为这样就可以打败我了吗？不，我只是想起了一些高兴的事。你刚才不是说我们做的都没意义吗？再试试。这家伙的幽魂根本杀不完呐！糟糕，我的灵气要支撑不住了！该死，太多了，我们的武器不够多。本座可以给你们2人个臣服的机会，3息时间，接受我们的力量，保留你们的心智，或者被杀死，然后成为毫无心智的下等奴隶。糟糕，封印法阵要撑不住了。什么办法？我的储物戒指里还放着一些先祖留下来的和平，等下防火法阵破了，还请你掩护我。我还有最后一些灵力可以冲过去。可是这样你不是……放心，我有办法活下来的。我知道了。3，镜子符，师兄，你做什么？师弟，我虽然聪慧不如你，但是你可从来没法子在我面前撒谎啊！以前就想着让咱们门派别断在我手上就行了。不过咱们23子门现在这样，我很喜欢。你比我有用，还是得好好活下去才行。师弟，师兄，快停下！那就让我来送你们解脱吧。那是你是？这里是23子门吗？你快放开我！不愧是灵虚，竟然破坏了主人赐予我的完美肉体。这家伙的命这么硬，怎么还带转阶段呢？可惜，想杀掉我，凭现在的你是不可能的。不如你来猜猜，他会被怎么样啊？你最好马上放开他。放他，没问题。只要你成为我们的一份子，我不仅会放了他，还会立刻停止进攻你的门派。前辈，不要！你最好不要考虑太久。现在铁狼宗主以及魔魂殿掌门都在肆虐你的门派，你觉得你的弟子们能坚持多久呢？原来这就是你们的目的了。既然是这样，希望你能遵守诺言。很好，明智的选择。来吧，成为我们神传者的一份子。见证一个真实的世界。这是他似乎很关心你呢，可惜刚刚改造后会失去理智一段时间，那时就让他来杀掉你，作为新生的开始吧。前辈，才不会让你们就这样得逞呢！你们修行者总是如此的天真，就和曾经执迷不悟的我一样。但是，只要见过主的威力，聆听到主的低语，都会真正的臣服于主。因为看到主的那一刻，就明白什么叫做世界的真实。啊，你说的主到底是？
是一切的起源，他的威能你们根本无法想象。前辈，这货完全疯了，什么都问不出来啊！没事，好歹还是套出来了点东西。什么？总之，你这次表现不错。对，撑死本系统了。幸好有这颗选兵珠，否则还真不知道怎么骗这些邪龙气息。所以，你要这些邪龙气息干嘛？升级素材，升级素材，这是本系统最近才想起来的功能。你到底是？还没看出来？我们演了你一波。撑死本系统了。幸好有这颗选兵珠，否则还真不知道怎么骗这些邪龙气息。所以，你要这些邪龙气息干嘛？升级素材，升级素材，这是本系统最近才想起来的功能。你到底是？还没看出来？我们演了你一波。你是什么时候？这年头呢，一般人谁身上不带个180件脱身法器的？而且啊，你刚才那种触手玩法，讲真，早过时了。那个，等一下，你可能对一般人有什么误解。我要彻底杀掉你们！你该不会以为我们和你拖这么久的时间，真的只是为了和你聊聊天吧？后排大阵歼灭模式启动，能量填充97%、98%、99%，保险器已解锁，目标已校准锁定，功率100，发射。感受一下这价值1万发展点的一炮吧，渣子！老骗子！就是虚灵那个老混蛋呀，他不在这里吗？后面小心呐！真忙死！算了，还是先解决掉这些邪灾吧。这是谁啊？先祖的熟人？看他的样子，似乎是妖族。妖族一向肉身强横，战斗力自然要比不善近战的魔魂殿强。只是魔魂殿一向诡异，这场战斗恐怕没那么简单。只是这种程度，就想在他的地盘上捣乱，未免也太看不起那个家伙了吧？孽畜，还不收手！肉身再强大又如何？还不是中了我的魔魂噬心？就在自己的心魔中，在恐惧中死去吧！你大骗子！我终于可以和你算算这1000年的账。找我算账，就凭你不自量力，那你就全力攻过来吧。只要你能让我移动半分，就算我输。这可是你说的。该死！你竟然这么强，难道我真的要输了吗？你说什么？没办法了，面对你这样的高手，我只能用出我最强的一招了。等等！天绝地灭，霸王拳行归位之时，我主必将降临。哼，这下攻击倒是勉勉强强，竟然能把我逼退了1尺，对你来说已经很不错了。
总之，你关老娘千年的这口气，总算出了。师兄，他这是……他似乎还在噬心的幻境中没有解脱，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何他刚才还会不受影响的攻击噬心。我下次一定能打赢你。只能等先祖回来再说了。两位长老，紧急情况！血灾开始退散了。先祖，成功了！你们就再苟延残喘一段时间吧。少废话，你还是赶紧上路吧。群星归位，我主降临。我们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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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羊大叔，这家伙还是这么个臭脾气。不过总算是结束了。师兄，你怎么看？他们应该是中了噬心的心魔幻境法术，被困在其中。但是幻术之道，我派少有涉猎啊。要不，咱们拿个锤子啥的敲一下试试？交给我吧，先祖。所以是那名女子的帮助，才让你们打败了魔魂殿的掌门吗？啊，是的。只是他和小云还有一花都中了噬心的幻术，被困在心魔中无法醒来。哼，放心，交给我吧。别忘记了，我可是你们的先祖啊。是。不愧是先祖大人。哎，对了，先祖，那名妖族女子之前似乎一直喊着你的名字，不知是您的……所以是那名女子的帮助，才让你们打败了魔魂殿的掌门吗？是的，只是他和小云还有一花都中了噬心的幻术，被困在心魔中无法醒来。放心，交给我吧。别忘记了，我可是你们的先祖啊。是。不愧是先祖大人。哎，对了，先祖，那名妖族女子之前似乎一直喊着你的名字，不知是您的……就时而已，别多想。是。没想到，即使是先祖这样的大能，也有旧日的桃花寨呀。是啊，想来那本《虚灵圣祖烈焰录》的内容，也不全是捕风捉影的。武三，求救啊！我记得你能进入别人的意识的吧？明明是自己装的逼，关我什么事啊？形象啊，这可是形象问题啊！老祖能说不行吗？当然不能啊！算了，我确实可以和当初进入你的小徒弟的意识一样，让你也连接他们的意识。但是如果没能让他们摆脱心魔的话，你也会被困在里面，这还是比较有风险的。和他们这次的付出比起来，这点风险可不算什么。直接开始吧。好，走你！你怎么又来这一招？真当自己是穿了是吧？这就是萧云的心。还好，为了我主所赐的聚魂珠，让我的魂魄保了一命。虚灵，下一次你绝对不会有如此的好运啦！哎，还真像前辈说的，你们这帮子邪教徒命比蟑螂还硬。是谁？那个老家伙说你们这帮家伙狗都要死，所以让我蹲守在这里看看，结果还真被蹲到了。哼，
就凭你一个断神期的修行者，也想拦下我？哇！这是万法宗的三清净业火，你到底是谁？倒是有点眼光，不过呢，我没回答你问题的必要。之前你捆绑我玩得很开心，接下来我也有一些问题要问你。当然，你不愿意回答也没关系，我们有的是时间。这是邪灾，为何小云的心魔幻境里也会有邪灾？嗨，心魔幻境里面什么都也有可能。你现在主要得找到你徒弟的意识。我说你安静点行不行？先让我观察一下情况。你搞到了人家的肚子，还凶人家！不要有这种引起别人误会的话。是上仙，是上仙来了！多谢上仙。可惜此地有妖种滋生，妖种不除，你们依然在劫难逃啊！妖种？那是什么？我们村子里都是正常人呐，还请上仙解惑。那可未必。你们这里是不是有个孩子不久前参加了登云仙试？把你们家女儿交出来，不然就烧了你们家！对，交出来！大家冷静一下，我们家小云真的不是妖种。对呀，她只是顽皮，去参加了登云仙试。我们以后一定好好管教。少废话！上仙都说了，就是你们不是妖种，凡人怎么可能打败那些仙家弟子？人呢？你们把小云藏哪里去了？快说！我们家小云不是妖种。哎，大家伙的，把他家给烧了！对，妖种害人，烧了他们！烧住手！大家等下，一起去找那妖种，以免他继续害人。我就说，我家那女孩从小力大无穷，肯定有古怪。不好了，又有怪物来了！啊！救命啊！有妖怪啊！这群家伙完全被那个修行者给蒙骗了。但这也只是幻境，小云似乎不在这里，我们得去别的地方找找。小姑娘，这是要去哪儿啊？我看你跑得也挺累的，不如跟我回门派如何？我才不去！我不是什么妖种。这重要吗？重要的是你一个普通的凡人，竟然打败了我们门派推荐的那些未入门弟子，里面有一些人可是打算借此进入6大仙门的。你若不是妖种，那我们门派以后还有什么脸面在修行界立足啊？不用回去啦，这个时候啊，我引来的那些邪灾应该已经把你们村子毁掉了吧？你说什么？咱们的小云可以活下去的吗？肯定可以的。咱们的小云可是非常了不起的孩子。是啊，他将来一定可以有出息。对不起，都怪我。反正之后那些大派来查，就是此地有妖种作祟，引来邪灾。本上仙救援来迟，唉，可悲可叹呐。没错，就是这样。不要抵抗了，我倒是对你这种力大无穷的体质很有兴趣。对不起，都怪我。反正之后那些大派来查，就是此地有妖种作祟，引来邪灾。本上仙救援来迟，可悲可叹呐。没错，就是这样。不要抵抗了，我倒是对你这种力大无穷的体质很有兴趣。你一定是很好的研究素材吧？研究你妈逼啊！小云，还不快醒来！你是？还迷糊着呢。53，要不你变成本体去砸醒他，
你真当本系统电疗机啊？他这是被心魔幻境同化了，你能不能想一点靠谱的办法？仙祖，怎么回事？我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我不是在门派打残邪吗？哟，醒啦！还好同化的时间不长。你是谁啊？你问这个啊？那可就说来话长了。我和你仙族那可是非常严肃的战友关系。好了，小云，你既然醒了，就先让武三送你离开这里。时间紧迫，我们还要救别人呢。原来你是武前辈，哼哼，我可厉害了。好啦，闭眼，本系统现在就送你离开幻境。对了，小云，你放心，那些欺负过你的渣子，我一定都会帮你讨个公道。不管他是谁，也不管他在哪。主意识离开，这里的幻境就崩溃了。我们接下来得去下一个地方了。你醒啦？看来你的状况还不错，里面的情况怎么样了？仙族好像把他的书的肚子给搞大了。小花好棒啊！我可以！谢谢各位师姐。孟小花舞姿卓绝，天赋异禀，能成为本派弟子，实乃本派幸事。本次归花大赛的奖品，法宝玉女情丝，便赐予孟小花吧。我真是逼了隔壁漫画的狗子了。武三，你确定你真的没逗我玩？我不知道啊，这里应该就是一花的心魔幻境吧？要不我们去找下那个家伙吧，确认一下就知道了吧？我为什么这么好看啊？上天啊，你真是太偏爱我了！那个，你就是孟小花？你们是谁呀？要签名的话，去流花谷山门处预约，不接受插队哦。不过，如果是本少的颜值粉的话，让你们瞻仰一下也不是不可以啦。小鬼！小花，其实我来是想告诉你一些事情的。接下来我要说的，你可千万别害怕。我可是流花谷弟子，6大仙门的人，不会害怕。那么，如果我说现在的你其实是在一个幻境里，并不是真实的你，你信吗？你怎么知道？如果你不信的话，我这里还有记录你影像的。你说啥？我每天晚上都会做梦，感觉梦里似乎有另外一个我在不停的说，我现在经历的一切都是假的。所以，我也一直在怀疑这一点。你手里的是镜影符，看来里面记录的就是真实的我了。不错，准确的说，里面记录的是长大后的你了。你应该是被困在了曾经年少时的记忆里了。要看看吗？不过，看清真相可是需要代价的。有意思。长大后的我吗？以我的颜值，真是难以想象的。以后至少也是流花谷谷花的水准了吧？刚才那个是里面就是长大后的你，也就是真实情况下的你。你是在和邪灾大战的时候被困于此的。喂，你这样是不是有点太直接了？这叫刺激性疗法，说不定就让他醒过来了呢。原来是这样啊！
看来其实不是我醒不过来了，而只是不愿醒来罢了。花花，你好了没？大家都在等你呢。啊，知道了，马上就来。以前的我确实很受师姐们的喜爱呢，没想到在这个幻境里倒是再度回味了一把。张掌门，我已经知道让自己彻底清醒的方法了，但是需要你帮忙做一件事。哦。来吧，掌门，我已经准备好了。只要你说出这句话，我心魔可破。一定非得必须这么做吗？来吧，掌门，我已经准备好了。只要你说出这句话，我心魔可破。一定非得必须这么做吗？对呀，请一定要真情实意，只有这样，我真正的意识才能恢复。加油哦！好吧，小花，醒来吧，因为长大后的你最美。总算成功了！妈的，老子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不得不说，这话都说得出口啊！宿主，你是个狠人呐！掌门，我变回来了！我变回来了！五三护驾！啊！梨花大师也醒了。喂喂，先祖情况怎么样了？他真的搞大了别人的肚子啊！掌门说我最美。接下来就是最后一个幻境了吧？没错，只要找对方法，别硬拼，其实不算难的。哎，你人呢？喂，你怎么在那里啊？我也不知道啊，一转眼我就在这儿了。第457场，继续！我操！你为什么躲开？不是，咱们有事好商量。打什么啊？我知道了，你是觉得我太弱，不屑和我战斗，少看不起人了。啥？虚灵，我一定会打败你！啊，要不咱不打了，我认输行不行？你竟然侮辱我！你能不能别想那么多？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根本没有交涉的空间。喂，宿主，每个人的心魔都不一样，破除的方法也不一样。让他清醒的关键是得弄清他心魔的执念是什么。这家伙的执念。对了，破！哼，你说的没错，我确实不屑于和如此弱小的你战斗。果然是这样，小云的执念是当初残害他父母的修行者，所以斩杀了那名修行者，便可破除心魔。移花的执念则是长大之后，门派师姐对待他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所以需要得到对现在的他的肯定。哼哼哼，毕竟我太过无敌了。而这只蠢蛇的心魔，则是想找无敌的虚灵老祖报仇啊！该死，我不会认输的！好。而在他的心魔世界里，老祖有多强，则取决于他自己的脑补。只要我演出来的气势越强，他脑补的虚灵也就越强。而如果我太弱，他会觉得我是在故意让他，未尽全力。
不行了，我又要输了吗？和之前400多次的一样，我赢不了他的。蠢蛇，你就这么点实力吗？活该你被关了1000年啊！当初说想找父母报仇，结果就这个实力，你是在逗我笑吗？我要是你呀，就赶紧找个地洞钻进去算了，省得出来。徐凌，你给我闭嘴！啊，那个虚影是枪。因此，破除他心魔的方法就是现在。我这是……看来你终于醒了。老骗子！喂，你还好吗？刚才你明明可以躲开的。因为这是我欠你的，这1000年的债，总该给你一个交代。喂，你可别死啊！我还剩最后一些灵力，先送你离开心魔幻境吧。是你。当年的事，对不起了。好了，已经把他送出去了，你不用再演了。总算把这一波应付过去了。许灵这老狗逼，当年捅下的一堆烂摊子，都得让老子擦屁股。这就是穿越的代价喽。那接下来我们也出去了。难道你没发现吗？明明人都被我们送出去了，可这个心魔幻境却还没有崩溃。哎，你这么一说，好像是哎，怎么会这样？如果我猜的不错的话，这里应该还有另外一个意识在支撑着这个心魔幻境。难道你没发现吗？明明人都被我们送出去了，可这个心魔幻境却还没有崩溃。哎，你这么一说，好像是哎，怎么会这样？如果我猜的不错的话，这里应该还有另外一个意识在支撑着这个心魔幻境。现在也该到了出现的时候了吧？不愧是虚灵前辈，实属慧眼如炬。我去，还真有人啊！晚辈魔魂殿世心，拜见虚灵圣祖。啊！哦，他也醒了。我这是……你被困在心魔幻境里了。不过先祖已经把你叫醒了，但是先祖怎么还没醒啊？啊，糟糕了！啊，怎么了？发生什么意外了？出什么事了？我在幻境里，好像把他打成了重伤，该不会就醒不过来了吧？什么？什么鬼？没听过心魔幻境里导致还能重伤的，怕不是装的吧？此事责任在我，放心，我龙如君一人做事一人当。你的意思是？把你们先祖赶紧埋了吧！既然是我失手打死了你们先祖，那我会对你们门派负责的。以后就由我来当掌门，我保证继承虚灵的遗志，让你们吃香的喝辣的。你让他再说一遍！师兄，冷静啊！还是我来吧，我有一个硫花谷顶级疗伤的法子，绝对好用。啊？你有什么方法？嘿嘿，就和我当初给你治疗那样，只要我和他口唇相对，然后把我的精华灵气灌入他的体内，保证什么伤都可以治好。师弟，真祖啊！打起精神啊！还是我来吧。流花谷的以精换命之法，
我也略有耳闻，但是对你们先祖却不会有用。为什么？而且你竟然知道我们流花谷秘法的名字？所谓以气养神，以神养魂，以魂养魄，人之有身，动静与默，皆此气为之运用。是故气聚成形，神损则不语，魄伤则不醒，气散则绝命。所以流花谷虽可医百谷活死人，但是灵虚前辈却是神魂受损，心魄不和，才陷入了昏迷之中，因此难有效果。哎，等下，夏姐姐你别念了，能不能说点我听得懂的？嘿嘿，翻译过来就是，门派还有很多事要你们打理呢，你们忙你们的去，这里交给我就行。师弟，交给夏瑶姑娘，真的没问题吗？先祖似乎很信任他，那应该没问题吧？哎呀，好啦，我给你争取了点时间，虽然不知道你在干嘛，不过你动作可得快一点啊，毕竟按照时间，那边的人差不多也该到了。大师兄，距离宇宙还有2000余里，全速前进，务必按照玄木大人的命令，彻查23字门。是。世心，魔魂殿掌门，你不是已经……回前辈，晚辈的本体确实已经死了，而如今这里的只是一缕残魂而已。在晚辈被邪灾所污染的时候，便自知污染不可逆，于是便把还未污染的魂魄分出了一缕，封入了心魔幻境之中。魔魂殿100年的基业就这样断送于此，我实属不甘。好在等到了前辈这样的大能。捧场的话就不必说了，说出你的目的吧。是，前辈请看。这是我魔魂殿100年的功法秘香，乃是前人一代代积累下来的财富，被我记录在了自己的神魂之中。这些在前辈眼里可能看不上眼，但是晚辈还是希望这些功法能由前辈代为保存。魔魂殿可以灭，但我的传承不能灭。宿主，咱们门派现在最缺的就是各种成体系的功法，这波血赚啊！你的心情我倒可以理解。那么我如何保存这些功法呢？晚辈已经把还可以保存下来的功法都记录在了这颗魂珠之上，前辈只要用神魂阅读，便可以获得这些功法了。明白了。啊，对了，你能否跟我念一句话呢？什么话？来，跟我念：邪龙是傻叉。来，跟我念：邪龙是傻叉。前辈，这是为何？一个小小的验证而已。毕竟那些被污染的家伙，一个个都是狂热到死的邪龙崇拜者，应该说不出来这句话吧？你应该没问题吧？来，没事说2句。邪龙是傻叉，生儿子没屁眼，尿尿分叉。哦，哎呀，接下来再念几句我们祖安传统的友好问候，你听好了。够了！竟然对我主如此不敬，敬酒不吃吃罚酒，去死吧！骂2句就顶不住了，看来你这段位也不高，那便不必留了。恭喜宿主抵御邪灾成功，奖励门派发展点5000点。恭喜宿主门派规模、声望等级提升，门派等级上升为3级，新的门派建筑已解锁，开放门派建筑升级权限。我们回来了。刚才我听到门派升级了，给我看下门派界面。
先不提这个名字的槽点了，系统也带超链接，是不是也太有即视感了点儿？这是为了让你更有亲切感嘛。你点一下试试喽。行吧，这就是升级建筑的界面喽。这个破天之眼是什么？就是门派升到3级的奖励建筑吗？是这样吗？没错，只要使用门派发展点，就可以进一步增强原有建筑的能力，算是一个新的氪金点啦。哦，总觉得这东西听上去有点耳熟啊。破天之眼本系统已经放置在门派议事厅外，宿主可自行查看。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完全看不懂呢。要不试试拆拆看好了。等一下！哎，前辈，你醒了？刚才这里忽然出现一个奇怪的东西，我研究了半天都没弄懂。这个东西是我的新法宝。哇，不愧是灵犀前辈，法宝竟然都是我没见过的。如果没猜错的话，它的作用应该是……警告：西南方153公里处有程西境修为反应靠近。前辈，你的法宝出什么问题了吗？不，只是我们有客人来了。哎，6大仙门的人要来我们这里，太好了，我们有帮手了。唉，你们为什么叹气啊？他们要真是帮忙的，就不会这个时候才来了。动动你的脑子，现在修行界6大仙门是绝对的权力巅峰，现在他们忽然来这里，肯定是冲着仙祖来的。为啥冲着仙祖来啊？6大仙门不也很尊敬13至尊吗？唉，对于那些大派来说，只有死了的至尊才是好至尊，活过来的那可就不一定了。这个道理你都不懂吗？唉，人傻是佛。是啊。小姐，这次你无论如何不能给23字门出头了。这次来的人肯定是玄木派来的，要是让他们看到了你，玄木肯定会借此为难离火大人的。哎呀，小姐，哎呀，放心啦，用义父的话来说，跳梁小丑而已，不必放在心上。再说啦，豆豆，你这个疯女人怎么又来了？快停下！让他们先跳一会儿，本来就没到我们的出场时机呢。祭祖灵碑2级，效果：门派弟子祭祖时可获得大量门派发展点，花费1000门派发展点，祭祖灵碑升级为2级。护派大阵2级，效果：当前等级可解锁防护模式、歼灭模式、连发模式，花费2000门派发展点，护派大阵升级为2级。破天之眼2级，效果：有勘破方圆1000里之效，且增强100里内的勘破精确度，花费3000门派发展点，破天之眼升级为2级。这升级门派的花费怎么一个比一个贵啊？刚赚的一波又花完了。这不是很正常？越高级的东西本来就越贵。你没玩过那些骗客手游吗？不就欺负你人傻钱多？你少说点话，你不会死。不过你真的要对6大仙门的人动手吗？友情提示：6大仙门的门派等级很高，风险可不小哦。哼，既然他们都欺负上门了，那自然得薅一波羊毛啊！而且我也得想办法提升一下个人实力了。护派大阵新解锁的连发模式，可以以1000发展点一发的功率进行连发，再配合破天之眼的高精度定位，就可以进行超距打击了。只要控制力度，就不至于打死人，这样我才能展开后续的计划。哼，人可以短时间对所有人装逼，也可以永远对少数人装逼，但是要想一直不翻车，就得自己牛逼。也可以永远对少数人装逼，但是要想一直不翻车，就得自己牛逼。先祖，关于6大仙门，杨一书、刘浩，听令，
有疑似邪灾感染者来犯我派领空，被我派护派大阵击落。现在命你2人前去调查清楚，将嫌犯带回，不得有误。是。师兄，如果那个师尊真的是灵虚圣祖，怎么办？怎么，你害怕了？我只是担心触怒了至尊。朱家啊，你记着，不管那个至尊是不是真的，都不重要，因为他是不是真的，是6大仙门说了算。再精确一点，是现在去调查他们的万法宗说了算。你们记住啊，我们代表的是正统的修仙大派的威严。至尊再强，那也是一人之身，斗不过一个底蕴深厚的门派。只要我们亮出身份，他若是对我们动手，那就是对万法宗动手。所以我们只要按照玄木大人的意思。宁风师兄，前面那是……该死，快跑！该我们上了。是谁偷袭了我们？不想活了吗？你们是？本派正在剿灭邪灾，我现在怀疑你们为邪灾感染者。23字门弟子听令，把他们押回去，等候发落。混账！你们找错人了！我是6大仙门的人，我是万法宗的宁风。你们这是自寻死路！放开我！你们这是自寻死路！放开我！哼，看来倒是不用我出手了。不过老骗子，你果然还活着吗？你们快放开我！我是万法宗来的人，你们想被灭门吗？哼，装的挺像嘛。在我们抓到的血染修行者里，你是第16个这么说的。谁装了？老子是万法宗玄木长老门下大弟子宁风，我身上就有传讯录，你尽管去问。我们会验证的。不过既然你说你是万法宗的人，那么你来我派，所谓何事？这一次你的任务是给23字门一个下马威，打探清楚他们的虚实，明白了吗？是。犹犹豫豫，果然心里有鬼。我是来邀请贵派参加1个月后的登云仙试的，邀请函就在我身上。仙祖，真的是登云仙试的邀请令牌啊，而且还是象征着中行门派的紫牌。这个登云仙试很了不起吗？仙祖你有所不知，登云仙试是以6大仙门为首组织的最大规格的试炼，以往以我们这种门派连参与的机会都不会有啊。那些有实力的门派每年就是在登云仙会上广纳良才，宣扬门派威信，可以说登云仙试就是一个门派实力的肯定。而紫色令牌便是代表中型门派的标志，除此以外还有象征着大型门派的黑牌和小型门派的红牌，这肯定是看在仙祖的份上给我们的呀。哼，他们要真看在我的份上，就不会只给一个紫牌了。哎，如果我所料不差，那个万法宗弟子一开始的目的就是想借势压人，让我们觉得拿到紫色令牌就已经很不错了。你说，6大仙门参加登云仙试，可需要什么颜色的令牌？这以6大仙门的程度，当然不需要任何令牌了。那没事了。若是用这个牌子，那登云仙试不去也罢。可是，仙祖，我们真的不去参加登云仙试吗？慌什么？不是还有1个月吗？你去把听风楼的那个狗仔喊过来。啊？喊听风楼？参加肯定是要参加的，只不过得嚣张一点。玄木长老，我们真的就让那个灵虚老祖来参加登云仙试吗？我万法宗在归元派覆灭后，
可是又花了300多年才坐稳了6大仙门之首的位子。说是那个老祖来了，我担心。是啊，长老不可不防啊。关于这一点，我自有安排，你等不必担忧。这是宁风师兄的传讯符。我已安排宁风前往23字门，想必应该有一些收获了。长老救我啊！宁风，你这是？喂，既然是伤员，就不要到处乱跑啊，乖乖被我治疗吧。我不要疗伤啊！刚才我们的疗伤工作出现了一点失误，这里是23字门，你们的弟子在我们这里受了点小伤，不过我们有流花谷弟子帮忙疗伤，请务必放心。贵派伤我弟子是要和万法宗挑起门派战争吗？即便是虚灵老祖，我们也不会。请贵派道友不要进行过多的曲解。贵派伤我弟子是要和万法宗挑起门派战争吗？即便是虚灵老祖，我们也不会。请贵派道友不要进行过多的曲解。贵派弟子在未经通报的情况下擅入我派边境，被我派门派大阵误伤。但我派始终认为，保持克制才是保持友好双边关系的最佳途径。因此，我派对贵派弟子进行了人道主义救援，并且和贵派弟子进行了和谐友好的协商，就双方门派的未来相处充分交换了意见。哦，对了，在我们发现贵派弟子的时候，从他的身上发现了这个，应该是被门派大阵误伤时候损坏的。不过，我们已经理解了你们对我派参加登云仙事的邀请。再次传达我派先祖的指导意见，登云仙事，我派会准时参加，不过令牌就不再需要了。我们相信对话可以消弭矛盾，我派愿与贵派一起深入了解、坦诚交流，共同维护修行界的。玄木长老，他们这哪门子是在疗伤？分明是虐待师兄！但我们没见过流花谷弟子吗？我们应该立马对23字门宣战，把他们灭门。那确实是流花谷的疗伤手法。啊！不愧是虚灵老祖，果然深不可测。何况此事还有流花谷掺杂其中，我们绝不能冲动行事。不过，也不能把宁风留在险要之地，须得再派人前去和虚灵老祖交涉。长老，我们不擅长这个呀。其实，有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离火长老的养女夏瑶似乎就在禹州附近游历，你等可以说服其他长老，让他前去担当此任。对啊，离火长老老是和您对着干。那就让夏瑶去应付那个老祖吧。哼，瑶儿终于舍得给我传讯了，真是的，也不知道他最近去哪里疯了呢。这是玄木，你这次有些过了。师兄，你说，当初13至尊在这里定下了这诸天盟约，约定共同抵抗邪龙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许久之后，他们之中有人还能起死回生呢？你不该牵连夏瑶。师兄，人生于世活的就是一个争，你不争，自然就有别人争。1000年前是这样，如今也是这样。而人族想要崛起，打破异族的压制，就必须结束这无聊的内斗和纠缠。以前我是这样想的，现在也是这样。无论是你，还是6大仙门，甚至是至尊，都休要拦我。就见那灵虚老祖大喊一声：“剑来！”
再无天上之境，刹那间万千飞剑遮天蔽日，把灾邪杀了个片甲不留。那蛇女看到老祖，面带秋波，眼含春色，饶是见惯了人间疾苦，也被老祖的飒爽英姿所惊。哇，那然后呢？蛇女以身相许了吗？怎么这老祖又和那什么蛇女好上了？前几天不是还在流行和夏瑶妹子在一起的吗？老板娘你是不知道，最近咱老祖传言可多了，有说他连蛇都不放过的，还有说他看上一花大师的。什么？一花大师？当然，最火的组合还要数老祖和南玉书长老了。最近的匿名作者，我也曾年少佳人出的师祖，我想以下犯上，可是火得要死。你说啥？什么都没有。快看，是老祖来了！哇，真的是老祖！南长老也在。天哪，他们俩竟然一起上街了！玉树，你有没有觉得大家的反应有点奇怪？这先祖想多了。这是因为咱们门派战胜了邪灾，名声传了出去，所以大伙都很热情。啊，原来如此。那不是老板娘吗？好久不见了。这我赢不了啊。那个，对了，翠星阁那边对正义的改进方案已经出来了，我们还是去那边看看吧。哦，新改进方案出来了，快，立马带我过去。材料方面还是没有合适的解决方案，发热问题也没完美解决。宿主，看来你其实还是很紧张这个灯离仙事啊。我又不傻，那可是6大仙门，稍有不慎，门派都只有灭门一条路。无论是那些叫神眷者的家伙，还是6大仙门，其实都在针对着我，同时也畏惧着我。我现在的位置就像下棋里的老帅，靠的是气势在唬人。但是总归有唬不住的一天。所以你要靠升级后的正义来震慑他们？不，我的目标是诸天盟约。诸天盟约？那不是……等下，外面有人。所以你要靠升级后的正义来震慑他们？不，我的目标是诸天盟约。诸天盟约？那不是……等下，外面有人。虚灵，这一次就让你尝尝我的厉害。这7绝断灵锁的滋味如何？啊？怎么是你？啊！你先放开我！哼，你先交代，你偷偷摸摸的来做什么？你不会是别的门派派来的内鬼吧？什么内鬼？我是来报恩？报什么恩？我最近听说你其实挺喜欢蛇的。最近那些画本我都看了，原来你们人族都这么开放的吗？不过你救了我，那我也是知恩图报的人。那个，你可能对我有什么误解？你觉得我是那种人吗？不是吗？啊，算了算了，我先帮你解开7绝断灵锁。前辈，有重大消息！前辈，你原来喜欢这种调调？我说，这是一场意外，你信吗？对不起，我错了。态度不错。你错哪儿了？你们人族的口是心非，话得反着听，所以以后我做事不能太直。还有你们还敢笑？我也曾少年佳人是吧？改了个笔名就以为我认不出来了？
这个嘛，还有你写《黑娘子传奇》写得很开心呢，主角还叫许玲，听说都跑到畅销榜第3名了。嘿嘿，这不是大家都很喜欢吗？就算再喜欢，你们也好多门派发展点啊！哦。啊，让本系统康康，黑娘子传奇流传效果绝佳，提升门派声望50点，带来门派发展点7300点。前辈，我来包养你。流传效果绝佳，提升门派声望值65点，带来门派发展点8100点。师祖，我想以下犯上，流传效果卓越，提升门派声望110点，带来门派发展点15000点。仙族，您别生气了，我们以后不写就是……不是写不写的问题，哎，你们写就写，可是为什么要偷偷摸摸的写？你们知道这样会损失多少税收吗？无规矩不成方圆，你们写什么我不管，但是要走正规程序，明白没有？是。你们都回去吧，以后下不为例。是，掌门。这就完事了？乌萨，正义2型和真理1型的升级点数，这下是不是凑够了？正义2型升级图纸需要1万点，真理1型需要15000点。还真够了。那么接下来就是钱的问题了，得再想办法弄一点啊。至尊也会缺钱吗？你懂什么？即使是至尊也……怎么是你？前辈对弟子真好，我以为你会因为他们拿你写故事而生气呢。这种事自然是顺其自然，赌不如输。强行约束反而会适得其反。那前辈，你看我帮了你这么久的忙，你能不能也帮我一件事啊？哦，终于要提出你的要求了吗？离火大人，您当初说，只要是各大门派中的年轻男子能接下您1成的一击之力，就可以迎娶夏瑶小姐，不知可还作数？当然。好，在下4相门白虎长老坐下徐阳，离火大人得罪了。4相门的御兽之法确实独到，不过你们对御兽的理解还是太过肤浅。公子，你没事吧？公子醒醒啊！公子醒醒啊！不合格，长老，这已经是本月第13名上门挑战失败的了。哎呀，还是得尽快找个理由把瑶儿给支回来啊！给他找个贤婿，怎么就这么难呢？那个老家伙就这样不停的想各种办法给我找夫婿，哎呀，烦都烦死了，搞得我只能在外边躲着。那么你的想法是，看来催婚这种事在哪个次元都是一样的。所以当初见到你，我就寻思啊，你说我要是带个老祖宗回去吓吓他，他是不是就能消停点了？不行，我岂是如此随意之人？50万两白银。那么你的想法是，看来催婚这种事在哪个次元都是一样的。所以当初见到你，我就寻思啊，你说我要是带个老祖宗回去吓吓他，他是不是就能消停点了？不行，我岂是如此随意之人？50万两白银。我不是这样的人。100万两。前辈，门派飞书说我以后是万法宗对你们门派的接洽人，只要你帮我这个忙，以后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一切好说。你不用说了，我好歹也是个至尊，怎能掺和这种小事？啊，真的不行吗？
难道推测有误？这个至尊真的不喜欢钱财？但是，身为长辈，太过干涉后辈的终身大事，却也实为不妥。我倒也可以说道说道。那便谢谢前辈啦。哦，对了，这个给你。哦，这是……我什么都招，别烧了，别烧了！这家伙，不过我要是不答应，你是不是不准备告诉我了？一股鱿鱼味，真香。临海派前来拜山，嘿嘿，在下临海派，特来参加登云仙事。没想到贵派竟然从邪灾中活了下来，运气不错呀！哈哈哈，运气。行了，进去吧，去人字区。是。流花谷众仙子到，见过梦蝶仙君。其他人都到了，其他几派前辈都到了，如今正在天字区等候。带路吧。快来一个人，送流花谷各位姐姐去贵宾区。不就是有大派罩着吗？有什么了不起？当初归元派还在的时候，咱们宇宙的门派什么时候被这样对待过？好了，别说了。谁让咱们是没六大仙门罩着的小派呢？赶紧走，给门派惹祸了，我饶不了你们。是。宇宙的门派好像到了，那灵虚老祖的那什么门应该也快到了吧？你说他们门派究竟是啥样的？根据各地我派驻地情报，23子门本月购买了数十万两白银的凡铁和灵石。买这么多凡铁做什么？又不能做法宝，而且他们门派哪来这么多钱？哎呀，管那些干嘛？哎，喂，问天阁的老头，你算一下呗，23子门现在到哪里了？他们还在益州。有我在的地方，均不允许有邪灾肆虐，因为我虚灵乃是为天道众生而挥剑。哇，这就是虚灵圣祖不久前单剑灭邪灾的经过，当时的场景啊，那可是……掌门啊，最近咱们这儿忽然来了好多人，都在宣传虚灵老祖，咱们路人派是不是应该管一管啊？哎呀，我也想啊，但是一听说虚灵老祖要路过咱们这儿，门下弟子都疯了呀！蛇女万岁，富婆万岁！住口！老祖明明是师叔的，万一这个老祖是假的呢？掌门大人，为了咱们门派的尊严，咱们也得……为什么呀？老夫明明看好小徒弟和老祖的组合呀！哎，不是，我的意思是，管他是真是假，那是六大仙门要想的，关咱们屁事啊！先当他是真的就行，明白了吗？他们就是23子门，怎么不像修行门派呀？蓝少师兄，奥斯卡计划已准备完毕，随时可以开始。通知所有演员，计划开始。是，快看，那是什么？这是天道之门呐！什么？天门出，圣人临，真的是至尊呐！恭请至尊降临！恭请至尊降临！天门出，圣人临，海江明，降至尊，这不是最近讲灵虚圣祖故事的那些书里的话吗？天哪，是真的！对，我也看过。恭请至尊降临！恭请至尊降临！恭请至尊降临！苍生幻舞，无变降临。玄木，戒律长老说，23字门还在益州安养，
安阳，他们的行动如此之慢，或许23字门的门派实力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低，甚至不排除虚灵圣祖实力下降的可能。你的推测我信得过，那么你的建议是什么？他们的行动如此之慢，或许23字门的门派实力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低，甚至不排除虚灵圣祖实力下降的可能。你的推测我信得过，那么你的建议是什么？我们可以试探一下，如果这个至尊真的实力下降了，那么我们风险很大，但是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但是我们必须在不引人注意的情况下出手，绝对不能展露身份，否则其他几大派绝对会用对至尊不敬的借口对我们出手。让戒律长老继续观察，他最擅长暗杀之道。如果有合适的出手时机，不要错过；但如果没有机会，就绝对不可以出手。戒律长老，以上就是玄木大人的意思了，还请您务必注意隐藏身份。我可是最擅长隐匿之道的先天境长，他绝对发现不了我。只是这家伙在不停的显圣，以一堆人围观，众目睽睽之下，实在没有机会啊。不过总会有机会的，我就不信你们就这么一直耗着。哼！你就是这里的掌门？至尊，在下乃路人派掌门路人甲，不知至尊来此有何要事啊？你们运气不错，本尊最近正在各地开坛，传授至尊独家修仙秘法，你们可有兴趣？还有这种好事？不错，你们可以告知自己的亲朋好友，本尊讲法不论仙凡，一视同仁，有意者均可旁听。众弟子听令，快去通知周围各门派，就说至尊在咱们路人派传道。是。快，老婆子，让那臭小子马上回镇子上！哎，大家快去喊人啊！把附近村子的人都喊过来。就这样，越热闹越好。大伙儿，快，一定要赶上至尊传道啊！快，一定要到益州啊！至尊传道，去晚了就没得听了。是。该死，怎么人越来越多了？不行，我得去看看。各位，神眷者的大人说，只要咱们能给23字门带来足够的损失，就可以成为他们的一份子。这是让咱们保持理智的唯一方法。凭咱们能做些啥呀？前段时间的邪灾不是都被他们给灭了吗？听说还有神眷者的大人失踪了。对呀，那可是虚灵圣祖啊！神眷者大人说了，灵虚圣祖其实实力根本没有恢复。现在有这么多的凡人在安阳，咱们只要把那些人都感染了，制造出混乱，绝对可以对付他。咱们都是来自那些没人看得上的小派，接受了灾邪的力量，才成为了别人眼里的天才。你们真的愿意就这样被魔化成为没意识的傀儡吗？好，就按你说的办。哦，人真多，接下来就看什么时候有出手的机会了。喂，老骗子，你确定你的方法行得通？当然，盛名之下无虚事。我们要做的就是营造出我们在各地斩邪灾的形象，越高调，我们才能越安全。高冷间已经感受到周围的邪龙气息了，接下来就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干掉那些邪燃体。哼，不信的话，你看我炸他们一下，绝对能炸出来不少邪燃体。今日，本尊将在此地开坛讲法，尔等皆为有缘之人。多谢至尊。不过，今日似乎有一些心怀不轨之人，劳烦就不要藏了，出来吧，我已经看到你了。
不愧是虚灵圣祖，竟然连我的牵引流光盾都能看破。想不到我的青龙之影也瞒不过灵虚圣祖的法眼啊！我去，这你都能发现？开玩笑的吧？果然出来了吗？我操！这仨谁呀？哪来那么多先天期的玩意儿啊？平遥仙会的九算，还有四象门的青龙，你们怎么在这里啊？万法宗的戒律，你在这里做什么？我是来冲啊！打倒灵虚！这是我们当然是来剿灭邪灾、保护至尊的呀。你们说对不对？说的没错。是啊。打倒灵虚！这是我们当然是来剿灭邪灾、保护至尊的呀。你们说对不对？说的没错。是啊。至尊，你放心，我们平遥仙会绝对会保证您的安全的。看来只能另寻机会下手了。绝对不能让其他门派抓住把柄。就是，谁要是敢对至尊不利，我第一个不同意。至尊的安全当然由我万法宗来守护。原来如此，你们有这份孝心，我十分欣慰啊！我信你们的鬼！一群老阴逼！哇，那不是平遥仙会的九算仙君吗？还有，那个是四象门的青龙长老，我见过他的雕像。天哪，还有万法宗的戒律长老！啊，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真人啊！不愧是至尊，竟然连六大仙门的仙君都亲自来护送了。对呀！被这人这么一传，灵虚要真的出事，岂不是要怪到我们头上了？哎呀，失算了呀！三位，来都来了，要不要和本尊一起为在场的各位传道呢？相信你们应该也对我派的修行功法比较好奇吧？不如趁此机会互相交流一番，如何？交流功法？不知至尊是想要交流什么？如果只是一些入门功法，我并没有太大的意愿。话别说太满，不如你们就跟着先听一听，再看有没有兴趣吧。这就是虚灵老祖给门派弟子的修炼之法。这只是其中最入门的一步，是给凡人弟子用的。他们的门派还有一些类似灵力高术之类的高级功法，据说更加的深奥。即使是入门功法，却也有不少独到的见解，阅读门槛却也不算高。对修为高深的修行者来说，也有不少的参考意义。我就说吧，在他们那儿待了一段日子啊，比咱们这儿感觉好多了。胡闹！记住，你是万法宗弟子。可是你明明知道玄木长老的做法不对，邪灾一年比一年严重，他却故意放任不管，死了那么多的凡人，他还是只想着和其他的大天驱斗，而你什么都不做。你明明从小一直教过我，不管是异族的命还是凡人的命都是命，为什么23字门可以救那些凡人，我们就不行呢？如果世间之事都是如此非黑即白，那很多事情就会简单许多。邪灾越来越严重，所以人族才更加迫切需要凝成一股力量，而玄木想统一人族，就更加不能浪费门派的力量。而如果我反对他，万法宗定然会分裂，到时候你觉得会让多少人失去性命？谁又去救那些人的性命？在这些事上，没有对错，只争胜负。所以，我不愿去争。义父，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的问题，但是我知道，什么都不做肯定是不对的。
遇到麻烦总要去想，连想都不想，永远也解决不了问题。我永远是万法宗弟子，但是我也希望自己能做一些什么。这些年我去了很多的地方，观察了很多的门派，我觉得23字门也许真的不一样。青城剑派仙使到，问天阁仙使到，拜见剑老，拜见掌星仙君。大人，除了四象门和平遥仙会，其余4大仙门都来齐了。戒律长老至今没传信回来，可能没有找到出手的机会。无妨。登仙阵法准备的如何了？已经把登山的试炼阵法增加了1倍的难度，如果是凡人，几乎无法通过。这23字门都是凡人弟子，既然无法御空走仙路，那便只能让他们走凡路了。只是如此的话，那些其他的凡人恐怕也都……资质不够的人，本就无资格登仙。玄木大人，23字门已经到了，玄凡路那边出了一些状况。这23字门都是凡人弟子，既然无法御空走仙路，那便只能让他们走凡路了。只是如此的话，那些其他的凡人恐怕也都……资质不够的人，本就无资格登仙。玄木大人，23字门已经到了，玄凡路那边出了一些状况。不用理会，如果他们想上山的话，就让他们……大人，不是这样的。虚灵圣祖带着3大先天长老在山下洛阳城进行公开的传道，已经没人来参加登云仙事了，都跑去听圣祖讲道了。虚灵圣祖体恤黎民之苦，哀叹修行之艰。今日圣祖携3大先天仙君传道，让我们一起恭请至尊，恭请诸位仙君。恭请至尊，恭请诸位仙君。荆州洛阳为6大仙门之一，万法宗所在地界。千年前，13至尊在此地立诸天盟约，开创了和邪龙大战的序幕，奠定了之后1000年来的格局。归元派覆灭以后，万法宗取代了归元派，广纳皇室弟子，一举成为了6大仙门之首。但是自从你去了万法宗，做了副宗主，就着实变得无趣了很多。虚灵圣祖如今在洛阳开坛讲法，你觉得哀家该如何做？该表何种态度？太后自行决定即可，问我作甚？好了，我已经稀释了丹药的药性，可以吃了。又是这种回答，你就当我是在询问以前的夏离兄长，而不是万法宗的长老，不行吗？不然，我就不吃药。多大的年纪了，还这么任性？虚灵去万法宗参加登云仙事，玄木便有很多法子来压虚灵的事，然后借此不承认虚灵的身份。所以，虚灵阻碍仙云登云仙事，倒是逼得万法宗来自己的主场表态。如果承认了他至尊的身份，万法宗很多手段便不好再使出了。我明白了，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表态这种事就让玄木去头疼吧，我们皇室装傻就行了。这是你自己猜的，和我无关。来，吃药。太后娘娘不好了，陛下要带人跑出宫了。皇上他又造反了。陛下说要维护皇室的威严，御驾亲征去了。御驾亲征？不会是……麻烦了呀。至尊的讲法非常神奇，我只听了几次，就感觉瓶颈开始松动了。可惜至尊每次只讲一小节，所以为了听，我一路从益州跟到了荆州啊。当真如此？那确实要听听看啊。哎呀，你看那几个仙君都在，还用说吗？反正也没机会下手，不如多听几次。话说上次那个方程怎么解啊？戒律没脑子，不过万法宗
应该会有所行动吧。毕竟现在可是在荆州，算是在砸登云仙氏的场子了。这一路上，旭灵不断蓄势，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即使是万法宗，恐怕也不好硬来。今天我们来讲第1章第4小节第5段的内容。陛下万岁！万岁！万岁！终于来了吗？大夏皇室早就被万法宗架空了，看来是玄牧出手了，让皇帝代为表态吗？陛下，这里便是虚灵圣祖讲法之处。很好，众爱卿听令，朕摔杯为号，快给朕把这个冒充圣祖的反贼拿下！诺。哼，我操，对面这么莽的吗？舅舅，你来的正好，快给朕拿下虚灵，助朕复兴夏氏！来人，给我把陛下带回去。是。舅舅，朕这是御驾亲征啊！你们放朕下来！朕要匡扶夏氏，早点亲征啊！如今皇上尚且年幼，孩童之语，请至尊切勿当真。哼，我怎么会在意这些小事？你他妈以为老子玩脱了？如今皇上尚且年幼，孩童之语，请至尊切勿当真。哼，我怎么会在意这些小事？我他妈以为老子玩脱了！吓死我了！是万法宗的副宗主啊，还以为会是玄牧亲至呢。不过离火既然出现，万法宗也该表态了。戒律长老，戒律长老呢？咦，离火怎么来了？溜了。那么，请问你是何人？接下来，你们会如何表态呢？是承认我这个至尊的身份，还是要在此处和我翻脸呢？万法宗离火见过至尊。什么？他们去了皇城，离火也在。是的，而且灵虚老祖还说，每天都会准时在洛阳城讲法。那些修行者和武师为了每天去听讲，都不来参加登云仙事了。岂有此理！你去宣布，登云仙事直接开始，不用再等其他门派了。可是，还有什么事？那些依附四象门和平遥仙会的小派，听说了青龙仙君和九算仙君的事，如今都摇摆不定，想要离开。流花谷的众位仙子已经准备走人了。知道了，你们先去劝一下如花谷，我稍后就亲自过去。是。果然和你想的一样，他并没有来。虽然戒律没有机会出手，但是可以明显发现，虚灵在心虚。如今我有90%把握，他实力不在全盛期。他不会想到，如今的局面才是我们最想要看到的。各位仙子，还请冷静一下。怎么，本君想走，你们还想强拦不成？仙君不要误会，只是6大仙门一向共进退，那23字门只是区区野派。你没事吧？我怕也有弟子加入23字门。你这话不要让我听到第2遍。走。流花谷真的走了？那这登云仙事还办不办了？那咱们也要不要？对呀，这正是个机会啊！我也想去听至尊讲法。掌心仙君，现在的情况你怎么看？啊，青龙和九算跟着灵虚，用屁股想都知道，必然是有所图谋。至于流花谷，这次千方没来，而是派了强硬的梦魔仙君，恐怕也有他们的打算。想必是有一场好戏。我没事，赶紧去告诉玄牧大人。至于玄牧，和我们斗了这么多年，你该不会真以为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吧？这是万法宗的护派大阵——万仙诛魔阵。
玄木，你要拦我？岂敢！不过梦蝶仙君不如听本君一言如何？至尊降临洛阳，我派副宗主离火第一时间去拜见，而本宗主也和众长老商议之后决定，为了表达对至尊的敬意，今年登云仙事将在洛阳皇城举办。啊，真的吗？梦蝶仙君与其独自离开，不如和我一同前去洛阳拜见至尊，不知仙君意下如何？哼，那便依你所言。有意思。小姐，事情就是这样子。而离火大人的出现，似乎是和皇上有关。如今玄木大人说要改在洛阳召开登云仙事。皇上虽然顽劣，但是也光靠他自己，应该不至于做出这种出格的事情才对。您的意思是，这里面可能有人插手？毕竟义父也是出身皇家，真的捅了娄子，玄木也可以把锅甩在皇室身上，进一步削弱皇权。小姐，大好了。哎呀，不过我这个被捡来的便宜郡主，倒也可以趁这个机会回洛阳了呢。哇，这里真的好热闹啊，好多好吃的啊！喂，要不要来一串呀？哎，什么？新鲜的烤蛇肉哦！哇，这里真的好热闹啊，好多好吃的。喂，要不要来一串呀？哎，什么？新鲜的烤蛇肉哦！唉，这种3天不打上房揭瓦的风格，也不知道是和谁学的。哎，快看，登云仙会入门意愿公布了，23字门最近风头真盛啊，竟然这么多人想去。哎，这么多年第一次有6大仙门之外的门派冲到第6名吧？不过万法宗真厉害呀，一直在第1。毕竟万法宗可是有诸天盟约呀，谁不想去看看？哎，师叔啊，诸天盟约是啥玩意儿啊？诸天盟约不是什么玩意儿，是1000年前13至尊立在洛阳皇城的一件神物。据说上面记载着13位至尊的修炼心得，但是寻常人根本难以理解，只有极少数有缘人才能从中悟得一二。更有不少人在窥得诸天盟约中众位至尊的教诲后，念头通达，突破了多年以来的瓶颈，修为大进。300年前，万法宗控制了皇城，占有了诸天盟约。从那以后，要想再窥得诸天盟约，就必须参加登仙试炼，加入万法宗。而这也让万法宗更加坐稳了6大仙门之首的位置。13至尊都在上面留了话，也就是说，也包括仙祖喽。那我是不是可以直接问仙祖，当初13至尊都在上面写了什么？这样我们不就知道了？这个思路……站住！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他？你不尊重蛇权！哪里来的疯子？这是我的灵宠啊！总之，我们先去东云仙室吧。仙祖去了皇城，我们就别给仙祖惹乱子了。带着一帮熊孩子的感觉，心好累。一只刚刚化蛟的小蛇，修为大概呈西境中境，倒是很适合这位灵宠啊。不愧是研究妖族的专家，一眼就能看出那蛇女的真身。在登云仙室上拿下她，这颗千年碧血莲就是你的了。你们6大仙门还真是脏，不过我喜欢。想不到
皇室对我的招待还是很够格的嘛。只不过，手伸出来。来皇宫你竟然看太后打孩子，说出去别人都不信呢。哭什么哭？你还有没有一点皇上的样子？还跑去冒犯至尊？我平时就是这么教你的吗？啊，至尊，我家陛下年幼，之前的冒犯，还望你能原谅。哦，哈哈哈哈！太后见笑了，我怎么会和小孩子一般见识？那我就放心了。所以你也不用演这么多打孩子玩了，咱们开诚布公一点，如何？太后单独找我，想必不是单单为了让皇上道歉而来。我也没兴趣了解如今的皇上到底是不是个熊孩子，那样很累。我们不妨有话直说吧。你们下去吧，把皇上带去御书房，没我传话，不要回来。你真的是在打着玩的呀？谁能给朕解释一下？皇上是被有心人蛊惑，才前去挑衅至尊的。也就是说，有人希望我们皇室背起对至尊不敬的名头。这样，不管您和其他门派斗争谁胜，皇室都会成为牺牲品。我明白了，所以你喊我来，是想强调一下，之后登云仙会发生的一切冲突都和皇室无关，皇室也不参与任何表态，冤有头债有主，请至尊找对人，是吧？至尊说话真是太直爽，你们古代人都是这样耿直的吗？我明白了，所以你喊我来，是想强调一下，之后登云仙会发生的一切冲突都和皇室无关，皇室也不参与任何表态，冤有头债有主，请至尊找对人，是吧？至尊说话真是太直爽，你们古代人都是这样耿直的吗？这些丹药和法宝都是我皇室多年来的珍藏，便赠与至尊，以表达哀家的心意。看得出来，太后娘娘为了皇室安危，肯定经常和各大仙家大派周旋，在夹缝中求存，实属不易。不过我有一个更好的交易，不知太后有没有兴趣？锅我们全背，只要和您讨要一样东西。吉时已到，众位仙家，本次登云仙事于洛阳举办，将由本官主持。各大仙门及武者均可按照自身所长参与六大门所布的仙法六艺试炼。师叔啊，仙法六艺是什么呀？仙法六艺是当前修行界的六大修行流派，也是六大仙门各自擅长的领域。具体来讲就是……下面，本官将宣读6科试炼内容。兽之道为4象门所布，善使灵虫者可参与此项试炼，优胜者可获上品灵宠1只。医法礼乐之道为流花谷所布，善医术礼乐者可参与此项试炼，优胜者流花谷将相赠7黄琴、上品灵丹1副。七法之道为青城剑派所布，善兵器法宝者可参与此项试炼，优胜者将获得上品仙剑1枚。炼体之道为问天阁所布，专修肉身者可来此处试炼，优胜者将获得上品淬体功法1部。卜算之道为平遥仙会所布，修卜算之道者可参与此项试炼，优胜者获乾坤百卦1部。哦，原来如此。不过还差一样呢。小云，你还记得我们门派祖传的回字符和镜字符吗？难道……
不错，剩下的一个，便是虚灵圣祖去世，归元派灭门后，被皇室所继承的。符册五行之道，为万法宗所布。修术法符册者，可参与此项试炼。有胜者，获准参悟楚天盟约一日。自家的传承都被别的门派抢，他竟然没啥反应。不愧是灵虚圣祖，心机颇深啊。还真沉得住气。另外，遵太后懿旨，本次登云仙试除仙法6艺之外，还增加一门试炼，由23字门所布。有胜者，获准虚灵圣祖1对1修炼指导1年。什么？真的吗？登云仙是1000年来的传统，一直都是考究仙法6艺，怎可随意增加别的试炼？皇室如此做派，是想惹我们6大仙门震怒吗？此事无关皇室，是本尊逼迫太后降下懿旨的。你所说的传统，还是我当年和你们老祖宗商量着一起定的。现在本尊修改一下，有何不妥吗？当然了，你把其他至尊喊来，他们要是也不同意，那我就不改了。好像是这么个理。贵派实力与6大仙门相差甚远，即使有至尊担保，恐怕也难以服众吧。你说的倒是有几分道理。要不这样吧，让我门下弟子参与你们6派所有的事，要是把你们都吊打了，是不是就可以服众了？等等，仙祖，你说的倒是有几分道理。要不这样吧，让我门下弟子参与你们6派所有的试炼，要是把你们都吊打了，是不是就可以服众了？等等，仙祖，至尊未免太过自信。若是真如你所说，万法宗毫无意义。如果是这样，流花谷自然也同意。哼，有意思。青城剑派同意，平遥仙会没有意见。这怎么玩啊？老祖等等啊，仇恨拉满了。哦，对了，我派还会派一些凡人弟子参加试炼的，条件不变，一样吊打你们。完了，师父，徒儿对不住你啊。至尊威武，不知可否得知贵派修行是何种流派呢？本派修仙流派名为科学。仙祖啊，我的好仙祖！我们牺牲以后，你老人家要照顾好自己呀。仙祖，您陪葬陪是我们不对，不过后来都偷偷给您塞回去了。别慌，对咱们门派有点信心嘛。想想这1个月来，咱们生产了多少秘密武器？那些东西真的够我们对付失恋吗？咱们门派只有蛇姐姐是承袭境，其他人的境界都很低啊。放心吧，要不这样，你们只要好好努力，按照我说的做，我就把诸天盟约上的东西都告诉你们，如何？是全天下修行者都想知道的内容哦，乃是1000年来最大的秘密，6大仙门的掌门都看不全哟。你们真的不想知道吗？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韶华白首，难敌一朝千物啊！招魂道，惜死矣。若能窥得至尊一隅，虽死无憾。仙祖，你就放心吧。好，23字门，幸甚有你们呐！哎，为何法器试炼会在猎场？不会是让我们打猎吧？怎么可能啊！我们好歹也是修行者。对呀，
你们说的不错，气法之道的试炼确实就是打猎。哼，这也是我们青城剑派的入门试炼之一。准确的说，应该叫打鸟。试炼很简单，看好了。就是这样，用你们的法宝，尽可能多的打掉这些机关枭。一炷香的时间，打掉的数量越多，成绩越好。嘿嘿嘿，看起来很简单嘛。6大仙门的试炼，看来也不过如此。就让我们金刚派先来吧。哼，好说。那试炼开始。来的正好。通天修为，天塌地陷，紫金锤！别跑，吃尾锤！别跑，怎么打不中啊？这机关鸟好快的速度，没想到竟然这么灵活。一炷香时间到，成绩1只。哼，力气大有什么用？还是得看我的法宝——癸水飞针。这怎么可能？哼，我们这机关蒿可是铁玄木制作而成，威力太小的话，可是没任何作用的。莲华派6只，飞沙派8只，金龙派12只。这群机关鸟也太气人了！他们摆那个图案是什么意思？总觉得在嘲讽我。好气呀！哼，这第一场法器试炼考究的不仅仅是法宝本身，还有自身修为对法宝的预使力。师尊，你真的要让凡人弟子参与这样的试炼？看下去不就知道了。下一位，23字门弟子。轮到23字门了。哎，他是在做什么？小丫头，你这是在做什么？要不还是弃权吧。凡人之身，根本连驱使法宝的灵力都没有。仙君稍等，我马上就好了。下一位，23字门弟子。轮到23字门了。哎，他是在做什么？小丫头，你这是在做什么？要不还是弃权吧。凡人之身，根本连驱使法宝的灵力都没有。仙君稍等，我马上就好了。小妹妹，别折腾了，俺都打不着，你再折腾也没用。就是，这玩意儿根本不是一般人碰得着的。那是什么法宝？打中了？不会吧？应该是巧合。1、2、3、7、15。这是开玩笑的吧？时间到。23字门最终成绩57只，排名第1。这是什么法宝？这个叫正义2型狙击款，口径27毫米，附带穿甲服和自动填装连发功能，还可以根据需要更换燃烧或者爆裂符文。如此珍贵的法宝，为何会给你一个凡人？也不珍贵了，我们门派基本人手一把。啊！这难道是所有弟子都有的？没错，你们要是有兴趣的话，我不介意送几把给诸位玩赏。哎，此话当真？当然，后面还有其他有意思的东西，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多观赏一下。我还有事，就先失陪了。哼，我就不信你们不上钩。卜算之道的试炼场叫做迷踪八门，是平遥仙会所惯用的迷阵之一。此阵法可以让八门偏转，导致难以寻找出路。只有用卜算之法占卜出被偏转之后的八门，才能找到通路。怎么可能？以前完全没见过这种情况啊！卜算一片模糊，完全算不出来哪里是出口啊！
呀，我的钱怎么不听话了呀？奇怪，怎么这么久都没人走出来？这一季的修行者资质这么差吗？要不再等等吧。先祖专门给了这个卜算干扰器，也不知道有用没用。那么接下来就用灵力加密频道开始找出口吧。亲爱的，看到你的第一眼，我就知道你把我的心都已经弄乱了。本人正缺一个灵宠，你愿意陪我看尽这江南的桃红柳绿，塞北的大漠斜阳吗？哎，别走啊！哼，闪开，让我来吧。之前很多人都没抓到几只灵兽，他难道有什么办法？就是啊，今天的灵兽不知道怎么了，一个比一个胆小。实习时间，过来我面前的，我不吃它。卜算和御兽试炼都是23字门的成绩最好，真是奇怪。仙子，医术试炼那边现在都没出成绩，你知道是什么情况吗？没事，挺正常的。哎呀，放心，等下去就会出结果了。总觉得他有什么在瞒着我。我的腿已经病了，20多年怕是治不好了。相信我们吧，就是。哎，放心啦，我们可以治好你的。不好意思，我没病，不用治了。怎么回事啊？都没一个让我们治的，这试炼怎么进行嘛？就是。站住！皇城禁地，禁止通行。这是太后的令牌，把门打开。是。喂，你这样跑来皇城，不担心你的那些徒弟的试炼吗？放心吧，我给他们做了很多预案，区区试炼没什么问题的。最重要的还是诸天盟约。这就是你和太后讨要令牌的缘故。可是那些诸天盟约的心得，你应该都知道才对吧？谁告诉你诸天盟约是为了给后人留心得的？喂，你这样跑来皇城，不担心你的那些徒弟的试炼吗？放心吧，我给他们做了很多预案，区区试炼没什么问题的。最重要的还是诸天盟约。这就是你和太后讨要令牌的缘故。可是那些诸天盟约的心得，你应该都知道才对吧？谁告诉你诸天盟约是为了给后人留心得的？诸天盟约表面看来是至尊们留给后人的心得，然而实际上，这可是人族存活的底牌之一啊！1000年前，13至尊就考虑到人族未来的危机，于是各自分出了部分修为，注入到了诸天盟约之中。在人类面临灭绝之危机的时候，这块盟约碑会爆发出13至尊合力的威能，护住人类最后的余晖。而防止这股力量日后被人瞎用，这个秘密只有13至尊才知道，并且发誓绝不外传。所谓的心得什么的，不过是顺带的罢了。居然还有这种操作！如今各大门派的目光都在仙法6翼的试炼上，这个时候诸天盟约的守备最为薄弱，正是来这里的最好时机。到了，前辈，你来啦！宗主，目前已经有3场试炼被23字门夺得第一了，后面的试炼我们就这样看着吗？当然要有所行动，只不过在这之前，我们必须确定虚灵的实力到底如何。可宗主，你真的要用这个？这块天道石把来历不明，虽然他几乎知晓一切事物，但是付出的代价也很重。没事，应该值得。门之耀，
万物归一者，我有事相询。所得必有所失，你准备好付出代价了吗？准备好了。我想知道，如今的虚灵圣族到底是什么修为？夏瑶，你怎么在这里？我是万法宗的弟子啊，在这里不是很正常吗？倒是前辈，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我只是想看看我曾经留在这里的东西罢了。以前留在上面的话，有需要修改的地方。原来如此，不愧是前辈呢。那当然，时间紧急，我先看看啊。前辈只要打败我，就可以过去啦。我的剑威力很大，伤着你可不好。没关系的，其实我认真起来还是挺厉害的。价值1万两白银一张的朱雀符，前辈的剑果然很厉害呢，连朱雀符都不怕。嗨！喂，你来真的？前辈，这里有万法宗的阵法，外人来此，很快就会被万法宗的人发觉哟。哦。有入侵者偷窥诸天盟约，长老们都不在，速去拦截。一景阵法吗？有药离火之朱雀雨，那是夏瑶师姐的撒钱雨，她竟然动用了这一招，好有钱！哦，不对，好厉害！你们来晚了，入侵者已经被我打跑喽。不愧是夏瑶师姐，那我们就离开了。你们去忙吧。你的目的是救那些万法宗的弟子？妹子，你高估我了，来一群我还真不一定打得过呀。太后和我说了前辈要令牌的事，所以我就怀疑前辈肯定要来诸天盟约杯，所以我担心前辈会对前来阻止的万法宗弟子下重手，那便不好收场啦。那些弟子其实是无辜的。这样的道理我岂会不懂？不过也多谢你出手，省了不少麻烦。这就是诸天盟约杯啊，和记忆里的倒是有些不同了。因为后人们又在上面增添了一些内容。可惜当年至尊留下的教诲，依然少有人能领悟出来。偶有所悟，也是似是而非，模模糊糊，语言不详。那你想感受一下完整版的至尊教诲吗？可惜当年至尊留下的教诲，依然少有人能领悟出来。偶有所悟，也是似是而非，模模糊糊，语言不详。那你想感受一下完整版的至尊教诲吗？可以吗？前辈，有何不可？不过你可别吃惊，闭眼，仔细感受。我知道了。这是来到此地的后人哟，吾要告知你至尊的修炼秘诀，你可要好好听仔细了。那便是生死看淡，不服就干。总算是糊弄过去了。当初13至尊留在诸天盟约里的，哪是什么修炼心得？那完全就是当初那群人闲得蛋疼，想留点啥，又不知道说啥好，瞎逼逼的13套鸡汤套餐呢。那么接下来该干正事了。母后，为什么你要把至尊和你交易的内容告诉夏瑶姐姐啊？我以前没教过你吗？凡人的生存之道，就是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如果可以的话，我并不希望那些修仙门派产生剧烈的冲突，否则神仙打架都是凡人遭殃。
完全听不懂。听不懂还不多读书？都怪那个至尊，都准亲政了，一定要的好看。哦，对了，我差点忘记了，为了感谢太后的慷慨，我这里还有一件礼物，特别适合送给皇上。啊？我派专门给小孩子用的180套试卷，小孩子最喜欢，修炼效果卓绝，绝对靠谱。太后娘娘，万法宗求见。万法宗，他们来做什么？皇上，准备一下，迎接万法宗的仙长。哦。见过皇上，见过太后娘娘。不知仙长前来有何要事？万法宗试炼即将开启，玄木长老邀请皇上与太后娘娘前去观礼。没错了，这就是当初我留下的灵力。那么，接下来，收！好疼！就算是我自己的灵力，贸然吸收太多，还是会对肉身造成很大的负担的。不过，给我吸！我看到了，封锁我实力的锁链解封了一些了。司主，你的修为到成吸境了。啊，你最好别一次吸太多，不然肉身可能会承受不住的。那个，好像停不下来了。我操！我的手好像粘在上面了，好多的灵力，而且力度好大。宿主，快停下！要是继续这样下去的话，停不下来，这好舒服。会丧失理智、走火入魔的。宿主，快离开这里！靠！不散！该死，好狂暴的灵力！不过，这可是我作出来的死，没道理让别人擦屁股。来个锤子的刀啊！这里是……我去，你哪位啊？本系统还不是为了救你，结果吸收了太多灵力，就成了这个鬼样子。这样啊，那你还能恢复吗？看那边。那是。切记，今天你以门派骄傲，明天门派以你骄傲。相信自己，你是最棒的。我跟你讲啊，修炼这事儿讲究说学逗唱。你是哪位至尊啊？求求你别念了！那是。切记，今天你以门派骄傲，明天门派以你骄傲。相信自己，你是最棒的。我跟你讲啊，修炼这事儿讲究说学逗唱。你是哪位至尊啊？求求你别念了！这不是13至尊的鸡汤套餐现场吗？看着好羞耻。我们到这里来干嘛？现在我们还在吸收诸天盟约杯的灵力，继续拖下去你怕是会爆掉，而我估计也会死机重启。不过本系统计算过，只要能再多一个人来分担灵力，灵力冲击就可以下降至本系统可以承受的临界点以下，我们就可以脱离了。你的意思是？呵呵，宿主，又到你最擅长的表演时间了。安静下来了。哎呀，太可怕了！原来至尊教会是这样的东西。不错不错，孺子可教。之前的考验你竟然承受了下来。那么接下来，本尊可要真正来亲自教导你了。你准备好了吗？你不要过来啊！放心吧，这一次是真正的至尊教导。真正的？没错，真正的教导就是接受本尊赠予的灵力。准备好了吗？
这是……哼，至尊教诲就应该简单粗暴，传功就完事了，哪有那么多神神叨叨？啊，暴走的灵力疏散了，宿主干得不错，我们可以脱离啦。谢谢前辈指导。去吧，你我缘尽于此，你该离开这里了。这就是诸天盟约的至尊教会吗？和想象中的有点不一样呢。搞定。好个锤子！本系统这次差点被你搞死机了。我跟你讲，这绝对得是门派发展点了。成，你自己从余额里扣。提升到了承袭境，我总算可以正儿八经的使用1-2个至尊的技能了，比如当初的剑阵，而且已经激活的诸天盟约也可以作为我关键时刻的一张底牌。这下应该稳了。这到底要怎么打呀？整个场地都设置了剑灵结界，术法不妙，法宝也没办法用，根本没办法对付那个家伙呀！他冲过来了！危险！没用的，这家伙不怕法宝的攻击的。所谓反正我不要灵力，是我超解了！好厉害啊！在无法使用灵力的地方，竟然能凭借蛮力制服恶龙，而且那把武器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真的假的？23字门已经5场第1了！天哪，好厉害啊！这该不会作弊了吧？喂，饭可以乱吃，话不可以乱讲啊！是。5场试炼均拿下了第1，真是让人惊讶的成绩啊！实力只是一方面，毕竟6大仙门没有亲自下场，真正让人惊讶的是他们门派拿出的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虽然他们只是派出了几名弟子来参加试炼，但是背后透露出的其实是一种更强大的威慑，而这些威慑也是其余仙门选择中立的原因。前5场试炼，各大门派都在作弊上官，并未插手，就看接下来万法宗的试炼表达了他们什么样的态度了。前5场试炼，各大门派都在作弊上官，并未插手，就看接下来万法宗的试炼表达了他们什么样的态度了。登云仙市下一场试炼将在2日后举行，试炼地点13州神塔之荆州塔。宗主，23字门已经拿到了5场优胜，他们拿出的新式武器十分特殊，已经引起了各大派的讨论。我们是不是放弃？不用慌，其他5派的试炼本来就影响有限，况且我们不也有没用的手段吗？可是宗主，我们对天道石板的研究还没有完成，没必要继续浪费时间。之前我们已经确认了，这枚天道石板完全可以发挥出不下于至尊级别的力量。这次的试炼的机会，我们不能错过。神族利益核心必须是万法宗，也只能是万法宗。登云仙市，这些仙门还在玩这些哄小孩子的游戏呀！先知大人，我们已经确定这里有主的气息，是否行动？不用急，先潜入等待时机。
神眷者最不缺乏的，就是等待时机的耐性。是。哈哈，想不到贵派竟然有如此实力，以前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呐。在下乃青州承欢派，不知能否结交一下？在下水云帮，在下雄鹰宗，在下金火门，也来混个眼熟，仙子不介意吧？好说好说，我派也早想和诸位好好认识一下。小云，去找蛇妹子玩吧，这里我来就好。好的。不得不说啊，你们那老爷子真的很厉害啊！来，干！哼，我感觉这种场合的人族比邪灾都难对付。蛇姐姐，你看我做什么？我忽然想问你一个问题。啥？你们妖族变成原形的时候，是不是相当于我们人族不穿衣服的时候啊？这样的话，你是不是相当于光着身子和先祖见面的？你是不是想挨打啊？哎呀，我就是这么疑问嘛。对了，你有看到先祖吗？之前好像看到他和一个小矮子鬼鬼祟祟的出去了。八成又是去坑人了吧？小矮子，你找我有什么事？我才不是！不对，这不是重点。至尊啊，其实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正义能卖不？你要买正义呀？为啥？你小声一点，我就是问问。啊，众所周知。我们四象门是靠御史灵兽来进行战斗和修行的，正面的战斗力十分强大，曾经也是6大仙门中名气最高的。但时间久了之后，各大门派都知道怎么针对我们，那便是针对相对来说纤弱的修行者本体。上，给我抓住他们！这是你，救命啊！所以看到正义，我就想到，这是有效提高我门派弟子本体战斗力的东西，非常适合我们啊。这个有点难呐。为了这个东西，我们可是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打算自用的。哼，你放心，要多少你开个数，我们给得起。说什么话？本尊好歹也是堂堂至尊，是那种狮子大开口的人吗？要不这样，我记得你们四象门是不是有不少飞行灵兽来着？飞行灵兽，至尊，飞行灵兽十分珍贵，即使对我们四象门来说，高等灵兽也是重要的战略资源，绝不允许外界的。看把你紧张的，我又没说要那些战斗力高的，只是要一些能飞的家伙就成，不能战斗也无所谓。至尊，飞行灵兽十分珍贵，即使对我们四象门来说，高等灵兽也是重要的战略资源，绝不允许外界的。看把你紧张的，我又没说要那些战斗力高的，只是要一些能飞的家伙就成，不能战斗也无所谓。啊，没战斗力的也行？是啊，我虽然是个至尊，但是门派百废待兴，正好也想交个朋友。你出售给我一些能飞的灵兽，我甚至可以答应免费赠予你们门派50把正义。哦，免费？没错，我们就收个后续的维护钱。老板，不来点吗？如果只是要没有战斗力的飞行灵兽的话，灵气招来。哦，这便是四象门的灵兽召唤术吗？咕咕咕！至尊，你看这只灵兽如何呀？道理我都懂，这鸽子为什么这么大？这不是鸽子，叫做咕咕鸟，有着极佳的续航力和飞行技巧，曾经被我们用来寄送物品什么的。咯咯咯！
缺点是他不仅没战斗力，又喜欢乱丢东西，丢件率很高，所以渐渐不怎么用了。呵呵。所以不还是鸽子吗？这咕咕鸟在我们四象门倒不算珍贵，如果至尊可以接受的话，最低需要2万两白银一只。很好，就它了。第一批，我希望能至少有50只，没问题的话，就祝我们合作愉快了。总算达成了第一个生意。2万两白银买只大号鸽子，还搭上了50把正义，我怎么感觉你这单生意做了血亏啊？第一，这是必要的花费，这些家伙以后会有大用。第二，你没听说过一句话吗？免费的东西才是最贵的。唉，算了，你们这些玩战术的心都脏啊！你去哪里啊？回去路在这边啊。回去做什么？接下来才是我们搞事的时候啊！接下来的登云仙事，我这个老祖宗可得好好查查呀。师兄，明天就是万法宗的试炼了，咱们还有希望吗？听说23字门很厉害，咱们恐怕对付不了啊。对了，有办法啦！登云仙市的6大仙门试炼都是以门派为单位参加的，所以不少门派其实会雇佣一些散人高手为打手。咱们不如也……还没开始比呢，你们怎么就这么没志气了？我临海派岂是会使用这种手段的门派？师兄，是我们着想了。想不到你竟然如此高洁。咱们门派这么久，哪里去找高手啊？你们脑子呢？难不成天上掉下来？姐，你们是参加登云仙士的门派吗？什么人？老夫姓高，单名一个守字。孤家寡人正巧路过此地，想来见识见识这什么……登云仙士。姓高，单名一个守，这不就是高手吗？真的就天上掉下来了？好霸道的姓，好嚣张的名。师兄，这个高手，咱们不正好需要一个高手？冷静，咱们先试探一下。哼，登临仙士都是实力高强的人才能参加，你的实力够吗？这样，前辈真乃大高手也！不错，懂事。那么回答本高手，如何参加登云仙士？还好现在到了城西境，可以正儿八经来放进阵。前辈有所不知，想参加登云仙士，要先加入门派，孤家寡人是没法去参加试炼的。哦，老夫还想去看看那诸天盟约，竟然如此麻烦。难道让老夫去灭掉6大仙门？哇！前辈别慌，我派正好也参加登云仙士，前辈如果不嫌弃的话，不妨和我们一起，随口就灭掉6大仙门。这人的实力定然十分高强。倒也是个办法，那便依你所言吧。是，多谢高手前辈。难道要老夫去灭掉6大仙门？哇！前辈别慌，我派正好也参加登云仙士，前辈如果不嫌弃的话，不妨和我们一起，随口就灭掉6大仙门。这人的实力定然十分高强。倒也是个办法，那便依你所言吧。是，多谢高手前辈。登云仙士最后一场要开始了，让一让啊，给个前排好吧？你踩到我了！万法宗这个时候反而换离火出来了，玄木那家伙是脸被打肿了，不好意思再露面了。23字门，冲！干死那群憨批！五行符箓之道，每派可选派5人进行试炼。试炼目标：集齐5行符箓，打破水晶者，即为优胜。这里真的是荆州塔？
怎么感觉和外面的世界一样啊？和宇宙塔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大家小心一些，这里可能并不像看上去那么平静。高前辈，你真的愿意带我们飞吗？哼，老夫岂会骗你们？哎呀，大腿呀！我们运气太好了。五行符箓试炼里分为水、火、风、雷、土5域，每域之中都有一张对应的五行符箓，每种符箓都有不同的效果，获得的越多，对自身队伍的提升便越大。这些符箓都被强大的灵兽守护，打败他们便可获得符箓，集齐5种符箓，便可以前往荆州塔的最中心，打开出口，离开荆州塔的门派，便是这次的优胜者。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合兵一处，就可以最大可能的确保抢到符箓，但是代价是错过其他的符箓。但是分开行动，就很可能会导致战力不足，无法竞争过别人。所以要想获得胜利，我们要有严格的战术规划，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没错，简单的说，要一切行动听指挥。只要你们严格遵守纪律，加上咱们的武器，还是很有希望的。龙如君呢？你们后面的，不就是抢宝物吗？以前我也经常被人这么搞，熟得很，莽过去就完事了。风云那边就交给我了。喂，那个，我们还有战术吗？算了，莽过去吧。这才对嘛！小心，他过来了！快，郑铁，挡住他！铁山手！我的一法支撑不了太久，速成北斗剑阵攻击他。知道了。前辈，果然已经被人抢先了，是排名第9的北斗派，比我们厉害很多啊！我们怎么办啊？没事，你们几个先上，试试他们的深浅。我们？快去，有本高手压阵，你们怕什么？是。有效果，大家继续。治疗呢？哇！糟糕了！师兄，咱们好厉害呀！刚才师兄好帅啊！那必须的，基本操作。师兄，这个灵兽好像在看我们。快，咱们战术性转移，临海派是吧？抢怪是吧？高手大人，救命啊！我们错了。似乎就是很正常的灵兽，但明明刚才高冷剑有事情。算了，先解决掉那个家伙吧。北斗派啊，正好也该试试到达城西境的新技能了。师兄，我们是不是死定了？我怎么知道？高手大人，救命啊！算了，先解决掉那个家伙吧。北斗派啊，正好也该试试到达城西境的新技能了。53，打开公式兑换界面。妥。解锁新公式需要门派发展点2万点，需要门派等级3级，城西境修为方可使用。是否解锁？解锁完成，恭喜宿主解锁高级公式真理。当前剩余门派发展点31425点。你们表现得不错。那是什么人？接下来就交给本高手吧。小心，对方是城西境，不知他要施展什么法术，大家注意警惕。那是啥？
受真理吧！这是奇怪，还是没有任何邪灾的痕迹。难道真的是我想多了？这是火云符，可以大幅增加法术威力的符篆。难道有问题的是这张符？那个家伙是哪里来的老怪物？好强啊！那是什么招数？等等，他朝这边来了。你们，你别过来！我们北斗派宁死不降。我是想说，这张符我拿走了，你们没意见吧？有的话可以提。没有，完全没有。前辈你喜欢就拿去。行，那都散了吧。不愧是高手大人，高大人威武啊！闲话少说，给你们一个任务。你们知道23字门吗？当然，前5个试炼都获得了优胜。现在除了6大仙门，就属他们人气最高了。据说他们有至尊撑腰，以及不好惹。很好，帮本高手找到他们，我要亲自对付他们。这是不是有点冒进？高大人，我们立刻去。走，有高手前辈在，咱拍个锤子。希望还来得及。要是用了这个符篆的话，就真的麻烦了。北50，注意，马上来了。是风灵兽，青莲宗所属，准备出手。师兄，等一下，有点不对劲。他似乎在逃。这是灵兽在争夺地盘吗？不要轻举妄动，我们可以坐收渔翁之利。那只灵兽怎么跑了？他还抢了符篆，快追上去！切，这帮子人族天天就想着坐收渔翁之利，多少年的老毛病了。这是符篆的信息，自动到我脑海中了。风行符可以大幅增加吸收灵力的速度。哼，好东西啊！明明老娘500年就能化蛟，1000年可以化龙的，都怪虚灵让我耽搁了这么久的时间。有了这张符，就可以恢复得更快了。抱歉啊，这东西归我了。什么人？我是受人所托，要对付你，但是，我没想到你是一只蛟，这得加钱呀，不如就用这张符吧。镜字符，他的行动变慢了。小云、幽花，给我们了。找到23字门了，嘿嘿，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可以动手了？记得，那个留花骨的人得留活口。不过，师傅，为什么我们在这最后一场里才出手？妈妈，你又问问题了。妈妈，你又问问题了。6大仙门，本来就都是心怀鬼胎，谁又真的想有个新门派和自己抢位子呢？和前面的试炼不同，在最后这场试炼里，恐怕不止咱们生死房被买通对付23字门，反正最后都可以推锅给万法宗啊。后土符可以大幅增强自身防御力的符箓。曾经我只在门派的典籍里看到过它的描述，如今能回收它，也算是了了一桩心事吧。刘毅，我来处理。这是毒！
什么23字门嘛，在我的迷仙五步散之下，还不是分分钟团灭？一头小心！啊！你还好吧？好强的剑！如果不是你帮忙挡一下，我就死在那一剑之下了。没用的东西，还不快点起来！去，把23字门的人都给我解决掉。可是符箓不是都已经拿到了吗？而且一彤已经受伤了呀。看来你很关心他。妈妈，师父，快停下吧！我去。不必，我已经来了。啊！就是你们几个伤了刘爷爷是吗？怎么会？他没有受迷仙五步散的影响。这是流花谷号称百毒不侵的静心琉璃阵吗？不过怎么感觉效果弱了很多，连个毒都防不住。流花谷的功法大多都是和颜值相关，越是好看的人，功法的威力越强。以我的颜值，能护住你们的毒不进一步蔓延，就已经是流花谷功法太过强大了。别奢求太多。这样啊？这是生死方的迷仙五步散，修行者中之就会引起灵力紊乱，无法动用任何功法。刚才那一剑已经是我能射出的唯一一剑了。小云一个人出去，我却帮不上忙。真是年纪大了，不中用啊。小云体质特殊，几乎不惧怕任何毒害，专精毒伤的生死方只会被他克制。相信他吧。生死是仙啊！哇！妈妈，不许过来！把符篆还回来，拿出解药，我就放过你们。可是符箓和解药都在。不好意思，我的这些弟子因为贪心，擅自抢了你们的符箓，都怪我管教不力。如果姑娘还觉得生气，这俩弟子我直接让贵派处理，如何？另外，这张符箓是你们之前的那张吧？我这就还给你们。姑娘体质如此清奇，想必不是等闲之辈。不如我们结个善缘，日后好好交流一番，如何？百毒不侵，这是何等强大的体质！如果能得到的，姑娘，是你。你说的没错，我们是该好好交流交流了。啊！你提前预判了我的攻击，发觉了吗？我们北斗派最擅长的就是对付妖族，所修功法对妖气最为敏感。继续耗下去，等我同门到了，就算你是城西境的大妖，面对我们门派5人的剑阵，也难以抵挡吧？真麻烦，本来不想用这个战斗方式的。哎，不，连发我去！等等，这是……这什么鬼？妖族有这种攻击手段？把符箓交出来！哼哼，你赢了，你赢了。这个符箓就不给你。这个妖族非常难缠，各位迅速出手，抓住他！明白了。那么，借用风行符，各位弟子，列北斗剑阵。哼，你还是投降吧。就算你有那个奇怪的喷火的法宝，也绝对抵不过万法宗的风行符的。你确定他们用的是风行符？怎么了？我操！这是怎么回事？该死！
你不记得我了吗，王仙长？你们两个给我挡住他！他的攻击变强了。当初被你逃掉后，我可是花了很久的时间才找到这两个同样体质特异的弟子。他们一人可以容纳我研究的多种毒素，另一人则可以天生攻击神魂。而我早早就在他们体内种下了傀儡符。你是在利用符传强行催破他们的寿元？无所谓，只要能抓住你，一切都是值得的。你可比他们有潜力多了。另外，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肯定在想直接来攻击我，来停止操控。很可惜，我拿到了这张后土符，据说有了它，就可以阻挡住大部分的攻击。这就是高级符箓的力量吗？要灭掉你们，我也可以进6大仙门了。你们两个杀！啊！这是什么？这怎么会？我这是……师傅，那可不是你们的师傅。当然，就算没被邪灾污染，他也好不到哪儿去。邪灾？别愣着了，我拖住这家伙，你们快点给我施出他们解毒。是。23子们，高手前辈在此，尔等还不快快投降？宗主说，只要吸收5行之力，就可以启动天道石板，真的会有用吗？这是宗主的意思。谁让我们研究了这么久，什么结果都没得出来。但是如今确实从天道石板上感受到了灵力的波动。如果这么简单的话，那我们之前岂不是浪费了很久的时间？三长老，试炼似乎出现了一些问题。你不是在外面监控试炼的情况吗？怎么了？这是刚刚镜影符里记录的情况，有一些不对。有什么不对？你打开镜影符，让我们看看。是。有什么不对？你打开镜影符，让我们看看。是。这是荆州塔雷域中的灵兽，本身实力强横，确实不好对付，这很正常啊。长老，问题在后面。这只雷兽是试炼专用的灵兽，怎会离开原本的区域去追杀修行者？不只是雷域，水域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似乎都被突然出现的邪灾所感染。试炼中怎么会有邪灾？我立刻去找宗主。不必了，宗主，试炼里似乎出现了邪灾的痕迹，我们必须马上去镇压。出现邪灾？那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宗主，你是什么事？这可是高手，真正的高手。辛苦了，其他人呢？师叔和刘爷爷他们中了毒，不过有移花大师在看着呢。小云，看来应该没事了。喂，快放开我派弟子，否则我们和你拼了！连个毒都对付不了，丢不丢人？我平时都怎么教你们的？先祖，您怎么来了？不愧是高手，连23字门的人都吓得喊先祖。现在跪下来求饶，就饶你们一命。等等，23字门的先祖，虚灵圣祖，那不是至尊吗？求放过大佬，我错了，试炼我们认输。恐怕已经没有什么试炼了。不，至尊，您这话是什么意思？我灵符箓上面的是邪灾。看来所谓的5行试炼只是个幌子。
没想到，这才是真相。我派研究多年都没法启动的天道石板，最后竟然被邪灾的献祭所启动了。哼，真是讽刺。知道的事情多了，有时可并不是一件好事。这才是你的真实身份吗？你已经知晓了被至尊隐藏的真相，我们也就真正是一路人了。自然还是以真面目相见比较好。这场献祭结束以后，天道石板就能彻底启动了。到时候，即便是至尊，也不算什么。那么，欢迎加入神眷者。这里还需要一些时间。荆州塔外，你们去处理一下。这是自然。给天道的献祭吗？他出来了！不要！大威天龙，困住他了！你快出手！飞龙在前！啊，得救了！谢谢。哎，他们怎么跑这么快啊？等等我们呐！那些血染体越来越多了，这么下去不是个办法。该死！为什么试炼里会闹邪灾？出去之后，我一定要和6大仙门的人讨个说法。喂，你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当然不知道，我只是听说6大仙门的人说这里有只蛇妖，就想来碰碰运气的。谁知道你是只蛟不说，还搭上了我几个同门。那么，就只能先去出口那边了。只要和我们门派的人会合，应该就有办法了。那么，就只能先去出口那边了。只要和我们门派的人会合，应该就有办法了。对了，你为什么不变回原形？那样会更快一点吧？老娘的原形也是你能看的！废话少说。对了，你叫什么名字？在下法海。奇怪，怎么说到变原形，他的反应就这么大？了那些血染体，又遇到了这个畜生，灵力已经枯竭，我们恐怕坚持不住了。这是……喂，你们还能动吧？还能动的话，就跟我们一起杀出去。出不去的，到处都是血染体，都是邪灾，死了好多人，灵力已经枯竭了。没灵力了就用这个。至尊已经亲自来解决邪灾了，你们应该是最后一批还活着的家伙了。那是……至尊让大家准备好，一起去把罪魁祸首给炸个稀巴烂。还好我没事随身就带着军火，不然这次还真有点麻烦。这里都被你兑换出来了，接下来挨过去不就行了？你还挺纠结。我总觉得漏了点什么，而且诸天盟约上的事情也没有搞清楚。先祖已经教会了这些人如何使用正义还有和平了，但是战术阵型的体系他们还理解不了。没关系，他们都是修行者，没必要按照正规军的训练方式，他们更适合做特种部队。特种部队？那是啥？没什么，不要在意。反正现在 A 过去就行了。哇，这玩意儿给劲儿！果然，和平的正确使用方式就应该是空袭呀，就是规模不够大。鸽子大队看来得早日建起来才行。报告，血染体群体靠近了。很好，所有人按照刚才教你们的，听我口令 ：F2。献祭的速度减慢了，按推测来说，试炼中的人应该阻止不了献祭。
是出了什么意外吗？不过即使是部分的献祭，也让我的实力提升了很多。果然，我的猜测没错。啊！我的灵兽！蛮力铸成的灵兽都打不开这扇门，我们到底应该怎么逃出去啊？6大仙门的人还没知道试炼里面的情况吗？不管了，与其被那些显人体杀掉，不如拼一把。哎，门打开了！你们能到这里，看来那些灵兽难道没派上用场啊？啊，太好了，是万法宗的宗主。宗主大人，试炼内出现了邪灾，还请您快出手。邪灾？其实那才是神恩呢。啊，宗主大人，你说什么？等等，你看他的脸。哎，你也被邪还是用事实来告诉你们吧。可惜啊，你们还没从修仙这场骗局中走出来。当年邪龙被至尊封印，先天境修士无法感应到天道，人族再无无上境。当年邪龙被至尊封印，先天境修士无法感应到天道，人族再无无上境。但天道不可为，即便被封印，天道气息也会不断扩散，而这扩散而出的神恩便是邪灾。现在感觉如何？如同获得了新生，从来没有感觉到如此强大的力量。这力量就是神剑吗？那是天道的力量。什么？天道？那不是传说中无上境的至尊才能接触到的力量。是的，你们为天道献上更多的祭品，便可以感受到更多天道的力量。现在就去吧，天道需要更多的献祭。是。我就说，怎么越靠近中央，高冷剑感应到的邪灾越强？看来这里面还真是你这货在搞鬼。虚灵？为何虚灵会出现在这里？是了，虚灵身为至尊，必然也知道那个真相。他定然是发现了我的行动，所以才会现身阻止，防止天道的秘密暴露。不愧是虚灵，竟然已经算到了这一步。看来我之前还是低估你了。啊？我算到什么了？你低估我啥了？但就算你是至尊，如今接触到了天道之力的我，也不会惧怕你。请皈依。切，怕你啊！见真！哈哈哈！果然，就算复生了，你的实力并没有恢复。刚才这一击，最多也勉强到先天初期的威力。虚灵，既然现在的你徒有至尊之名，那还是请你安息吧。你说的没错，现在我的实力确实不如全盛期。试验完成，高冷剑的特工加成下，现在的我差不多能发挥先天期的战力。那么，既然修仙的方法不行，咱们就来讲讲科学吧。你什么意思？各单位注意，开始远程火力支援。位置校准完毕，风向西北，风力2级，校正坐标完成。角度还要偏0.2度，操作千万要精准。别看我这个样子，在流花谷女红大赛，我可是得过第1名的。是先祖信号，开炮！符箓？哼，就算是你，也不可能。
堂堂至尊竟然就这样跑了！哈哈哈哈哈！虚灵，你也不过如此。暗器，所谓至尊只会这种小把戏吗？你以为这样就能伤我分？好，就你这样的攻击，也配被称为虚灵老祖？开火！不要心疼弹药，给我狠狠的打！混账！是不是玩不起？你他妈能不能让我把话说完？哼！敢在我面前装逼，看我照死你！本来还想等着献祭完成再启用他的，这是你逼我的。本来还想等着献祭完成再启用他的，这是你逼我的。那是什么？怎么感觉好熟悉？什么？当然熟悉了，因为这就是天道。报告，荆州塔大幻境内出现不稳定灵力波动，并且里面驻守的三长老一直没有回音。荆州塔幻境至少得先天级的力才会撼动，参加试炼的门派里应该没有这种实力才对。哎，你看看啊，一个试炼也出这么多乱子，你们这荆州塔幻境不怎么样吗？掌心仙君，你们收买其他门派参与登云仙事的事，我派并不会追究，但是我派的事，也请你慎言。哈哈哈，哎，这个酒味道不错哦。诸位暂且在此等候。我去荆州塔内看看发生了什么事。那些人已经皈依我主了。神眷者竟敢来登云仙事，还是先天期的红衣眷者。既然来了，那便别走了吧。哎呀，大家都是熟人，何必这么紧张呢？你是跟随玄木的谋士，红七。看来这个家伙是潜入你们门派的内应啊！别和他废话。直接把这个家伙制服吧，免得夜长梦多。唉，真是没办法。五行聚灵阵，没错。那么你猜猜，这个聚灵阵是聚哪里的灵力呢？天道。开！啊！天上那是啥呀？好大的压迫感！这好像是天道的力量。什么？天道？至尊大人，你被称为天道之剑，应该很熟悉这个才对吧？这不就是一直被你们至尊隐藏的真相吗？这被至尊封印在荆州塔的邪龙之躯，实际上正是你们所斩杀的天道的一部分。什么？为何我继承的高冷剑里完全没有这一段的记忆？喂，你说清楚，你这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你还在装？你们这些至尊当初破碎天道，并且把天道碎片镇压在13州神塔之中，却对外宣称是邪龙尸首。如果不是你们，人族何至于1000年来再无无上境，一直都被异族压制？没有了天道，这修行界1000年以来再没有出现过无上境的至尊。你身为至尊难道不知道？我当初死得早，很多事情确实不知道，但是我想你应该是误会了一些事情。我派研究多年才发现邪龙碎片的真相，而神眷者带来的五行法阵可以通过献祭的力量来解除当初至尊的封印。这一次我便要靠它突破无上境，成为至尊。这就是货真价实的天道之力呀！实力下降了，又如何能阻挡我？怎么搞啊，宿主？他的实力好像还在不断增加。等下，好像有点不对。为何天道碎片
在吸收着我的命元。混账！快停下！快停！红雀，你骗我！不信自家的至尊，跑去信邪教，不骗你骗谁？不信自家的至尊，跑去信邪教，不骗你骗谁？现在可以说了吗？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还有，怎么离开这里？啊，虽然差了不少献祭，不过补上一个先天期仙君的寿元后，总算勉强突破了至尊的封印。玄木大人，辛苦你了呢。打断他！这是什么东西？哎呦，6大仙君的合力攻击，这样的攻击我可挡不下来啊！那就试试这个吧。那边怎么回事？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上仙们打起来了！我没事儿，我还以为我们要死了。娘，我们还活着，是仙君们挡了下来。师姐，你为了保护我们受伤了，来几个人，快给师姐疗伤。你们快退下！开什么玩笑？怎么又出来一个？这怎么可能？万法宗的至尊德云老祖也复活了。还好只要有灵石，这东西就不用担心续航问题，否则我们早就撑不住了。再坚持一会儿，这次各大派弟子死了很多，出去以后定然要找万法宗讨个说法。注意，又有东西过来了！又来了！没事儿，看我的！等一下，那个好像……呀嘿，是龙姐姐！别开火，后面还有人！好像是那个女人带过来的，他们还救了好多人。你是飞虎派的刘大元，你还活着？看来活下来的人比预想的要多一点。虚伪，高高在上的至尊也会关心修行者的死活？少来阴阳怪气！万法宗当年的至尊德云也不好好说人话，经常被我揍，何况是你？唉，真是麻烦。从高冷剑那里继承的技艺，似乎完全没有这一段。你要是真有理，就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说说至尊到底哪里对不起你了？行，既然你想知道，我就告诉你，你们这些至尊都做了什么。1000年前斩龙之战结束后，除了猝死的虚灵，其他至尊都让各自门派建立神塔，封印了邪龙碎片，让所有人都以为以后便是天下太平。但很快，所有修为到达先天境的仙君都发现自己再也无法感应天道。为什么我天灵根的根果竟然感应不到天道？修为再难以寸进，这引起了很多人的恐慌。更为让人害怕的是，那些剩余的无圣境至尊竟然陆续在数年内一个个身染怪病，接连暴毙。万法宗的德云老祖是坚持最久的一个，但是终归也有撑不下去的一天。他陨落的前一天，让我的师祖去见他，交代了最后的遗言。德云老祖陨落后，神族再也没有无上境至尊守护，失去了领悟天道的悟性优势，神族远远比不上肉体强横的妖族和其他外族。
失去了领悟天道的悟性优势，人族远远比不上肉体强横的妖族和其他外族。玄木师兄，都怪我，为了保护我，你伤得更重了。没事，一定要守住。我们只要没死，万法宗就还在。那里是师祖的方向，师祖，等等！可惜了，如此卓越的天赋，生在了这个一眼就可以看到修行终点的时代。你是谁？放心，我不是敌人，而是为了寻找天道而来。你可以叫我红七，还能站起来吗？红七非常有谋略，在他的帮助下，即使失去了先祖，我们也很快稳住了万法宗，并且在他的建议下，我们果断出兵，占据了归元派的遗产，控制了皇室，成为了6大仙门之首。就在这个时候，宗主，有人私闯荆州塔，试图偷窃先祖遗物，已被我们抓住。红七，你竟敢私闯禁地，触碰德云老祖的遗物，罪大恶极！只要你说出你的目的，我让你死得痛快一点。玄木大人，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我就说过我的目的，我是为了寻找天道而来。宗主不妨先看看这个，再处死我也不迟。这是至尊当初留给师祖的东西，这是不是很惊讶？我们人族这么多年在外族和邪灾的压力下死伤无数，苦苦挣扎，寻而不得的天道，就被至尊封印在了我们的神塔之下。至尊背叛了天道，他们试图窃取天道之力，却被天道诅咒死于非命。所谓的邪灾，就是天道的诅咒。我为突破无上境，找回天道死有余辜。但你们这些祸害千年的至尊，更是该死！诸天盟约中有至尊们留下的灵力，不久前我去看了一趟，我在上面感受到了邪灾的力量。什么意思？如果真是至尊背叛，引发了天道的诅咒，这些提前留下的灵力应该不会受到影响。但实际上，这些灵力却同样有邪灾。如果所谓的邪龙真的是天道，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在至尊们决定反天的时候，天道就已经不再是那个天道了。这怎么可能？即使不讨论这个问题，你朝四周看看，这些保护着修行者的武器，其实都是出自一个个凡人之手，由他们做出来的。修行之路一眼可以看到终点，似乎很可怕，但是对那些凡人和很多的外族来说，甚至连起点都没有。而你口中那些高高在上的虚伪自私的至尊，在千年前可是会为这些凡人拼命的。不是至尊背离了天道，而是天道背离了众生。可恶，这个家伙比之前那些东西更厉害了！小心，他冲过来了！被感染的是那家伙的配偶，但是如今却已经没救了。喂，大骗子，就算有这些灵兽帮忙，我们也坚持不了太久。被感染的灵兽和修行者都太多了。荆州塔已经被关闭了，或许我可以试试用全功率的火力打开一个出口，但是消耗可能会很大。还是我来吧。想打开被封住的荆州塔，至少也得需要先天修行者的灵力。除了至尊，其他人应该都做不到吧？那你需要什么作为交换？交换嘛，交换嘛。宿主小心，这是那个家伙最后的灵力了。只是忽然想看看，你这个至尊说的话，到底有几分真，几分假？快，
离开这里，往这边走。这就是至尊的真正实力吗？看来此地不宜久留。无上镜有点猛了，要不就这样撤了算了。快，你撑住啊！我马上给你疗伤。师姐小心！你快离开，他是无上镜。不，他不是无上镜。是问天阁的狂暴之体，可以极大幅度突破肉身限制的秘法吗？老夫可是如今在世仙君里年龄最大的一个，年幼时候也见过无上镜之威。咦，还不够无上！不愧是掌星仙君，竟然看出了一些端倪。不过还不够呢。没事了，他已经怎么会？这是德云至尊的成名绝技五行分身。等等，这样的话，我的妈呀！离火，你赶紧想办法，我扛不住多久。又分出来一个！为什么追我呀？我就是一个召唤呢！他到这里来了！不会让你动他们的。喂，看这里！哦，水灵之体，可惜修为太低。他停顿了，机会！上！我啃他丫的！五行风你是万法宗的宗主，你有意识。既然是后辈，便与你不死。义父！没想到你竟然能知道直接攻击我来中断控制，更没想到夏姑娘的灵力竟然突飞猛进，变强了这么多。可惜的是，我不是太喜欢聪明的人。那个，我刚才是不小心丢你那个的，真的。夏姑娘不必自谦，你可是16年前离火大长老专门带回的养女，不仅天赋火灵，还被皇室封为郡主。可惜了，你并无大夏皇室血脉，否则倒也不一定要那个小皇帝。哎，他要抓皇帝？哦，得先离开这里。啊！杀了他！杀了他！前辈，一把年纪了，欺负小孩子，丢不丢人？虚灵来了。他总算出手了。难道灵虚真的还保有至尊的实力？看来我还是退一退比较好。混账，别跑！就是那个家伙让你醒来的吗？前辈，他的目的好像是要抓住皇上。前辈，你这是……离远点儿，要开幕轰炸了。开幕准备，开炮！快，仙君，至尊有令，让你们速速离开这里。我还可以。按至尊说的做吧。宿主，你又兑换了2门真理大册，注意啊！现在门派发展点只剩下16000点了。我知道了，
破天之眼的感知范围锁定到他了没？距离过远，得需要一段时间才可以锁定。那就继续炸，不要停！前辈小心！剑来！至尊，对方的目标是小皇上，太后，你知道原因吗？什么？那个人是来杀朕的？为何？我和皇上都只是凡人而已啊！太后娘娘，我猜，也许是和你们的血脉有关。血脉？我之前听义父说过，万法宗有2条传自德云至尊的祖训，第1条便是绝不可断绝皇室血脉。那第2条是什么？第2条，好像是第2条，吾死以后，尔等必要护好诸天盟约。诸天盟约？抗击阵地已经过载，被迫停止，接下来得靠你了。知道了，夏瑶，你带太后和皇上到诸天盟约那里去。好。阵里过热了，没法继续攻击了。糟糕，阵里大炮的冷却时间很长，没有支援的话，先祖不一定能占优势。交给我们吧。你们是北斗派？大家不要节省灵力，全力用冰系术法给这些法宝降温。是。很强的攻击，每一击都有承袭巅峰的威力。一档攻击消耗了2成灵力，破天之剑是虚灵。你变弱了？你不也是？都是瘦死的骆驼，看不起谁呢？急破关的时间有限，得尽快搞定这货。吃我那招了！很好，趁这个机会。不对，分身！不行，或万法！不行，或万法！有本事别跑啊！这样追不上他。喂，就算你有没有办法阻拦一会儿？有一招，但是用过之后我就没有余力了。没事儿，你有啥大招就用，后面交给我。好。莫萨千章。用这种群伤法术只能暂时阻拦我一下，根本坚持不了多久就会灵力枯竭。这一招可以阻挡他时机，这是我的全力了。哼，足够了。可以突破。青龙锯。什么？这是结界吗？喂，除非你修为超过我，否则的话，你是绝对出不来的。老老实实跟我们回去吧。就算我在这个状态下活动不太方便，等下你就把我扛回去吧。滚呐！你都青龙变了，谁扛得动啊？原来如此，两位仙君仙法卓越，在下认输。不过，如果你想买通北斗派对付23字门的事被灵虚至尊知道了，他会怎么对你呢？就算仙君。你们6大仙门心真是脏。如此一来，就算仙君交代的任务应该就算完成了吧。我们来做个交易吧，就算仙君，我们合力击杀青龙，神眷者不仅会让邪灾远离平遥仙会，并且之后4象门的资源我们分文不取，全部留给贵派。我们甚至可以帮助你一起对付23字门。平遥仙会一向与各族都进行交易，利字当头，这笔交易您意下如何？哎，就算你不能这样啊！
你说的倒也有几分道理。那么，祝我们交易愉快。就算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额娘，灵虚至尊是不是输了？前辈，太后娘娘，等下我尽力拖住他们，你们跑得越远越好。可是，先天期的还没死呢，你急什么？啊，谢律长老，念你刚入先天，修行不易，若就此离开，可活？哼，我当然不是你的对手。不过你刚才挨了那么多轰炸，还用了好几次大招，我就不信你灵力是无限的。搭上我这条命，起码能再消耗你一些灵力吧。就为救2个凡人，我也不想啊，但没办法。当初你交代过我师父，让我们一定要保护皇室血脉，所以我死也会做的。既然如此，便去死吧！既然如此，便去死吧！啊，谢律长老，接下来只剩你们了。啊！冷却完成了，大家开火！让人讨厌的法宝，就先解决掉你们吧。我从120级限功力，3、2、1。就算你这是……不错不错，这样就很搭配你了。你大爷，吓死老子了！太久没看到你被吓到的样子了，真是有趣呀。就算仙君，你这是何意？我平遥仙会行事，不外乎一个利字，有利可图，即使涉及至尊，那也不在乎。但是我们的底线，那便是不和邪灾做生意。就算你是个家伙，原来如此，看来这次是我失算了呢。你干嘛呀？还用说吗？刚才用了个大招，我现在很累，正好骑着你回去啊。不是有灵虚老祖在吗？你慌啥？洛阳那边到底什么情况还不知道，我们尽快回去吧。不要把我当做你的坐骑啊，混账！少废话，快走快走，驾！自带造金过载模式消耗门派发展点15000点，现在只剩下1000点了，宿主。差点没扛住，还好留了能开满1炮的门派发展点。啊，前辈，你没事？你看我像没事的样子吗？先别浪费时间，小兔崽子，过来一下。我？没错，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德云生前留下的嘱托，是因为你这个皇室血脉，就是解封诸天盟约力量的钥匙。刚才那炮绝对干不掉那家伙，所以必须动用诸天盟约里潜藏的力量。你忍着点儿。朕可是天子，救吾之尊，怎可轻易流血？娘，你说是不是？说的有道理，那就只能用这把祖传的尚方宝剑了，上斩昏君，下斩佞臣。娘啊，你可是我亲娘啊！朕知道了，不就放一点血吗？至尊，这样就可以了吧？多谢太后。很强的一击，不完整的命元献祭无法防御这样的攻击，看来只能把一次性剩下的灵力消耗完毕，来暂时抵达无上境了。前辈，快看前面！
主小心啊！这是无上境的法相金身。无上境？不是说他实力没到无上境吗？他应该是动用了什么秘法，把所有的灵力透支了。快想办法，不然真的会死的。小屁孩，动作快点儿！他应该是动用了什么秘法，把所有的灵力透支了。快想办法，不然真的会死的。小屁孩，动作快点儿！赌对了，这才是当初至尊留下的力量，而且是没有被邪灾污染的那一部分。但是这些力量和你自身不合，最多也只能临时利用一下，而且可能会对你造成非常大的损伤。管他呢，拼了！吴三，辅助一下我。好吧，我知道了。宿主，你听好了，这些灵力你只有一次使用的机会，它们能让你有一瞬间的无上境实力，而使用它们的关键就是构筑你自己的法相金身。法相金身？法相金身是无上修士自身境界和意志的体现，你必须用自己的意志去把它构建出来。失败的话，必然会直接生死道消。你就按照虚灵圣祖当年的法相金身来构筑，这样的话成功率最高。知道了。强行凝聚破天剑吧。可惜，你骗其他人或许可以，但是灵虚却是无知故人。你若真是灵虚，或许不会退，但不过是借用故人之躯的幽魂而已。这么一把虚假的破天剑，又如何能与无知法身抗衡？喂，我说你就不能飞快一点吗？怎么还没到？你行你上啊！我肚子里还怀着一个先天呢，维持姐姐的情况下，根本跑不快啊！因为我一直猜测虚灵的实力没有恢复，所以可能敌不过被血染的德云。看他平时的行事作风就能猜得到啊。否则你以为我为什么敢对23字门的弟子下手？哦，这样吗？那是啥玩意儿啊？这是无上境的法相金身。我靠！那我们还去个锤子，上去就是送人头的好吗？等等，还有东西。无是破天剑啊！你说什么呢？这可是我花了老大力气才构建出来的法相金身，破天剑。是谁在呼叫舰队？破天号已经就位。法相金身是修行者自身意志的外在体现，会极大的体现修行者的战斗方式，并且发挥到极致。破天剑，破天剑，这个法相金身的画风还真不愧是你呀，宿主。哼，情急之下胡乱拼凑的法相金身吗？这样的东西又会有什么战斗力？你灭在这天雷之下吧！灭在这天雷之下吧！观测到敌对攻击行为，九转天雷！这就是至尊的力量吗？啊！我青龙来支援了！嗓门小点儿，明明是德云败了你才敢跑过来的，装什么？你闭嘴！我可是抓住了罪魁祸首的。青龙前辈，九算前辈。哎，夏瑶，你有看到血灵至尊在哪里吗？我们有钥匙找他。那就在那儿。哎，人呢？宿主，你怎么忽然掉下来了？不知道，身体不知道为什么
像着火一样，特别胀。糟糕了，你刚才身上可是有10几位至尊留下的灵力，所以之前不是说过吗？会有很大的损伤，这就是了。果然炸了。诸天盟约没有被破坏，计划失败了。红七大人没有脱离，有9成概率是被擒了。按照红七大人留下来的指示，如果他失败，便立刻启动第2个计划。可是红七大人的牺牲，这是必要的事的。想要彻底了解复活后的至尊的战力，牺牲一位红衣是非常合理的代价。如今，我们对这位灵虚至尊已经有了初步的情报了解。灵虚战力高于预估值，神眷者暂时停止对洛阳的行动。是。差点死了。你知道你有多乱来吗？那可是众多至尊的灵力，只要再稍微多一丢丢，你绝对就原地爆炸了。哎呀，放心，我心里有数。诸天盟约里大部分的灵力都已经被邪灾同化了，我使用的那些是还没有被腐蚀的部分，估计只有原来的1成左右。哎呀，放心，我心里有数。诸天盟约里大部分的灵力都已经被邪灾同化了，我使用的那些是还没有被腐蚀的部分，估计只有原来的1成左右。确实，以灵虚的肉身，连我们1成的灵力都容纳不了，那也太丢人了。你是？有离火？哦，原来这家伙的名字叫离火，什么破名字！还有这衣服的品味，敢不敢再土一点啊？万法宗现在的后辈都是木头修炼成精的吧？这出界的也太寒碜了，一张春宫图都没有吗？哎呦呵，这都什么破烂法宝玩意儿啊！这个说话的画风，不会是德云老祖？哼哼，刚才的法相真是牛批呀！还真是啊！有什么好惊讶的？我只是暂时借用一下我家小辈的身体罢了，很快就走。什么意思？天道的腐化是不可逆的，但那个玩火的小姑娘跟这场的攻击，也让腐化的过程出现了一丝停顿。而这丝停顿，也让我原本1000年来早已混沌的意志出现了一瞬间的清醒，然后刚好就遇见了这个小辈。利用这一瞬间，我把自己还清醒的部分神魂打入了这小子的身体里。也就是说，你只是一道残魂，没多久就要嗝屁了，是吧？勉强能撑个几天吧。不过我都说了这么多了，是不是也该你回答下我的问题了？比如，你这个用着灵虚身体的家伙，到底是谁？至少，我不是被腐化的邪燃体，不是吗？果然，在当年认识虚灵的人面前，我这个身份是瞒不过去。前辈，看来暂时还不是谈话的时候。现在这个肉身太土了，你不介意我在你身上躲一会儿吧？喂，你节操呢？前辈，青龙仙君和九算仙君都在找你，各大派弟子现在都乱成一片了。姨父。哦，你义父之前被打伤了，我正好过来救他。哦，这样啊。可是，为什么义父会露出这样的表情？你知道我们门派死了多少人吗？今天我们一定要讨个说法。万法宗管事的人呢？各位，冷静一下。你知道我们门派死了多少人吗？今天我们一定要讨个说法。万法宗管事的人呢？各位，冷静一下。想不到，玄木为了冲击无上境，竟真的疯到了这种地步。万法宗一家独大的局面，以后要被打破了呀。我看你没想到的是，灵虚这么能打啊！先说好，那糟老头子找你算账的话，我可不会帮你说话。没关系，听你的话，这至尊也是爱才之人，无非就是一个价位问题。啊，他可是免费送了我那么多正义，还买了一堆鸽子，还只收后续维护费而已。这么大方的人，哪里爱才了？蠢货！
醒了。看来德云老祖的邪燃体被打败了。是啊，我听说是你暗示生死门对23字门的弟子出手的。你还年轻，如果你和我一样在先天境耽搁了几百年，也会很讨厌这些至尊的。你最好别动。呀，嘿嘿，我得去和至尊请罪才行呢。那些仙君还有至尊已经去皇城好一会儿了吧？到底在商量什么？出了这么大事儿，万法宗此次定要给我们一个说法。喂，别说了，看那边，是万法宗的戒律长老。长老，你身受重伤，得尽快疗伤才是。我们回去吧，回门派。是。这就是三花绝灵阵吗？可以操控一定区域内的灵力。我的青龙界内可以隔绝一切灵力，被关的人如同凡人，连自我了断都做不了。但放出来后就不一样了，尤其神眷者的那些疯子，说不定出来的第一时间就会自爆，必须用阵法困住才行。很好，几个先天里就你俩状态还行，维持阵法的事就交给你。小事。那么你后退一点，等香味儿比较冲。我冲？什么意？我操，好恶心！我冲？什么意？我操，好恶心！这什么味道？哼，眯眯眼，总算见面了呀。如果你愿意自己交代一些事情的话，其实我并不想接触现在的你。你这种嫌弃的表情是怎么回事啊？原来如此，用法阵制造了禁灵区域，无法动用任何法术吗？所以你最好老实点，不然我就再把你吞进去。等等，我知道了。既然如此的话，我不用法术就是了。小心，这是天魔夺舍。这就是你的意识空间吗？虚林，这身子我要了。又不是好看的妹子，别说的这么暧昧，不就是伊斯的夺舍天赋而已吗？你怎么会知道我们种族？果然是这样，这家伙的神魂空间完全进不去不说，还把我堵在了外面，完全读取不了记忆。你这占据我固有的家伙，到底是什么玩意儿？你难道是？啊，你也进来了？倒是不出所料，一只伊斯是我当年撕过不少只呢。德云，你怎么会在这里？哈哈，原来如此，这个肉身其实是夺舍而来的吗？快放我出去！这老头子说不定已经被夺舍了。白痴，这样才更不能放你出来了呀！就算你没有心的。第一，被天魔夺舍至少需要半个时辰，而且会伴随着剧烈的挣扎。第二，你说谁是老头子？事情就是这样。我之前便已知道这位神眷者的本体是什么，所以引诱了他来夺舍。你们只要知道他来夺舍，就是自讨苦吃；你们只要知道他来夺舍我，就是自讨苦吃。哼，还不是因为本系统在你意识空间里，谁都进不来，你装什么？伊斯这个种族非常神秘，我也只知道他们非常擅长夺舍。这次明显是冲着人族来的。不过至尊特意找我们两个，应该是有别的事情吧？不错，我需要两位帮我一些忙，这样你们暗中怂恿别人对我派出手的事便两清了。哎，仙君出来了！有结果了吗？各位，本君代表灵虚圣祖以及6大仙门宣布以下几个决定：第一，
本次邪灾入侵，各派损失将由万法宗进行赔偿。若抵抗邪灾有功，也将一律进行奖赏。第二，暂停万法宗一切权力，并由23字门代为掌管。哎，什么？第三，遵灵虚至尊法旨，23字门所部试炼照常进行，合格者可直入23字门，且以后每年均会进行，定名为全日制高等修仙试炼综合大考。诸位，你们怎么看待这次各大仙门要奖励那些抵抗邪染入侵的人族？啊，这不会真有人打不过邪灾吧？不会吧，不会吧！对付那种玩意儿，是个修仙者不都随便打的吗？嘿嘿，对付邪染体还不简单，只要等他扑过来的时候，我一个滑铲从他身下划过，把肚子划开，不就解决了吗？人和人的体质不能一概而论。我曾在极度愤怒的情况下单挑了20多只邪染体，哎呀，可惜啊，这次我没赶上。老大，吹过了。闭嘴！等我学会了法相金身，什么邪灾，统统不打。是。这些奇葩哪里来的？据说是周边的妖族蛮子，听说23字门的考核不限种族，于是就想着也来碰碰运气。哦，妖族，听说他们出了名的好骗，财运来了呀！哦，妖族，听说他们出了名的好骗，财运来了呀！哼，凭你们这些蠢材，就以为能得到至尊青睐吗？你说啥？想打架吗？抄家伙！哎，别生气嘛！23字门的考核可不是看蛮力的，不信的话，我给你们出一道23字门的模拟题，如何？谁怕谁啊！你们这些人族就是瞧不起药，我脑子可好了。听好了，某天半夜，门卫守卫张三遇到了游手好闲闲逛的李四，本着怀疑的心情对李四进行搜身，结果搜出一个奇怪的按钮。张三看到李四神经紧张，好奇之下就按了一下按钮，结果不远处的门派藏宝阁忽然发生了爆炸。原来这是和平的起爆控制按钮，导致王五险些丧命。提问：张三和李四分别触犯了23字门哪条门规？老大，他在说啥？我完全听不懂啊！对呀，大概是无辜伤人。错！张三主观上想不想炸？不想。客观上炸了没？炸了。所以是主客观的不统一。根据23字门门规第123条，张三并不构成触犯门规，但是李四却把张三作为了引爆的工具，两者不存在犯意交流，所以只有李四构成了破坏门派设施的间接正犯。我白了，怎么办啊？如果我得不到至尊的指点，就学不到法相金身，学不到法相金身就不能继承家业。老大，振作呀！只是一道模拟题啊。哎呀，想通过23字门的大考很简单，你缺的只是一本秘籍罢了。23字门绝版真题，我100两白银买来的，看你可怜，50两卖你，如何？23字门绝版真题，我100两白银买来的，看你可怜，50两卖你，如何？老大，这可是咱们全部的钱呐！这样后面几天咱们怎么过呀？大家忍一忍，大不了卖艺。只要有了这本秘籍，咱们一定能见到血灵圣祖，这样咱们族的危机就可以解决了。老大，你看这个书的背后好像有什么字啊？啊！老大，咱们好像上当了呀！卑鄙的人族啊！也就是说，那些异族现在都跑来洛阳了。是啊，
至尊打败了血染的德云老祖，名声大振。九阳城现在都能看到不少冲着他来的妖族呢。哎，不过前辈也真是的，为什么要让我帮他出题啊？看来你当初说的是对的，什么都不做，只会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如果我早点意识到，也不至于让万法宗到如此地步。哎呀，我真是老了，比不上你们年轻人了呀。等等，说出了这一句话，下面难道是……我想明白了，果然还是要先解决你的终身大事，这样我也就放心了。果然来了呀！说吧，瑶儿，这修行界之中，可有你看得上的公子？你放心，这一点面子我还是有的。那个义父呀，我觉得我还没必要。为何？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我看你也不小了。宗主大人，虚灵圣祖来访。至尊来访万法宗。你们都在这干什么？让离火来招待我就行了。你们一边去。可是，各位长老，这里交给我就行了。是。拜见至尊。哟，来了。拜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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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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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至尊来我万法宗有何要事？哦，你们万法宗的特权不是暂时取消了吗？我呢是过来安排一下你们门派以后的事。至尊，我派虽按照您的要求放弃了6大仙门之一的身份，但我派依然是一个独立的大派。您虽是至尊，但终归是外人。我派之后的事情，并不需要您来插手。哦，这我可没法了。你徒孙不听话，你说怎么办吧？抽他！您是德云老祖？您不是？肉身血染无救，勉强留下了一丢丢残魂罢了。对万法宗的处理意见是我提的，你有意见？不敢，就按老祖宗您说的来。第一次看到义父这么恐慌，这就是德云老祖的压迫力吗？哎呀，这不是那个火灵之体的小子吗？嘿嘿，小妹妹有没有兴趣当宗主啊？我看你比那个榆木脑袋成精的家伙机灵多了。怎么样？考虑考虑。老祖宗，这不……大人说话，小孩不要插嘴。是。行了，亲切的家庭聚会就到此为止吧。先说正事。正事？就是关于这场灾难的由来，还有当初的至尊们到底做了什么这档子事。说起来有点太麻烦，总之这事儿还得从当初灭掉邪龙之后说起。封印天道化身的邪龙之后，还活着的至尊们各自回到了门派。然而很快，我们就发现自身都被天道所腐化，自身的意识和行为都变得愈加疯狂和失控。清醒的时间越来越少了，下一次需要把阵法的强度提高一些。这次是952人散，可以永久性损伤本源的剧毒，不知道把我的肉身毁灭几分呢？师傅，你怎么？您在最后的时间里一直在毁灭自己的肉身。毁灭？不可以的。在被天道腐化后，我们自身的意志出现的时间越来越少，甚至无法确定下一刻的自己究竟还是不是自己。你们知道，一觉醒来，发现自己手中捏着亲传弟子心脏，而当时所有的至尊都面临着这样的事情。
太可怕了。但即使如此，作为至尊的他们却连自我了断也是不敢的。是的，如果自我了断，另一个我便不会再受到压制，死去的肉身会瞬间变为完全腐化的怪物。而只要坚持活着，就还有清醒的时刻。活着的同时，趁着清醒的时刻，想尽所有办法来削弱自己，这样即使我们不再是敌人，后辈也能有消灭我们的能力。因此，所有至尊都在坚持活着，并且想方设法收拢自己。一旦时可，那便是认输的时候。到那时，便会把自身和天道碎片一直镇压入神塔。所以神塔实际上是用来收容失控的血染至尊吗？1000年前天道化为邪龙，而只有无上境的修士才可以感应天道，因此无上境之尊第一时间察觉了不对。之后至尊合力斩杀天道，但因自身已属无上境，已被血染，而防止更多人被血染的方法，只有封印天道，禁止后人再入无上境。最后不断削弱自己，并且在彻底失控之前将自身收容。这便是至尊们的所作所为。不向后辈，辜负先祖恩惠。我靠！别来这套！你以为你这样我就舍不得打你了是不是？妈蛋！老子拼命撑了这么久，把自己修为消了一大半，你们都打成这个鬼样子，换其他那几个没坚持那么久，你们早断了。您的意思是？您的意思是？啊，这次那个同期，他们的目的便是解除天道封印，释放血染至尊。23字门修仙大考考生准备入场。太后娘娘，这23字门既然采用殿试之规，便理应按照朝廷规矩办事啊。对呀，对呀，太后娘娘，您三思啊！整个流程就是按殿试来办的，有何处不对吗？规矩倒无任何不妥之处，但是自古以来，殿试哪有皇上也要参加考试的道理呀？连上仙和凡人都可以一视同仁，区区天子又算得了什么？尔等无需多言。这三得一场，谁一场，三次不齐就剩三。哎呀，为了族里的希望，我一定要考上。快看那边！吵啥吵？信不信老子吃了你啊！闵将军，这里人多眼杂，不要节外生枝。出门在外，要注意万妖府的形象。大帅，咱们堂堂万妖府的老大，熬了好几个晚上，就为了参加人族的这什么劳狮子大考，有屁用啊！就是，俺不信任。咱们前族长说过，人族只是擅长内斗，但实力不可小觑。当年的人族至尊还在的时候，人族完全无人敢惹。看在人族至尊复生的面子上，咱们老大参加个考试，也不算折了万妖府的面子。那是啥？好像是飞行妖兽，这么多！都注意点，按队形飞，别和其他鸟打架。这些家伙还是完全不听话，也不知道23字门买这么多用来干嘛。总之，先把他们送到货再说。我想想，指挥他们的口令是什么来着？全体都有，方向左，听我口令，五虎起飞！别看，你们慢点啊！此事还涉及妖族。神眷者这次针对人族的行动，确实和妖族有些干系，但即使我用搜魂之法，也只能获得一个大概。这便是那位神眷者的本体是一只伊斯，
是很少见的种族，天生就可以轻易夺舍他人肉身。在我们那个年代，还是有不少这种家伙。也就是说，妖族那边也有被这个种族所夺舍的高层，并且借此策划了这次袭击。此事还不可妄下结论。妖族和人族同为大族，此事若是处理不当，一不小心可就是重大的外交事故。万法宗如今元气大伤，并不适合出面处理此事。所以您是要万法宗借此来韬光养晦，所以才暂时退出了六大仙门。看看，你看看，你养女比你有出息多了，我就说你是个木头成精嘛，气死我，气死我了！我还什么都没说呢。还有，我为什么是木头成精啊？总之，正事就是这些了。妖族的事交给灵虚就好。接下来，我们来谈一些不太正的事。不太正的事指的是？夏瑶，你义父今年多大了？义父今年457岁啊。那么，婚房？等等，瑶儿，日今未婚未娶。不好，必须迅速离开这里。五行法阵，封门。小伙子，你今天哪里都别想跑。五行为敬，莫阻前行。哦，既然可以逆五行，以火转金，看来我当年的功夫你倒是学的还不错。不过，剑阵开！虚灵老祖，与我无冤无仇。这种事谁不爱掺和一下呢？瑶儿，你嘿嘿，义父对不住了。行风诀，万法寂灭！糟糕了，至尊，小伙啊，你也老大不小了吧？是不是也该找对象了？人族不行的话，要不试试妖？这太可怕了！宗主被困，敌袭！大家冲啊！救出宗主！胡闹！先祖和我论道而已，你们都退下！哎呀，看来你这小子好像发现了什么。先祖对人族付出太多，晚辈虽愚笨，但却也想送先祖最后一程，让先祖尽兴。最后一程，德云至尊。嗨，我不是说过了吗？我就一个残魂罢了。本想临死前逗逗后辈，却被后辈哄了一把，不害臊。要你管！对了，小伙，万法宗的观星台还在吗？自然还在。观星台在您当年去世以后，被后人几经修缮，完善了不少阵法，即使在白天也可以看到星空了。行了，你们离开吧，这儿有灵虚陪我就足够了。丫头，以后跟着灵虚多学点东西，我很看好你哦。谢谢至尊。小伙子，万法宗以后就交给你了，莫要让我失望。是，来点儿。你是不是有病？老子是残魂，喝个屁！话说，你真的没骗我？我可是把我能用上的遗产都交给你了。我说过，我来到这里占用虚灵的肉身，都是一场意外。虽然是误入你们这个世界，但我想做的，无非也就是活下去罢了。但是血染也好，天道也好，这个世界的修仙似乎和我想的都相去甚远，所以我想试试改变一下，这样我可以活得更舒适一点。放我出去呀！放我出去呀！话说这家伙怎么越来越没人情了？是被同化了吗？这就是你当初抓到的神卷者。我主降临之后，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哦，你知道吗？在很久很久以前，久到我们这些至尊都没踏上修仙之途的时候，有过一个传说。传说无上境并不是修仙的终点，只要能继续走下去，
彻底勘破天道，破戒飞升。在得知天道真相后，我也认为修仙根本就是一场骗局。而你说你来自其他世界，这让我一开始以为你其实是上界那些传说中的存在。然而从这些家伙一口一个我主降临来看，真有什么上界的话，那里的家伙8成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没错啊，等我主降临，就把你们一个一个全杀了，怕了吧？你他妈有本事让他下来啊！跟老子打一架！啊！看来你没机会了。切，时间到了吗？真没意思。我一直很好奇，这天道之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又是什么东西把天道变成了如今这副样子？天道扭曲，至尊邪人，苍生被束缚在无相之下。这样的仙，确实修得如此。快看，天上有什么东西？好像是一个人，不像吧？我看应该是什么法宝。老祖真的离开了。万法宗第36代弟子离火，恭送先祖。人族，拜托你了。跑的倒是挺快，不过午餐有。德云在你意识空间内的时候，本系统可没闲着呀。按照你的交代，德云老祖的神魂反应碎片已经保存归档。很好，洛阳市处理的差不多了，准备回门派吧。接下来可有的忙呢。好嘞。啊，前辈。啊，前辈。你怎么在这里？离火还敢逼你相亲呢？哦，不是啦，而是奉德云先祖之命，想和您多学一点东西。离火同意了。放心，已经打过招呼啦。小姐，烈火长老说，小姐，快出来了，让一让！哎呀，你踩着我脚了！这就是23字门那个试炼成绩单吗？你们这么激动干嘛？不就是个试炼吗？严肃点，那叫高考。你有所不知，这个试炼可是经过几大仙门一致认可的，只要过了一本分数线，哪怕是凡人，也可以在23字门接受上仙的亲自指导。我去，真的假的？千真万确。据说请的导师可是问天阁和平遥仙会出来的，绝对的金字招牌，都是平时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主，6大仙门的导师。乖乖，给咱们凡人上课。哼，凡人答几道题就想修仙，简直是荒谬！我去，真的假的？修仙靠的是自身的根骨、机缘，还有意志，与天斗，其乐无穷。这种野鸡试炼，我严萧能参加，已经是给他最大的薄面。更何况以我的根骨，必然。开什么玩笑？这试炼瞎了眼了吗？老子可是天灵根，3岁能念咒，7岁就炼体，15岁跨入断神，30岁就踏入成息，怎么可能试炼不合格？果然是野鸡试炼。咦，中了！是谁？哈哈哈哈！不愧是头，真是太有天赋了。这些人族还是挺有眼光的嘛。喂，你们几个，区区妖族也妄想修仙，本上仙今日就替天行道，诛杀你们这些！哇！侮辱考试，扰乱秩序，来人，给我把他丢出去！哇，是6大仙门的长老！你们放开我！我为仙门立过功，我要见至尊。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少年穷。93长老，维护秩序这种事，怎还需要您亲自出手？有我们这些承西境弟子就足够了。无妨，既然答应了至尊要帮忙，那就没有推辞的道理。况且我也很好奇，他们这个高考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去下一个考场。是。去下一个考场。是。刚才那个是人族的先天修士，好生厉害。不过他刚才好像是帮咱们说话来着。走，咱们去23字门。
这样就可以了。去了23字门，可得好好学习，切莫给皇室丢脸。哎呀，放心吧，母后。我已经和至尊说好了，你要是成绩不好，我就把你的皇位让出去，以后每天逼你在家里做作业。不是，娘，我是你亲生的不？陛下，万法宗的仙长已经到了，该出发了。母后，我走了。这么快？哎呦，就这么把你儿子送出去了，你还真是舍得。好歹我是自己送出去的，比某些人养大的白菜自己偷跑出去可强多了。咱不提这事儿行吗？不舍得也没办法，既然已经知道皇室血脉会被针对，把他送到23字门，或许才是最好的保护方法吧。学不学的没关系，我只求他平安就好。仙长，我们快出发吧，等会我母后要追上来了。放心吧，陛下，我亲自送您去23字门是非常快的。玉叔，高考成绩发布的如何了？洛阳传来消息，高考成绩已经发布，不过会有多少人报考23字门还不确定。发布了就好，只要能有一部分人来，我的目的就达到了。先祖，你为何在高考上花费如此多精力，甚至还让平遥仙会与温天阁派弟子来做导师？玉叔，你觉得对咱们门派来说，什么最重要？咱们门派最重要的，依然是您了。你脸红个泡泡糊啊！气氛都被你搞得焦灼了。我的意思是，对我们门派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人才。这次洛阳的事情，其实是对咱们门派力量的一次检验。然而结果来看，远远不够。我们还是太过依赖个体的力量，但是这种力量终究是有限的。怎么会？我们可是打赢了德云。怎么会？我们可是打赢了德云。一个实力不完整的德云，我们都打成这个样子。如果是完全解放的血染至尊，甚至如果是3个、4个血染至尊，会是什么样子？剩下10个至尊一起来，外带天道邪龙一起 A 过来，咱们怎么办？应该不会发生这种事吧？所以，我们需要真正的人才，不是那种会个御剑术、丢个掌心雷就以为自己很了不起的那种人才，而是真正的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纪律的，真正带来科技爆炸的人才。先祖，我明白了。我操，哪儿炸了？先祖，不好啦！不对，是好啦好啦。什么好了不好了的？发生啥事了？研究院那边把您之前说的那个东西，不行，我先喝口水。慢点说，到底怎么了？灵力引擎在杨欣还有其他人的努力下做出来了。什么？快，二组检查引擎零件，3组检查聚灵阵运转效率，调整参数，1组帮个忙，把我刨出来。杨主任，您怎么样？没事，我身上有防护符箓，不会受伤的。总之，我们成功了。可是屋顶都被炸飞了，咱们这已经第3次把屋子给炸了，南长老会很生气吧？这可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启动，只不过功率太大，聚灵阵过载了而已。先祖来了，这里发生了啥？你确定这叫成功？啊，引擎成功启动后造成的一些动静而已啦。掌门请放心，聚灵引擎这次启动相当成功，我有非常大的把握。唉，只是稍微还有一点点的不稳定而已，不过完全不影响性能。这是一点点不稳定吗？整个研究所都没了，重建不要钱啊！杨欣，灵能引擎还能再启动一次吗？我是说，正常的再启动一次，办得到吗？可以是可以，但是在稳定性上还有一些……快，再启动一次，让我看看。啊，是。引擎准备，引擎准备。快，准备了！各部门进行最后检查。这就是先祖心心念念的聚灵引擎，
长得好奇怪啊！鸣大钟一次，启动聚灵阵。报告，聚灵阵反应正常，灵力供应充足。鸣大钟2次，压下杠杆，发动引擎。我怎么感觉有点哪里不对？真的启动起来了，你们是怎么做到的？之前我们一直没办法解决灵能引擎的动力问题，如今在得到万法宗和平遥仙会的技术支持后，我们把聚灵阵做了大幅的改良。经过改良的聚灵阵可以快速的聚集周围的天地灵气，并储存到灵石之中，然后再由灵石为引擎供能，这样一来就可以带动灵能引擎的启动。而且我们还采用了大储量的高级灵石，即使在没有灵气的环境之中，聚灵完成的灵能引擎也可以进行5个时辰的续航工作，甚至一旦周围灵气恢复，便可以进行再次的聚灵充能。我去，这他妈不是太阳能蓄电池的原理吗？太阳能？那是什么？没什么，我就随口一说。这玩意儿的动力如何？之前这里的爆炸，就是因为聚灵阵中的灵力泄露了一部分。牛批啊！先祖，这个东西很厉害吗？能炸死多少血染体啊？哎，它可不只是能炸死几个血染体那么简单，它可以炸出一个新时代。这么大威力呢？那当然，今天的事以后在教科书上起码得讲一大章，至少也是拉开了工业时代的序幕之类的事件，史诗感大着呢。不愧是修仙世界，有灵力这种 bug 级别的能源，科技树简直都可以跳着走了。我好像明白一些了，不过先祖，我还有一个问题，这玩意儿怎么停下来？杨欣啊，你们有让它停下来的设计吗？当然，鸣大钟3次，全体趴下，抗冲击准备，全体趴下，抗冲击准备。难道所谓的停下来，就是躲起来，然后等着聚灵阵超载炸掉？我看，同学们，欢迎来到23字门。本派坐落于宇宙入海口，前身为虚灵圣祖所建立的归元派，历史悠久，底蕴丰富。在至尊回归以后，开展了多项门派研究项目，并且和平遥仙会、问天阁都达成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师资力量雄厚，是一座集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为一体的新型大派。你们这是什么表情？是怀疑老夫所说的话不成？长老，咱们门派当初在邪灾里是不是损失惨重，元气大伤啊？看这个样子，估计隔3差5就有邪修入侵、天魔攻城，要么就是各大派围攻之类的事。一派胡言！本派治安良好，方圆300里街头斗殴都得上报，哪来的那些事？不行，我总感觉这里不对劲，让我算一卦，看看此地风水。这什么情况？为何反应这么大？怎么了？怎么了？你算到什么了？大凶之兆，凶透的那种。1炷香之内，必须离开这里，否则十死无生。什么？注意！ 1炷香后，本派将在下城丁字区进行第9次灵能引擎动力检测试验，区域内将全面戒严，擅入者后果自负。唉，又来了。报告，灵能引擎又炸了！快，记录数据，计算爆炸力度，不然今天都别回家吃饭。这是本派的特色。没事就会炸点什么东西，你们别这样的表情。接下来会为你们安排住处，老夫还得去接下一批新生呢。接下来会为你们安排住处，老夫还得去接下一批新生呢。果真是十死无生。我总觉得
我好像上了什么贼船。同意。先祖，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每次试验消耗的资源简直是个天文数字，这就是个无底洞啊！今天的第9次试验，连整个一条街区都被波及到了，附属的30多个阵法和70件法宝全部报废，咱们烧不起几次钱了。这些投入要是换成法宝丹药或者功法秘籍，都能大幅增加咱们门派的实力啊！不，巨灵引擎绝不能停。可是，你看，这是什么？看起来是照明的法宝。光亮符的衍生运用，凡人可用，加入了声控制光源的功能。虽然只能用5个时辰，是高成本的一次性用品，造价大概是光亮符的10倍。光亮符只能修士使用，这个东西所有人都可以使用，单就这一点，就比光亮符更视角。很好，看来你已经有了新的思考方式了。你应该知道，所有的招式、法术、阵法，甚至是法宝、丹药，都是让灵力建立起定的数学模型来实现的。这也是我们灵力高数最基础的内容。这个夜明灯就是高师傅利用自己学到的知识，花了大概半个月时间做出来的，这也是它的成本昂贵的原因。但如果巨灵引擎和巨灵网技术成熟以后，这个东西在巨灵效能的作用下，它将不再有使用时限的限制，彻底代替烛光，而且制造成本也将不到1两银子。什么？这就是工业生产的威力。在引擎的轰鸣之下，批量化的生产线制造将会彻底碾压个人制作，而生产成本也将借此降低到忽略不计的程度。到时候，丹药、法宝将可以成为凡人家庭也可以随意使用的日用品，阵法、法术则是起到提升人们生活质量水平的最佳方式。这样的生活可能存在吗？只要我们努力下去，这样的生活就会出现。起码，我曾经在某个地方见过这样的生活。先祖，我先离开了，我会尽量保证巨灵引擎的试验的。把门带上。把门带上。喂，找你兑换的那些引擎改进方案的图纸，不会是假货吧？怎么都炸了9次了？假个屁！本系统可是高级货，明显是你们的操作精度有限，好不好？看来还得想办法提高一下操作精度才可以啊。小农制作对工业时代的要求来说，还是太粗犷了些。我操，这是啥玩意儿？找你的。什么找我的？你怎么现在还干拐卖人口这种职业了？不关我的事，是他先动的手。本来吧，我正准备去构思一下巨灵阵的改进方案，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帮得上忙的地方。不许动！虚灵圣祖在哪？快告诉我，不然我就给你一爪子。那个老头子他不在这边啊。不许动！这是什么？他可能太紧张了，一爪子下来触发了我身上4个防护反击的法宝，好在我赶紧关了，不然毛都得烧秃。看上去好像是一只猫妖。我擦，我的脸！娘，前辈，你没事吧？没事，就是一切太突然了一点。话说，你还会治疗法术？你不是只会点火吗？前辈好过分！哎呀，烫！话说回来，刚才那个家伙好像是门派新来的妖族弟子吧？好像是的，需要我去把他抓回来吗？不用了，守卫又不是吃干饭的。不过得让他们留守，别真把新来的弟子给吓着。有刺客，别让他跑了！有刺客，抓刺客！3队的跟上！是。行刺至尊？谁啊？等等，难道是刚才被我给了一爪子的那个家伙？那我刚才的行为不就是行刺人族最高统帅？糟糕了，那岂不是说人族至尊就此陨落？我在无意之中打开了混乱时代的大门。而且人族虽然大不如前，但是肯定能从至尊陨落的现场找到蛛丝马迹，然后追查到我的身上。而且人族虽然大不如前，但是肯定能从至尊陨落的现场找到蛛丝马迹，然后追查到我的身上。
然后人妖两族的大战就由此掀起，生灵涂炭，横尸遍野。天哪，我都做了什么？不行，火已经闯了，现在不是愣神的时候。如今只能先离开这里，在人族对妖族彻底宣战之前，把消息带出去，不然我罪过可就大了。快准备第14巨灵实验，我有头绪了，这次一定能成。糟糕，有人来了！原来之前的计算还是有一点误差。快，准备好，拉动启动杠杆，我们马上开始实验。没办法了，千万不能被发现，先蒙混过去再说。第10次实验开始，我说你们照着做，先把轮盘左移3.5寸，杠杆沙拉45度，这一步可以有一些时间来调整。你们今天的操作很精准啊，这么丝滑。接下来进行下一步，轮盘右移4.7寸，调整灵力阈值口，杠杆抬高15度，同时按下灵力加大的按钮，红色的那个。不是吧？所有操作一次性完成，进度完全准确，时间、角度、距离丝毫不差。你们今天发挥太超常了吧？那么接下来我们进行最后一步，断开灵力输入，把杠杆和轮盘同时复位，然后在7.58秒后松开灵力按钮。注意，这一步稍微有一点误差就会爆炸的，听到警报立刻逃离。4、5、6、7.58秒。竟然没爆炸，太好了，我们成功了！哎，杨小姐，什么事这么开心啊？今天不是放假吗？杨小姐还在加班。你们不也一样？刚才配合操作的特别精准，让巨灵引擎的实验终于成功了。哪有了？我们才刚来啊。这样啊，那还真是。我操！是谁在操作引擎？报告掌门，入侵研究所行刺您的凶手已经抓到了。报告掌门，入侵研究所行刺您的凶手已经抓到了。研究所杨新主任的口供已经记录在案，请您发落。干得不错。掌门大人，请过目。看来此女当真是情节严重啊。你们别冲动啊！你们人族不是说两族交战，不斩来使？啊，这猫在说啥？哼，你可知道，你的所作所为已经完全没有必要讲君子道义。就算是先斩后奏，我们也完全占理。啊！行刺至尊，罪大恶极。此事就是闹到你们妖族那边，你们也拿不出什么借口。不是这样的，我只是太着急了。把你的目的和出身全部交代清楚。否则，我不确保这次事情是否会演变成人妖两族的重大外交事故，或者请你们的族人派出更有身份的人。我们需要进行一番正式的交涉，才能保证双方可以进行和平的对话。这丫头，套情报挺专业的。我们已经没有更高身份的人可以出来了。什么意思？我其实是来求至尊帮忙救我法相机身的，求求你，救救我们家族吧！东北方的幽州、并州、冀州都是妖族地界，群妖在此繁衍生息，人族也偶有涉足。传说万妖府的妖王是1000年前存活的始祖大妖，有他坐镇，让万妖府成为了妖族最强大的势力之一。万妖府的妖王对人族态度始终比较温和，因此在靠近的地界之中，曾经也有不少人妖相恋的故事发生，在民间也广为流传。但是从3年前开始，万妖府却忽然发布妖王令，宣布妖王府封山，断绝了和外界的一切来往。关于万妖府，我们所能收集到的情报就只有这些了。封山之后，人族就失去了关于万妖府的信息来源，所以并不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封山之后，
万妖府内部也很慌张，大家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能等下去。结果，就在几天后，我们看到妖王府中一道金光冲天而起，大家都被吓了一大跳。接着，所有人都看到空中出现了新的妖王令。紧接着，所有人都看到空中出现了新的妖王令。老大，别看了，咱们早日修成法相金身，就可以回来了。说的没错。走，咱们去人族那边闯荡去，不就是法相金身吗？走起！就是这股气势。然后我们走南闯北，经过无数努力，刻苦修炼，历经磨难，终于成为了洛阳周边最受欢迎的妖族卖艺组合。下一步我们的目标就是统一人族卖艺界，这就是征服人族的第一步。我觉得他们努力的方向是不是错了？沉迷做成就，忘记了主线，很正常。先停一下，那你如今为何忽然想起要学法相金身了？不久前，我们忽然收到了万妖府的传令，说妖王大人大限将至，召集所有弟子回山继承妖王之位。而我因为沉迷事业，所以至今还没学会法相金身。我倒不是想继承妖王之位，我是怕我回去了会被妖王骂。啊，这个我理解。马上开学了才想起作业还没做的人，都是你这样的。那你们是答应教我啦？想得美！你当法相金身是大白菜，一学就会的。果然不行吗？不过，如果你的目的只是顺利回家，那我倒是可以帮忙。真的？怎么做？我身为人族至尊，当然有的是办法。不过在这之前，你可能得先离开了。什么意思？原来你在这里呀！班主任，我最讨厌刚来门派就逃学的学生了。回去写100套试卷。妖族的性格还真是没心没肺啊。他们基本上都是这个样子。好了，这件事你怎么看？不上进又不是大白菜，让弟子修法相金身完全是天方夜谭。哪怕天道还在，对这些小妖来说也根本是个不可能的任务。哪怕天道还在，对这些小妖来说也根本是个不可能的任务。我猜妖王的意思，恐怕是让这群小妖这辈子都不要回去。但是因为某种原因，他没办法明说出来。这群小妖真的就这么回去的话，可能会出问题。根据德云留下的情报，我甚至怀疑那个妖王可能已经被夺舍了。吴三，给我接通破天之眼。破天之眼已接通，地图生成中。前辈的法宝真的越来越神奇了。不久前刚刚升级的新功能，我也是第一次用，不过只能看个大概，精度很低。这已经很厉害了。万妖府就在这个位置。果然，这里在人族的势力范围以外，看来没办法带大部队平推过去，否则这事的性质就成了外族入侵事件了。不止如此，你甚至不能暴露至尊的身份，否则人族至尊前往妖族地盘可是非常敏感的事情。关于这个，我有办法。嘿，这是德云留下的东西。他说，至尊的身份往往会有各种不便，而这个法宝，便是可以让人化形成完全不同的模样，甚至连气息都可以隐藏。等于说，他当年用这个东西化身各种身份，留下了不少风流事迹。不过如今嘛，只能便宜我了。据说这玩意儿还得滴血认主，真是麻烦。哇，好神奇！德云老祖还有这种东西。认主成功，那么接下来就试试吧。既然是去妖族，那就来个妖族造型吧。化形！什么鬼？闪一下就没了，什么反应都没了。太刺激了！啊，看来成功了，不知道是什么样子呢？
喂，你听到没？里面好像有谁在尖叫啊！别瞎想，里面除了夏姑娘和至尊，没别人。我去，不该问的别问。这啥呀？这他妈太刺激了！哎呦，本系统要笑得翻不了页了。笑个锤子！哎呦，本系统要笑得翻不了页了。你笑个锤子！夏瑶，你在干嘛？我什么也没干呀。对了，前辈，我忽然想起我还有一些事，就先走了。删掉。哥，我什么都没听到。闭嘴，嚎什么？原来德云老祖竟然是这样的德云，这货以前到底干过多少缺德事？真是没想到啊！原来当初德云老祖留下的风流事迹里，扮演的竟然是女方。别乱碰！不要！难道这里还是你的敏感点？先祖在上，总觉得知道了什么要被灭口的情报呢。说正事，如果是这副样子的话，应该没人能认出我的身份了吧？打死都没人认出来。不过前辈，你能适应这个样子？多大点事儿，不就换个造型吗？再说了，从某种意义来看，这和之前也没多大差别嘛。那么就剩最后的问题了。还有什么问题？找信得过的，而且对妖族有所了解的人啊，总不能真的一摸瞎的就冲人家基地吧？另外，这次面对的可是一整个妖族门派，你的安全可一定得保证。这样说的话，有个人还真挺合适的。这就是老娘当年对待那些不听话、飞得慢的家伙所用的方法了，大家都看到了吧？我听说最近你们的训练十分散漫，所以这次的训练由我亲自监督。让我看看谁今天飞得最慢呢？倒计时，3、2、1。还是可以好好听话的嘛。龙长老，真是太感谢您了。这些鸽子真的一个个太皮了，只知道摸鱼，完全不想工作。那些家伙听得懂人话，你们告诉他们，谁再偷懒，就把他送到我这儿来，私下交流。是。对了，掌门大人说让你训练完鸽子大队后，前去外勤中心一趟。